那因此呢，我就提出从公共行政的一个角度，提出3种看法。一种看法呢是说，当我们今天政府有合理的适当性的一种管制，因为你是一个合法的暴力集团，那你当然有管制的一个正当性。但是管制的过程里面也必须要适度提出来，让老百姓能够接受。为什么要管制？那管制的理由在哪里？那基本上管制呢，我不外乎只有3种理由了。啊，我个人感觉这是3种理由。一种理由是呢，要促进这个产业能够成长。那如果管制之后啊，这个产业不能成长，那管制有什么用呢？基本上我想啊，在我的看法里面，就是我们必须要适度去把这个管制化成一种管理。那这种管理呢，变成一个什么？使这个产业真正能够成长。那今天我谈的课程，啊，今天我要报告的内容，其实呢就在这个地方，就让它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适度的成长的空间。那怎么成长法呢？当然，市场的规模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什么？技术的发展，当然是一个。那怎么让技术发展？也许过去啊，在其他国家来讲，我们都会把这个任务呢就丢给了政府。像比如说西欧的国家。那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北美的国家，基本上来讲，这个任务是完全放在政府上面推动一些产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技术的研发。那研发完成以后，再丢给了市场。那用这种方式来处理。那台湾也要想学，但是学的不太像啊，学的不太像。那学到最后呢，就说那干脆这样好了，产业自己去发展。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发展过程里面终于得到一个答案，什么答案呢？我们的管制呢是压抑你的成长，这是不对的不对的。基本上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是不对的。所以呢，因此呢，今天我谈的课题呢，肯定也会稍微把这个概念呢引发到、延伸到政府的管制，其实呢是要激发、促进这整个产业的成长。那我想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概念。要有这个成长之后呢，当然接着下来，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不是劳力密集不是 labor intensive， 它是一个什么 capital intensive。当你技术发展过程里面，它一定会有一些资金要进来，有一些技术要进来，所以因此呢，它不是一个劳力密集的一个环境，而是一个资金密集跟所谓的技术密集的环境。那因为它是一个资金密集跟劳力跟我们财务密集技术密集的环境，所以因此呢，它就必须要有一些投资。那这个投资呢，基本上不是我们今天在座你我1、2个人、3、4个人、5、6个人一个班的这个人就可以做得到。他可能必须要一个大的企业，可能变成一个大的企业要进来。因为特别是我们今天谈的课题是数位技术的发展，那各位就可以想到，这种大的企业进来之后，它一定大的投资，大的投资进来之后，它一定会什么？会烧钱。一烧钱之后，烧的心里面就会怕，怕了以后呢，他就希望什么？这个产业呢，它所占有率、市场的占有率要高、要大。因此呢，就排斥这些什么新进入者、潜在进入者，就造成一些不公平的竞争。那数位的发展，基本上来讲，会有这么一个隐忧在里面，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呢，也是必要之恶必要之恶。那这种必要之恶呢，当然就会比如说，大概前天吧，我到 NCC 去，去跟他们在谈的议题，就中华电信。所以我刚刚中华电信，我一看到阿达在那边，我就想到中华电信。那一看，哇，还不止阿达一个人这个中华电信人还蛮多的那天专门谈中华电信跟有线电视之间的一些竞争。中华电信到底现在在公股这个所谓的广电法修法，在92年的12月26号修法之后，这个法规里面就明载，党政军必须要在2年之内完成退出媒体事业。那这个媒体事业基本上来讲在2年之内完成。那么显然是到了去年的12月底必须要完成，可是并没有完成。那没有完成之后，当然就要讨论它的合法性的问题，所以因此那天开了这么一个会。但是那天我的立场并不是说完全站在中华电信，但至少我希望把这个问题点呢说得更清楚一点。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就必须要有一个大的企业进来。大的企业进来之后呢，你不能说原来有一个旧的企业在经营，有线电视产业经营，那新的企业要进来，他不让他进来，这也不对，这也不对。所以因此呢，我的主张很简单，把时间点抓准，然后有一个缓冲期，这个起点、起承点到哪个地方，它务必要完成，
你不能说这个立个法，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人进来以后，你说他马上就违法，因为这个法是定在他执行这个业务之前之后，执行这个业务之后，那当然你不能说去追溯他过去的那个情况。所以呢，抓出来之后呢，我的主张很简单，就是让这个市场呢营造一个有公平竞争的机会。那技术的东西呢，你没有竞争就不会进步，没有竞争就不会进步。为什么？因为关起门来。今天如果说我今天独占这个市场，我要说多少，那我就保留多少。为什么？因为没有竞争嘛。等到有一个开放竞争之后，当然我就会卯足全力来达到一个竞争环境的一个领先地位。所以因此呢，技术的发展它会牵涉到这个结构管理的问题。基本上这个概念是要有的。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政府扮演的角色呢，它可能有第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什么角色呢？它必须要除了要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要产业能够成长，要我们这个整个公平的竞争机制要出来。第三个更重要了，在社会福利国家的主义里面呢，提得很清楚，它必须要把这一个所谓的产业，特别是传播产业，必须要照顾到弱势族群、偏远地区。那数位技术的发展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如果说今天从产业的观点，从商业的观点有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一定是哪个地方好吃，我就挑那个软的柿子吃。那我当然会经营什么台北、台中、高雄，其他地方我不经营。我干嘛去经营其他地方？那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所以整个技术发展、数位技术发展过程里面，待会儿我们也多少会碰触到这么一个议题。那这个议题呢，当然可能从很多的角度去看。但是呢，我想这个议题呢，稍微要碰触一下它。好，这是我今天要报告的一个主题跟内容。好，那我就回过头来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整个数位技术发展的趋势。我刚刚特别强调，这个题目呢是我们班里面一开始开班他就定的一个主题，那么要我来分享。那我也想了一下，到底要用什么角度来谈这个议题？要完全是用技术这个角度来谈，我想也不太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座的各位，不见得每一位都是工程组的这个朋友可能还有其他新闻节目等等，搞软体的，也许搞经营管理的等等。那我想这个部分呢，可能也不太公平。因此呢，我大概就会从政策法规跟整个产业面，再跟这个技术之间的对话。那我想这个是我今天可能会要谈的一个主轴跟精神。那我想这样的话，我想大家就可以了解更全盘性的现象那我这里面的这个大概50-60张的这个投影片，这50-60张的投影片里面呢，大概整个大概分为3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谈第一个是谈这个整个数位这么一个科技代表什么意义这是我第一个要谈的。那第二个要谈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传播有3网传播有3网，传播有3体，也有3网。3体是硬体、软体跟媒体硬体、软体跟媒体。软体的部分就跟内容有关，硬体的部分就跟我们的接收跟发射，还有所谓的传输这个东西有关。好，这是我们所谓传播的3体。那传播呢有3网，3网是什么呢？行动网、固网跟卫星网。那这个部分呢，是我们今天一眼望去可以看到台湾的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无线电视的发展。那在我们所谓的传播法规里面呢，明文规范了，不管你是哪一个媒体机构，你总是不会脱离这3个网。以我们行动来说，行动网来说，它就包括我们的行动通信，包括我们的无线电视、无线广播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网，叫行动网。那第二个网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固网。那固网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固定接收2端固定接收的网，固定发射、固定接收，这个是个固网。这条线拉出去以后，你我之间可以通话，你我之间可以通讯，你我之间可以接受我的讯息。那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固网。那这里面当然会分为窄跟宽的，那都是叫固网的范畴。那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要提出来。那当然今天我们所谈的可能会比较偏重于宽频网、宽网的部分。那宽网的部分不只有线电视它的读后，
中华电信的部分当然也是一个，未来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个宽网的手段都会出现。那这个是一个整体的必然要发展的趋势，这是在固网的这个范畴里面。那第三个当然是卫星网卫星网的部分。那卫星网在台湾的发展的确是比较慢，而且是比较不太可能。为什么？有2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当一个国家它的固网、它的有线的网，它发展的比较快，它的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时候，当然就会排斥到卫星网。这是一个每一个国家你去看它的时候 ，WPC 跟 Cable Modem， 你去看的时候，一看就知道这个国家是 Cable Modem 占得多 ，WPC 就会占得少。那台湾是因为什么？第一个，有线电视的发展在台湾也比较快，比较快，而且比较稳定。那么，其实这个背后有另外一个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卫星。中华电信跟新加坡合作的那个卫星 ST1， 其实我们只是投资者，并不是拥有者不是拥有者，只是个投资者，所以用了一半的这个 transponder，一半的 transponder 让我们用而已。那我想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卫星的发展有个先天的一个局限在里面，所以当然我们在卫星的部分的发展的确是比较慢，而且呢也不太可能。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会让我们台湾的有线电视的部分发展到今天为止，不但是发展，而且呢要排挤掉卫星。但排挤掉又不可能，那怎么办？所以因此呢，就把这个产业呢从水平的分类变成一个垂直的产业结构。说垂直原来是2个 PT 可以竞争的一个产业，就变成一个垂直的产业结构。这个产业结构是什么？卫星就扮演一个什么 over supply 就我所谓的产业这个媒体的供应者，有结构的供应者，软件的供应者。然后呢，有线电视呢就变成一个 platform 平台。我想这个因为这是没有办法，这也是必要之恶，这也不是我们想要。其实我们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各种平台都平均发展，因为这样的话才可以达到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那台湾从民国83年开始，因为82年的8月11号的法规通过之后，这个有线电视法越碍于这个美国的301条款通过之后，当然82年开始呢，你就发现到这整个产业，它就必须要让这有线电视呢有一块自己的天地。可是这个天地一出来之后呢，当然这投资者越来越大，它 merge， 然后就变 MSO 这个平台，然后就外资就进来。那各位去想象嘛，太简单了嘛。这整体的发展里面，它自然而然它就会什么，就形成一个什么，从水平的竞争变成一个垂直的一个产业的一个什么一个程序。那这个东西呢是没办法的。所以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在台湾只要一谈到这个整个数位技术的发展，在整个传播的产业里面，大概就会满脑子就想到有线电视。但是我刚刚特别强调，扮演一个政府的角色，我也不是什么政府的官员，但是呢，扮演一个管理者的角色来看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这个产业呢能够成长，但是不要忘了有竞争的平台，有竞争平台。所以为什么说政府要实力于无线电视的发展，实力于让 MOD 也能够出现？为什么？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个产业能够有竞争，竞争以后不见得是压抑，而是什么？产生一个技术上的竞赛，技术上的竞赛。可是我们现在管制的过程里面呢，就发现有点变了味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管制过程里面，后来才发现了，好像某种程度是一只黑手就伸到这个无线电视的平台里面，这个是我不认为是一个好现象。原本是说，另外建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能够跟有线电视来共同竞争，再请有科技有资金的中华电信进来以后，建构另外一个平台，能够跟有线电视能够竞争。这样的话，这3个产业都能够一起竞争，那技术就能够成长。所以因此呢，今天我报告第2块，就特别把这个行动网、固网跟卫星网的部分，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整体的发展，跟他的这个在平台上建构的一些优劣势的问题。那我想这个部分是我在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第2段。那么有第1段的一个数位代表什么意义？第2段就谈到这个平台之间的竞争产生的技术的一个发展的延伸。之后呢，最后一段我就来整理一下我们的时序，未来这个产业何去何从？何去何从？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2点半12点半，
那中间我们会休息一段，我所想提出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好，那我就开始我的想法这些想法都是也许我关起门来我在胡思乱想也不一定但是呢我只是在想，我今天应该怎么破题会比较好那今天我的破题呢大概就从这个角度来看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数位科技在这个年头不谈数位大概你就落伍了从这几年整体的台湾的一个产业发展过程里面，政府的态度非常积极投入，那么投入过程里面经常会不谈数位就落伍，谈了数位以后又怎么样谈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所以经常有人批评数位是什么呢？数位是把类比转成数位之后就变成一个数位内容。基本上来讲，我想这种对话已经在很多场合都听过，各位也可能都听过。其实当然我们今天绝对不是用这个角度来看它，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真的还有很多人真是如此在想这也是不太对的。那数位代表什么？数位进来之后给我们传播产业，整个传播产业能够代表什么？昨天在高雄因为也是谈数位不过是谈数位广播 DAB 的发展全部都是广播界的朋友。因此呢，我昨天呢就跟他提起一个概念，很简单，是来自于经济部工业局最近刚好有一个辅导计划。这个辅导计划是希望能够花一点点的钱，大概每年大概6、7千万左右，能够来辅导一些数位内容，特别是广播电视的内容。那虽然经济部工业局它基本上它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并不是非常认同，因为经济部工业局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在做这个地方，这个事情应该由行政院新闻局来做。可是行政院新闻局现在不见了它变成一个广播电视一个小组。那 NCC 又不管这档事，那谁管？那当然一定要有人出来辅导。那经济部工业局那天我去开会的时候，这笔钱要放在哪里会比较好？就放在数位内容里面的广播电视。不过他心里面还是蛮犹豫，他认为广播电视这种辅导是节目辅导，节目辅导原本你就做生意了，你是用广告来收费，或者是用收视费来收费，用那个什么点选来收费，那干嘛要辅导？那他们家的事情，我们要辅导是什么？是一个数位内容。所以经济部工业局他认为这笔钱应该花在数位内容。可是我的看法是比较不一样的，我是认为数位内容里面当然很多，想象空间很大，但是绝对不是说这个原来的节目数位创意数位内容就不能辅导。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节目经过数位化以后，接收的机具工具已经不一样了，它 access 的机器已经不一样了。比如说过去我们叫收音机、电视机，不一样了嘛。现在行动的东西也可以接收对不对？手持的东西也可以接收掌上型的东西也可以接收膝盖型的一个东西也可以接收那当然因为它可以接收，所以因此呢，你不能说把它视为电视视为广播就不辅导它。未来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什么比较短的 content， 比如说最近春水堂他们提出来，阿贵他们提出来说要申请一些经费在3、4千万左右，那希望政府来辅导他做一些短的内容做个大概300集的这个短的东西。那政府有没有必要去辅导？当然要本来就应该要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一个节目，是把节目放在各种不同机具里面。那难道你就不视为它这个是一个可以辅导内容的对象吗？我想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因此呢，后来讨论结果说这样好了，那我们就把切割成2块，一块是什么？还是节目，但是这个节目是一个什么？数位创意的节目，它是透过不同的机具来发展的节目。那这个东西呢，要去辅导它，所以这个也是节目。所以这节目这一块呢，是 voice or video 这个部分是可以的。但是有一块，我个人也蛮赞成，有一块是可以赞成的，是什么？是我们叫 application 应用型的这种 service， 你的应用型的服务，应用服务。那应用服务的包括哪些东西呢？那东西太多了，它可以包括什么？沟通的平台的，娱乐型的，资讯型的，教育型的，甚至于还有什么生活里面周遭的一些金融的东西可以去做。那这个东西呢，也是我们政府在扮演角色过程里面当然可以去做的事。那么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里面，这个脑筋里面要去思考的东西
要更明确啊，要更明确，就是把这些东西呢，要把它看成一个可以切割出来以后，一个是一般型的节目，但是它经过数位改变之后的一种节目的内容，另外有一种是什么？是应用服务的，应用服务的内容。那透过这两种分类之后，那政府扮演的角色就更明确了。好，那这一块是内容产业。那再往下走呢，是一个什么机具产业？比如说最近我们可以知道，从今年开始，31寸以上的电视机要 build in 那个什么这个 digital tuner， 然后 digital ready， 然后变成一个什么可以那个 triple play 这种概念就出现了。那这种对话也是很多也是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整个产业的发展过程里面，很清楚可以思考到，从上游一直到下游，一直到消费者的接收的机具。比如说待会儿我会跟大家分享的，这也是我个人在3-4年前花了2-3年的时间，共同跟政府在推动的一个叫共兴共谍计划。各位可能也听过，可能没听过，其实就很简单，就把无线电视的这些节目把它弄一弄之后，把它传输到某一个地方现在目前是中华电信，那中华电信呢就把它上新，这个叫共兴嘛，共兴之后呢打上去以后，经过中心1号再把它发射下来以后，直接透过中心1号直接到各位的家里面。那这个呢，我们把它称叫什么？就直播卫星。那直播卫星到某一个地方之后，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社区，也许是一个部落，那这个部落里面呢，因为它这个十几户，或者是30户，或者是40户，绝对不是什么300-500户。那30-40户呢，每一个家里面都有个碟子，很麻烦，干脆在这个碟子的村落的旁边弄一个共同接收的碟子，再透过有线的方式把它拉出去，变成 SMATV 的方式。这阿达有参与所以因此呢，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共谍，所以我们叫共兴共谍的计划。那这个共兴共谍计划基本上来讲也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呢，也是因为数位科技的发展而引发出另外一件事情。透过数位科技的发展，让产业进步；透过数位科技的发展，让大家有竞争的平台；透过数位科技的发展，让这个所谓的偏远地区的部落，它可以看得到，可以用得到。那这个是我们在面对数位科技里面期待的一种版图，一种图像。那这种图像，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我列了5个议题。首先一开始呢，我们就来思考一下这5个议题。那么第一个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科技是一种需求或是一种依赖？是需求还是依赖？有人说，人类没有想象就不会伟大因为人类有想象之后就会伟大。那这个科技基本上来讲是来自于一种想象。那另外一句广告用词是什么？科技总是来自于人性。那么为什么？是因为人类有需要，有需求。那当他有需要之后呢，他当然就是什么？他就会慢慢去思考，是说这个科技这个东西要不要去使用它？比如说我们有脚踏车，就想说脚踏车上面加个马达，让它可以跑得更快，跑得更舒服，跑得更远。因此呢，我们就有机车这个东西出来。那因为会刮风下雨，因此呢，就旁边把它盖起来，然后就变成弄个轮子，多一点轮子就变成汽车。那当然我们要跑得更远，在路上跑不够，当然就要船。可是船速度不够快，因此发明飞机。所以因此呢，科技是一种什么人类需求的延伸。那这个东西，你从这个什么麦克罗汉的我们就不谈这种道理。基本上来讲，我们就从这边来看的时候，科技基本上来讲是什么？是一种研发。比如说在座各位里面呢，当然有一些多媒体的业者，我刚刚看到有朋友是多媒体业者。过去我们多媒体是什么？3G、5G 这个9G 这个15G 或者是30G 的幻灯片，不是这样搞吗？幻灯片拍得很漂亮啊。可是后来呢，今天有没有这些幻灯机的这种多媒体？可能慢慢都不见了。可能非常非常少数的机构还缅怀于过去的这种这种留下来这种高画质的东西，但是问题不方便了，这个需求是不方便，非常不方便，而且科技不能下放，那就很麻烦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慢慢的变成多媒体，这个东西。以前的电影到今天为止还是电影，可是电影呢，我们在学校里面教电影的时候，我们在看到每一个电影系的人，前天因为刚好去
前天刚好到思信去评鉴他们的这个学校里面的一些发展。在评鉴过程里面，刚好坐到旁边就是台医大的这个曾壮强曾老师，他是系主任，我就跟他聊，我说你们现在都用什么材料在拍？他说他们的材料啊，35、16都有，但是最近感到学生对这个压力蛮大。第一个，他的材料开销，整个后续的处理很麻烦。虽然品质好，大家都知道，但是问题是什么？这种所谓的经济的负担跟作业的程序性太复杂。最重要的，可能训练学生不是在他材料多好，因为这材料多好，毕业以后再说。最重要是他的脑筋在想什么。所以因此呢，他就提说，那未来是不是我们发展的过程里面可以慢慢的使用digital Betacam 或者是 HD 的东西进来？当然这里面会有某种程度的冲突性，但是没办法，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需求，因为它是一个需求之后呢，当然就会引发的这科技是一种需求，可是呢，某种程度有些人是依赖它，那这种依赖跟需求之间呢，就会开始对话，对话以后呢，就开始来什么？来改变它。所以你看，未来你可以看得出来多媒体的变化，未来你可以看得到电影的产业。所以我们后来我跟张老师聊到最后就是一个答案：你我不能决定一切，就看柯达公司。看柯达公司什么时候要停产电影材料？柯达公司现在不是关掉16厘米的东西了吗？柯达公司现在搬了家了吗？柯达公司已经慢慢在改变它未来要走录影带这条路线吗？柯达公司也未来准备走线性的这条路线吗？柯达公司是最坚持的，为什么？柯达总是一个口号，当你按下快门之后，其他事情由我来帮你服务，他这句口号是什么？因为我们全世界的拍照的东西，学生在拍电影的东西，产业界拍电影的东西，80%、90%的市场全部柯达在占有，他何尝不愿意发展电影？但是为什么他慢慢在考虑什么时候要停产电影？这里面牵涉到什么？牵涉到有一些什么科技的需求跟人类需求跟人性的一面。那这个部分呢，是我们今天谈这个数位科技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啊。当你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办？怎么去想？那我想这是第一个我要提供给各位一种思考方向。那这个思考方向里面就是谈到什么？什么叫做创新 （innovation）？ 那这个 innovation 的东西一出现之后，你能不能满足？能不能满足我们的消费者的需要？所以这个需要的东西呢，当然就某种程度它一个 dynamic 的东西是蛮大的。这个 dynamic 这种可塑性的一种动态范围，当然每一个人就慢慢去调整。比如说我们在1905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什么，在发展这个所谓的广播的科技，到1913年，后来一直到了1936年，我们开始有电视的科技。可是有电视的科技呢，我们一开始有没有录影带？没有，我们在1956年才有录影带。我们的外景的东西到1967年才有。那各位去想，录影带这个材料重不重要？很重要。但是一开始有电视，为什么没有发展录影带？奇怪，1895年的时候，一开始发展电影，不是就有影片吗？发展电影就有影片，为什么？这是一个什么空间的概念的问题。今天我们一眼的空间是在一个固定空间，所以因此电影它拍出来以后，它没有办法传输，它比较放，所以因此要发展影片。可是电视就不是了，电视一张发展出来以后，它不是如此了。它这个媒体是什么？基本上它不是一个空间的产物，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所谓的遥远的产物，所以它称为叫 TV。video 把它放在 tele， 所以叫 TV 嘛，所以它取名叫 TV， 这个原因。一有 TV 这个概念之后，它会有录影带吗？不需要的，不需要录影带的。所以40年，电视发展出来40年，没有用过什么录影带的概念。所以它发展录影带，到后来真正有录影带之后，这个东西一进来以后，这完全是一个什么？一个创新需求的概念所研发出来的。好，那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数位科技能够为我们做什么？能够为我们做什么？它是一个价值的概念，一个价值 value 啊。一般我们在拍一部片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看这部片，比如说我经常在公家单位审片，
那审片过程里面，到最后他放出来以后，我都会问他一句话：你的 production value，production value 啊 ，value 是什么？是一个价值。价值的东西呢，不像我们产物说哦，我今天我生产这个 notebook， 我要卖你58000，那为什么卖你58000？这里面呢，我就可以说出所以然了。哦，这个研发、材料啊、管销，包括什么等等啊，这些东西我可以算得出来它的 cost， 因为它的 cost 可以定得出来，可以想象，所以因此我就定出一个 price。那这个 price 我定出来之后，58000，你要买不买那是你的事。我认为我卖58000，我才卖得出去，我才愿意卖，这是一个价值。可是这种价值呢是什么？是用在一般的产品。如果用在我们的所谓的内容里面，哇，这个东西呢就很难搞了。比如说创意，创意是无价；艺术是无价。啊，这时候就很难处理了。那今天我们面对我们的所谓的传播产业，往往就会面对这么一个非常尴尬的困难。所以我刚刚说 production value， 当你拍一部片出来之后，哇，你怎么捞钱捞得那么厉害啊？这个东西呢，一个镜头带到底，然后就把它拍完之后就胶片。那可是这个东西你一看以后啊，就好像没有什么，你没有什么辛苦过的感觉啊，总感觉好像就一个镜头带到底。可是问题在哪里？这个 value 在哪里？不是这样的，这才是我的创意啊！啊，这个沟通上就很困难了，沟通上非常困难。所以这个东西呢，数位科技帮我们做什么？有创新的东西，有很多创新的东西。那创新的东西为什么会有价值？基本上来讲，那就要看这个东西的实用度，看这个东西的科技能不能下放。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大陆就是没有录影带的这么一个阶段，录影带，它一跳就跳到光碟，为什么？是因为它的价值里面，它不需要不需要有这个东西。为什么不需要？我就说一个概念给各位听了。台湾我们现在学术界经常在谈什么 digital divide， 数位落差。你我都会谈因为我们这今天谈数位，我们在谈数位落差。什么叫数位落差？就是有一些人住在偏远地方的人，有一些人他的那个什么社经地位比较差的人，有一些人他的这个什么付出的代价比较不够的能力的人，他当然用不到科技产品，不是如此吗？啊，我听了以后啊，非常感动，非常感动。我认为这个理论要好好推广。为什么？因为这个呢，对他们来讲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很不公平的事情。那有一天，我到了南投，去跟几个部落里面的朋友这样聊天，聊天过程里面那我突然间我顿悟了一件事情，顿悟一件什么事情呢？电脑对他们有没有用？不需要。你认为是数位落差，我认为说一点都不落差，那个对我生活来讲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我是说，这个创新这个价值在哪里？价值是因为你今天骑脚踏车骑得很累，你想骑得快一点，所以一个加个马达给你就感激嘛，感激的不得了嘛。那感激的不得了以后，你当然就会什么价值就出来，所以我就卖你贵嘛。所以脚踏车在台湾很便宜，比较便宜的，不是很便宜的，比较便宜，在国外很贵。因为什么？因为它价值在台湾什么？是一个交通工具，在国外是一个休闲娱乐工具，那不一样。这是我们数位这个东西可能创造出来的价值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在谈这个数位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思考一下，什么叫做价值？价值创造出来以后，是给想用的人他用。因此呢，我们就必须要用各种手段去吸引他，价廉物美、方便又安全的概念去吸引他，所以因此呢，他就会使用它。好了，这是一个。那这个概念出来之后呢，当然这个价值会随着什么时间而改变，比如说每一个人的需求跟价值，它会有个对价关系。今天我们用惯了 notebook 的人，那接着下来有一天你会感觉这个东西带起来又大又重，到哪个地方之后很不方便，还是感觉很不方便所以因此呢，就会有一种想法，这种想法是什么？大电脑不如小电脑，小电脑不如微电脑，微电脑不如没电脑，对不对？我干嘛要电脑？
所以我今天我早上来以后，我就说，哎，哪个地方有电脑？哪个地方有电脑？我干嘛带电脑？我就带一个什么，一个随身碟就可以了。我干嘛去带电脑？不需要啊。那我们就开始资源共享，然后哪个地方以后都有设定一个地方，然后我完了以后，我到那个地方，甚至我现在我根本不要电脑，我就透过网络直接叫了以后就传出来就可以了。有个人在家里面，或者是我们直接到家里面直接叫出来，直接放就可以了。干嘛有电脑？不需要。所以这时候这个数位科技发展的过程里面，当然就会有一些什么一个满足的一个 scale 出来。这满足的 scale 是什么？很简单啊。今天我们面对数位科技的过程里面，各位有没有想象，过去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给你一点点的东西，哇，你就非常 surprise， 然后非常感激 appreciate， 对不对？可是呢，今天再给你更多的东西，你会满足吗？不会的，不会的。所以当我们在发展下一段的科技的过程里面，3代科技里面，你的需求是什么？我们说一个更简单一点，从我们第2代的行动电话到第3代行动电话，你对它的期待，你希望第3代行动电话可以帮你做多少事？哇，你没有帮我做附加价值，不能帮我做那么一大堆东西，我怎么会用你呢？不是如此吗？那是你对第3代行动电话的一种期待。可是你对第2代的行动电话的期待是什么？它只要能够通信，你就非常感激了。早期的那个 CT2， 对不对？不能跑太快，而且必须要跑到那个公共电话旁边才可以拨。那你已经很感激它了，非常感激它了。可是今天，你对它的价值的认定是什么？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价值这个东西跟需求跟什么阶段性，跟我们所谓的迫切的需要，还有需要之后我所设定的这种 symbolic 象征性，这个脑筋里面的象征性不一样。所以你要讲哇，数位落差，那个住在乡下人好可怜哦，都用不到电脑。你去问他之后，他说我干嘛要电脑？那沟通上语言呢，这真的是完全是落差很大。你说他是第4阶级，他说我根本不是阶级，我干嘛跟你排阶级？我不需要跟你排什么数位阶级，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快乐的不得了。我说全世界最幸福人是活在非洲的人，每天工作2个半小时，我一天要工作18个小时，对不对？谁最幸福？他幸福得很啊，他不能工作太快，工作太快他死得快。他把掠夺完了以后回去没有冰箱，明天出去打猎没有了，没有动物了，对。所以他不能做太快，他可以懒是他的天性。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今天我们看数位都诚意度过高了。但是我们今天呢，当然不是把话题要延伸到那么远，我只是希望把话题延伸到我们今天这个产业里面，传播产业到底要什么科技进来？我刚不是讲3G 手机吗？那我们就想到3G 手机，它绝对不能帮我只有做什么行动通信而已。如果是通信的话，那我干嘛要它？就不要第3代了，就不要需要第3代东西了。我要需要第3代帮我做更多的东西，诚意度够高。过高以后呢，他的期待过高，过高以后接着下来，最辛苦的是谁？在座的各位，你我。为什么？我还不辛苦，反正我站在这边讲课，这个发言幻想一下，管他的，对不对？下回去就喝咖啡来聊天了。可是呢，有产业界的朋友就不一样了，回去要面对内容，你怎么阐释的问题内容要不要钱？当然要钱了。设计产业的这个机器人要设计功能，要不要研发费用？要啊。内容产业的这个什么功能很多，那功能很多，接下来贵，价格很贵，那被骂得要死。没良心的，怎么卖一个东西卖那么贵？可是问题是什么？这个东西研发过程里面就贵啊。所以今天你看 set-top box 在推动过程里面不是面对蛮多的问题吗？最好是送到现在连送给他都被人家推挪，对不对？为什么？我感觉到好像送你还被你嫌，你有什么企图？因为现在人生活在台湾是绝对不相信对方的，对不对？所以你会感觉这个是一个环境的。造成我们今天在谈数位科技的过程里面，不要情有独钟说我关起门来快乐的不得了，数位科技有多伟大。问题是这里面还牵涉了蛮多的议题。当我在推动这个共信共谍的时候，这满脑子希望透过这个机会，把我乡下里面的记忆，我在乡下长大，乡下里面看不到电视的那种感觉，希望把这个东西把它完成。那有人把我贴
泛绿光，泛绿光，这个跟泛绿光有什么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哎，帮政府拉选票啊，当然有关系啊。哎，那我心里面是想说，哎呀，你们真聪明，我就是帮政府拉选票啊，不然的话政府没有选票，他怎么会什么共进共跌？他怎么会推动呢？他当然不推动啊，就抓住这个人的罩门，满足这些人的需求，那我就快乐了，对不对？可是对我来讲，我也不是要选总统，干嘛要去跟你搞这个东西干嘛？所以我的想法，就透过这种所谓的什么情境关系，去用这个简单的科技解决一件事情，也没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哈。好了，我们谈到这个地方，谈到第二个议题而已。好，第三个啊，人类是否已经准备妥当？准备妥当了没有？我记得在姚文智之前叫林佳龙，林局长。那当然，林局长我看非常好的朋友，他竟然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啊，从现在开始我们去跟人家打招呼的时候啊，各位数位了没有啊？早安，数位好。好，那我感觉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行政官员，他是蛮有想法的。可是我在想说啊，数位了没有？早就数位了，应该是有钱没有，有钱没有。那如果有钱的话，这有钱就早安，大家都很快乐，对不对？问题是创新传播 ，diffusion innovation 并不难。只要今天有钱赚的地方，大家的创意都很好，不管是机器的创意、功能的创意，或者是内容创意都很好。有钱嘛，创新难不难？不难啊。问题是你 diffusion 是什么？你要把 diffusion 出去的话，哎，在座各位100来位朋友，你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不要接受它？当然你要接受它，那很好啊，请你给我一点钱，对不对？可是这点钱，而我现在已经有东西了，我干嘛去用你的东西？我现在已经有可以满足我的东西，比如说像有线电视，现在100来个频道没有了，在92个频道而已了，啊，实际上你把它算清楚之后，就92频道，92频道满不满足？已经按到手快酸了，对不对？你现在要再按300-400个，有没有必要？我已经够累了。各位知道，收视率的对象都是那些所谓的廉价劳工，就是我们了，看电视人。看电视本来就廉价劳工嘛，啊，你帮他看电视，有人帮你做收视率，有人就是拿这个收视率啊去找广告商，广告主付钱。你看哇，造福了多少可以赚钱的机会啊！问题是什么？一定要我们有消费，那这种不是叫廉价劳工吗？那这个很麻烦啊。那你现在已经看了90几个频道，现在要叫我看300-400个频道，我有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所以要传播的过程里面，那个 set up box 就很困难。所以为什么说你送给他，他还要跟你配挪的原因在哪里？他认为说他干嘛呢？干嘛呢？而且呢，你好像某种程度还有额外的一些阴谋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因此呢，不要管你，不要理你，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呢，很不幸，它是一个革新的产品。数位科技啊，它有2种产品，一种叫导轨科技。一种叫扶持科技。什么叫扶持科技呢？就把旧的东西、旧的科技，把它改良一下 ，upgrade 一下后，它变成另外一种功能，但是原来的功能还存在。这个呢，我们称为叫扶持科技。有一种科技是什么科技呢？就干脆我就什么都没有，让你什么都没有，叫做归零计划。归零，什么东西就归零？归零之后呢，让你用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让你有个新的东西出来，那这个新的东西你要不要用？不用，没关系，对不起，你先站旁边，我找要用的人。但是这用的人是谁呢？就分为3种人，待会儿我会报告，有3种人，一种叫先知先觉，一种叫后知后觉，一种叫不知不觉的人。啊，那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是哪一种人啊？我希望各位都是先知先觉的人啊，不然的话我们谈这个课程就没有什么意义。问题是先知先觉人就死得比较快，啊，会死得比较快，所以 IQ 不要太高 ，IQ 太高死得比较快。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工作不要太努力，死得比较快。第3个是什么？这花钱不要太快，出手不要太快。为什么？你会后悔，你会后悔。不是如此吗？我记得几年前我买一部16:9的电视，将近10万块钱。最近去问他的时候
大概3万多就可以了啊。那我就是买电视、买房子会增值，为什么买电视会贬值？我心里面在想，数位嘛，数位原本是什么？就是这样子嘛，那么现实嘛，一开始就很贵嘛。那因为一开始很贵，所以有人会等待，要等待，要忍耐，不是军中有一首歌吗？要等待，要忍耐啊。但是问题是什么？每一个人都等待，每个人都忍耐，那数位怎么推动？没法推动啊。所以我们今天面对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创新容不容易？太容易了。科技有它的必然性，传播容不容易？不容易啊。为什么？这里面会牵涉到很多很多议题，我待会儿会报告的议题。那我们来看看，假设有一天你要发展一个新的东西出来，我们的产业界工作，不管是内容面、行销面，或者是什么工业或者是什么这个机具，你有一天在发展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打得过人家，要考虑一下，到底要用跟它相容的方式的革新产品，还是要一反过去，归零，重新提出一个产品出来，革命型的产品，捣毁型的产品，叫捣毁科技，不是扶持科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话题那更开阔了，各位的选择性更多了。这是我第3个想跟大家分享。那第4个呢？数位科技是一种什么产业？什么产业？刚刚我一开始我就跟各位报告，数位科技、数位广播、数位电视。有人说数位广播是把广播数位化，数位电视把电视数位化，那早就数位化了，早就数位化，不必我们去谈，早就数位化。只是数位化的时候是分区数位化。传播有3体嘛硬体、软体跟媒体。你把说清楚之后，传播只做一件事情嘛，就跟我上课一样，我想上课，有人想听课，好那我们找一个空间，这个就是媒体的空间嘛找一个通路。过去我曾经在空大服务，叫远距教学 （Distant Education）、Open University， 对不对？开放的空间，开放大学，是一个远距遥距教学。你我之间的通路不在固定的空间嘛，不是传统大学。OK，let's go。问题是在哪里？问题是在今天，每一个地方都是数位，讲的人也数位，用的人也数位，传输也数位，但是呢，都个别数位，就没有一个整体性的数位。这是我们今天呢所面对一个非常尴尬的议题。所以数位媒体在哪里？拍的东西早就数位化，录的东西早数位化，剪接的东西早就数位化，什么都数位化。你看的东西也数位化。问题是我们通路的东西没有数位化。那为什么通路的东西没有数位化？那很简单前天在 NCC， 我就跟 NCC 委员报告，我说在我的看法里面，我们政府要负最大的责任。我们的政府要负最大的责任。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广播电视列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体，但是电信事业就把它列为一种什么非大众传播媒体，而是一个个人化媒体。电信事业是什么？是1对1，而且双向。广播电视是1对多，是单向。那一开始的时候，你把它分为1切为2，哪一个会进步？会赚钱的会进步，会赚钱的会进步会赚钱的是什么？电信最赚钱，全世界都一样。手表跟钟哪一个贵？不必问了，手表一定比较贵。手表那么小，为什么比那个钟还贵？那个钟大家共同用的，干嘛那么贵？对不对？不需要嘛。公共电话跟行动电话哪一个比较贵？行动电话那边付了3000块，面不改色。公共回家以后，家里那边电话一回去，怎么800块？这个月怎么用800块？勃然大怒，对不对？这不用说了，人类都是从自私的观点去思考，所以哪个会赚钱？电信保证会赚钱，广播电视会不会赚钱？你说有过去电视台不是夯得很吗？郑主任对不对？过去电视台不是夯得很吗？那是因为什么？保护嘛，保护产业对不对？保护什么东西呢？为什么我们民国92年会推动这个10年的，终于把12月通过的这个党政军要退出媒体电子媒体？因为过度保护之后，好了，产业赚钱是祝福他，问题是什么？言论不自由，开阔空间不够，媒体的这个接近度不够是这一点不是人家说什么羡慕人家赚钱或记录人家赚钱，不是。好了，这个议题先暂撇一边，但是呢，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这个产业是什么产业？就是因为政府一开始的时候只是照顾硬体，
照顾接收者，但是不照顾这个媒体。再把媒体分为3个量。3C 产业里面 C， 第一个最高层的 C 是资讯，第二个 C 是什么？电信，第三个 C 是什么 ？communication 的什么？广播电视。因为它是一个什么？社会福利的建构所形成的一种产品。这种产品呢，那你就死活歹活就活吧就这样子。所以中国话说得很好，3生有幸，生存、生命跟生活哪一个重要？今天有人说生命比较重要，我说不是。你要我结束生命，我马上就死给你看。你活得很痛苦，对不对？一天工作18个小时不痛苦吗？对，我马上死给你看。生活比较重要，生活比较重要，对不对？那问题是你要怎么活？你要怎么活的问题啊？所以数位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面对什么？面对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这挑战是什么东西呢？到底什么叫数位媒体？你看昨天我去跟我们业界朋友、广播的朋友，全部都是我们中南部的广播电台的经营者。我在跟他们报告的时候我看他们面有忧虑，但是又带有某种程度的崇拜。数位广播多伟大，但是问题是什么？他能够做吗？他做不来的。那我就跟你讲说，那你不做吗？等死。所以我最后结论是什么 ？Change or die， 不是我说的，克林顿说的。因为他选举他要选举，所以他说这句话，不是不change就 or die。为什么？他必须要来。那为什么以前不来，现在要来？因为2008人家要办奥运人家有个目标在那边，那我们要跟着2008，不然就没有面子。为了面子的问题，那以前为什么不需要面子呢？以前为什么不需要面子呢？这个是政府。为什么我今天我谈说政府以前为什么不谈数位广播、数位电视？那数位广播很容易推你们一脚把它推进去以后，你给他1亿、2亿，他就高兴的不得了。你搞到40、50亿摆在无线电视好不好？也不错。但是问题是什么？你为什么不发展这个东西？这个心态的问题。好了，再往下走，数位政策是一种迷失。什么迷失？我一开始跟各位报告的时候，我就听到政府是一种合法的暴力集团，政府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存在，是一种阴谋论，是个阴谋。没事我记得我都会这样聊天这样讲，政府的存在是一种阴谋。说一个更白话一点，选不上什么都假的，那都懂了嘛，都渐渐懂了嘛，选不上什么都假的嘛，对不对？好，哪一个执政党，不管你是什么彩虹营的执政党，任何的营你要去选举的时候，你一定会开支票。开支票给谁？给基本盘嘛，不是如此吗？给基本盘嘛。那基本盘是谁？消费者嘛。我记得几年前在台北市的有线电视的费率审议，不是如此吗？一个盒子多少钱？计算出来是多少钱？好，多少钱是多少钱那干脆看算多少钱。可是民意代表说，那怎么要钱？那不需要钱。那这个沟通就很难了。你们说买东西的时候进去以后，你要买 A 还是 B？ 他说我都不要，我2个都要，但是不要钱。这个谈不下去了。你说有时候对话，这个有时候很好玩，在这年头无厘头的对话很多，然后你就不知道该怎么谈下去，你知道吗？那鄙人区区在下，我在消基会已经服务了10几年，再怎么说现在也是董监事。我每一次代表董监事出去代表消基会出去开会的时候，坐下来满脑子要保护消费者，保护消费者。可是当我在说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有一点违背良心，违背良知。为什么？因为你是什么？用零和游戏的方式在跟他谈话。什么叫零和游戏？就你的损失就是我的收入，我赢的就是你输掉的，这是零和游戏。政治不是玩零和游戏吗？什么是零和游戏呢？我今天满足大众，但是这些钱从哪里来？从很多营收过来，税收。好了，这时候呢，这些税收的人是有能力赚钱的人，他应该要缴税，对不对？可是缴税越缴越高以后，他心里面会舒服吗？不舒服，那不做事。我18个小时，我干嘛做18个小时？我做6个小时就可以了。我干嘛做18小时的工作？
我做18个小时工作，用这8个小时去养活什么一大堆，可能比较没有能力赚钱的人，他没有办法用高科技的人。好了，你说这个思考，这个对话根本就没法对话，谈不来的了。我有什么啊？过一天算一天。所以数位科技是什么？就看政策，政策放在哪里，哪里就对。以前的政策为什么不去谈这个数位广播、数位电视啊？这个 MOD 为什么不谈这些东西？那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来谈？或者要追求一个什么叫做阿扁计划什么我也念不出来。后来把它称为叫先进计划，我待会儿也有先进计划。那个计划还不错，其实那个计划跟阿扁是完全没有关系。可是不知道哪个马屁虫就把它这个什么先进计划 advance 什么把后来批评，还是跟阿扁有关系。这个真是神经病。数位政策是什么东西呢？是消费的迷失，还是科技的迷失了？好了，今天的开场白实在太长了。那好，我们回过头来谈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东西，回过头来要去思考说到底数位科技能够帮我们做什么？不必帮民众做什么，不必帮政府做什么，那个诚意度过高那个期待太高了，那不是我们的事。我感觉对传播产业来讲，大概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能够帮我们做什么？水平环，水平的各种媒体做什么？垂直环，从我们产制，然后一直到平台，一直到我们消费的机制，那我们的资料库的建制等等诸如此类的它哪一环可以帮我们做就可以做。那好，我们就从那个产制面、产制环境来看的时候，各位想想看，做生意做生意基本上来讲，它不是一个社会福利机构它不是一个慈善机构我想大家都不会去接受这么一个概念。但赚完钱之后能够有回馈社会，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呢，做生意还是要回归过来，说这个东西能够帮我们做什么。所以因此呢，我们说，今天我们在谈这个传播，到底数位科技能够帮我们做什么？那这个是我把它做个整理整理之后大概是7项。这7项未来是我们在产制的元素里面可能要去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们这边有各种不同的组、不同的成员、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领域。那不管你从什么领域了，今天我们这个地方就从传播的领域来看的时候，它能够帮我们做什么？首先第一件事情，我是觉得你要做什么，首先第一件事情，先把一件事情做好，技术规格。以前类比有没有什么规格可言？有，但是它的规格比较有弹性，比较可塑性、相容性、延伸性。可是呢，数位以后就不一样，对不对？那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很简单我要跟你一样的话你就会拿到我的内容，因此呢，我就不能独霸市场，这是马上我想到的问题。第二个呢，一定要让它不一样，那我就马上想到日本人。日本人是一个非常可以敬佩的民族，但是呢，日本人也是一个美国人最讨厌的民族。为什么讨厌他？为什么敬佩他？敬佩他的工作态度，讨厌他的这个什么做生意的方式。你想想看你买日本货，你一定会在那个说明书上下面写一个“别卖”这个字眼。中国话别卖叫不要卖，日本话别卖是另外卖，另外卖另外卖。那这个东西很麻烦我买了一个东西配件一大堆这个配件还要另外卖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就心里面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好了，没有关系，我不买，别卖的东西我不买，我去买那个替代品。对不起 ，no way，no way 为什么？这个是规格化。以前最早期的时候，我还拍过东西，所以就扛那个机器在跑。真空管的时代，真空管、摄像管的时代，完了以后有坏掉的东西就去修。现在只要一坏掉，不用修了，换掉，换都比修还便宜。数位是什么？数位就是这样这么简单的概念，就是你我之间不相容。你要进来，对不起 IP，
Internet 后头加一个 protocol， 你有没有跟我协议？有没有跟我协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可以保护我自己。哦不，保护别人，对，保护别人，保护自己。有人说啊，什么叫做自私？自私什么？自私就最大的无私。啊，无私，每天谈无私的人，哇，我是大公无私的人，其实最大自私。你想了半天之后，你把这个逻辑性啊，中国哲学，你把它放在我们的数位化的科技里面，不止如此嘛？什么叫技术规格？技术规格是什么？互不侵犯。然后呢，你我之间呢，走在各自自己的道路上，你我之间不能沟通，这个技术规格。然后日本人为什么创出这个自己的规格？你到日本一下飞机以后，你拨电话，你要用他们的手机；到韩国不是要用他们的手机，未来你到大陆要用他们的手机。因为他创出自己的规格，他认为他的经济规模够大，他的科技够高，因此他没有必要去跟你们搞那个什么有的没有的，全世界通用的规格，跟漫游的漫游为什么慢到那个日本，慢到韩国，慢到大陆之后就不能慢了？roaming 这个字眼，基本上来讲是什么？他是用这个东西来赚钱。技术规格，什么技术规格？那今天我们在制作环境里面，真的我们今天要玩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东西。数位化以后，我们当然要注意这个整体的发展里面。第二个呢，我觉得有个东西很重要，怎么去建价？建价哈，我刚刚一开始我其实也一直在谈这个议题了，只是没有谈得很清楚，叫 production value。你看啊，以前啊，你说你是一个传播公司，你要去贷款，他会一直看着你，你凭什么贷款？房子在哪里？租的，人在哪里？2个。3个，还有一个小妹在接电话，你有没有工具？没有，租的，什么都没有，你也来贷款？你怎么贷款？我有脑筋啊，我有脑筋，我有创意啊，我创意。所以以前那个春水堂阿贵，刚开始的时候多辛苦啊，今天他还不错，对不对？为什么？我以前看他的时候，感觉他是什么都没有，现在看他的时候什么都有，人不是这样子吗？佛教里面不是说了一句话吗？握着什么都有，放开什么都没有。其实有跟没有本来就没有，本来就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叫有，什么叫没有？计价、建价。所以我们今天谈内容，谈这个什么消费，谈这个什么科技，谈这个管道各位，我们要很清楚。我刚刚一开始我就说，传播是什么经济学？注意力经济学。什么经济学？影响力经济学。今天我这个传播机构，我是中视，我是华视，今天大家注意我了，我播的东西大家都会看，这是注意力经济学。今天我是一个很有名的主持人，我说话大家都会注意听，因为我经常会放炮，对不对？我经常放炮，你就会怕，你怕你就会注意我，因为你注意我，很多人也会注意我，因此我产生了一些什么基本盘，因此呢，我就产生一个什么影响力经济学。我从这个政治对话的结构里面，我就产生了一些产值出来。好了，我在卖什么？我什么都不卖，我也不知道我在卖什么。我去银行我就贷不到款，今天我到银行可不可以贷到款？可以，没有问题。他会佩服你，而且马上就把钱给你，因为现在银行钱很多。那环境在变了，所以我是说，数位科技能够帮我们产值的环境做什么？我是感觉计价很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最近在谈一些辅导计划的时候每一次在谈，像那天在跟阿贵在谈，阿贵来报告，我在想说，3000多万要不要给他？我打从心里面一定要给他，非给他不可。但是问题是他没有说服我，还没有说服我，他要做什么？他要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未来他的市场在哪里？他能够帮我们国家推到国外做什么？他的平台在哪里？他行销体系在哪里？所以我现在要这些东西，要的是这些东西，否则我打从心里面是一定要非支持他不可。因为什么？数位内容产业在台湾还有多少？真的没有太多，没有太多的情况之下，我们当然激发它能够成长。所以数位这个东西就出现了。好，这个是计价，计价之后就拆账，拆账，那当然就频宽的问题了，对不对？这年头没有频道，这年头只有频宽。这是我昨天在南部跟那朋友在聊，我说这年头已经没有频道了你说你是什么频道？我眼睛看着他。好像太传统了吧？这年头只有频宽，你要用多少频宽？
昨天我也说了一个危言耸听的话题，到了2010年、11年之后，我们要收回类比，就把 VHF 全部收回来，然后呢，你去玩你的数位的那个概念。那为什么要收回来？那个是有价的，对政府来讲是有价的。所以我昨天我就说，在几年前，民国89年3月19号，因为3月18号选完，对不对？3月19号那一天就公布了3G 手机谁得标，然后有很多厂商就带了钱去感谢政府啊，谢谢你让我得标。就政府突然间，哇，400多亿就进来，快乐的不得了，拿钱来感谢我啊！你会亏本的生意你去做，对不对？政府多快乐啊！现在你看 VHF 里面88到108给广播使用，76到88给民事使用，174到216给台中华3台的使用，公共电视用 UHF， 一大堆，每一年缴多少钱？它电波费有多少钱？怎么算都划不来。所以2011年收回来，要用的来买，不是卖你频道，卖你频宽。那你要概念，数位是什么东西呢？数位本来就是一种频宽的概念。什么频宽的概念呢？你要玩什么游戏，你就告诉我，只要小孩子不要玩大人游戏就可以了。所以小孩子不要骑大车，危险；大人不要骑小车，太辛苦。所以哇，我今天一个很好的东西 ，HDTV 的东西 ，HD 的东西，你把它放在一个比较窄的频宽，啊，送到人家家里面，那不是变成什么 ADB 什么 DD， 对吧？还有什么 HD 啊，对吧？那频宽呢就很窄，出去以后没有用嘛。拍的东西好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嘛，频宽嘛。但是你一个用 DV 拍的东西，拿一个什么大的频宽出去有什么用？没有用啊，自不其短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量身定做嘛，3分钟的内容跟1个小时的东西，你当然要量身定做啊。你的封包要多大，对不对？你要自己去想啊，我还帮你想呢。所以因此呢，我这个前天在跟 NC 委员报告的时候，我说啊，我们政府太有能力了。过去政府认为自己很有能力，然后有能力到什么都管不了，规定一大堆，但是又管不了。然后接下来就说啊呀，到底是谁错？都是老百姓的错。这个脑筋里面都是有问题的，管制都由上对下。其实这个东西啊，就是下放，科技下放。所以我昨天提出一个名词，也是曾经听过人讲说，今天我们推动一个东西叫什么？叫科技共和国。什么人民共和国？什么科技共和国？为什么推动科技共和国？就是说把科技东西变成一个资讯透明化。然后透明化之后，接着下来我们计价基础、我们的拆账、我们的技术规模，什么东西都把它透明化。因此我们开始有什么？有些对话。好，这对话完了以后，接下来再往下走，第二行，那我们就要营造一个市场规模出来。这市场规模再加上版权、加上安全性的东西，你把这个整个元素再拉进来，好，再往下走，开始有一些什么推广的东西，都进来，再往下走。开始有一些分类分流的东西进来，再往下走，资料库的东西把它进来，再往下走，你要不要联盟？你要不要去做？你要不要去 merge？ 要不要去合并？要不要去并购？要不要去联盟 ？alliance 这个东西全部你去做，再往下走，你要怎么去做直接销售，或者是这个间接销售，那都是你们的事。好了，我现在只是希望把时间压缩一下，所以因此呢，我不逐条这样介绍，但是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数位科技一进来之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不管你是什么组，是工程的，你就建构一个平台；是新闻的，是节目的是行销的，你还是要去想，我怎么从这一个数位科技里面得到它的价值，从数位科技里面得到它的产值，做有效率的应用，不是有效果的应用。有效果的东西呢，都是不惜一切牺牲达到目的的。有效率应用是什么？是说我们从现在开始不浪费资源，不浪费资源。所以我们经常在谈那个什么数位频宽的时候，或数位频道的时候，或者是发照的过程里面，我经常都跟官员这样沟通。我说，其实有一句话我蛮赞同的，在互不相干扰的情况之下，做最有效率的运用。所以我就非常感谢地下电台。
地下电台不是很了不起吗？你看有些东西我们都没有用，都认为它是一个飞航管制啦，这个什么怎么样啦，怎么样啦，然后呢，地下电台帮我们用，用了以后把这个在互不相干扰的情况之下，他们互不相干扰，因为黑道治国是最安全的。然后他们哇，每个人都很好，因为他有联盟嘛，管得很好。会干扰都是什么？合法电台，因为合法电台为了做更好的生意，就放大功率，放大功率。所以哪一个合法电台不放大功率？那你去问一下，哪个电台不放大功率？合法电台都放大功率，你看非法电台都非常中规中矩，从他的。对，好了，我这样说其实也不太合理了。但是我的意思其实很简单了。今天我们不谈政治，不谈商业，只谈技术。技术是什么东西呢？技术是让我们的电波资源、频宽资源做最有效的运用。在最有效的应用过程里面，我们回过头来在制作环境里面，我们要怎么去把这个价值建构起来？那我的想法呢，大概去想想这些元素吧。这些元素思考一下思考一下。那这是我们的第二张投影片。现在时间是11点。那当然我们各位年纪也不小了所以因此呢要休息。我们休息个10分钟10分钟，10分钟之后麻烦各位我们到12点半我们再继续谈，还有50几张的投影片。数位的专利不是压缩，早类比的时候就有压缩。问题是以前的压缩比较糟糕，压缩了然后打开之后那个哩哩啦啦，对不对？那这个麻烦了，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嘛？我们是压缩以后就能控制它的品质，那因此呢，我就可以达到一个目的嘛。那这个东西才会有人用不然的话，数位科技什么叫数位科技？我今天要把这个东西送到对方，路就这么宽，台湾就这么大，你总不能说我要开辟5条的高速公路，不可能，一条就1条，2条就2条，再多也没有了。特别是西部，你再开拓的话，那就不像样了。各位搭过飞机，你往下看，你马上看到，那个实在是很难看，很难看。以前呢 ，Formosa， 现在你去看那个台湾的那个西部土地，那个感觉很糟糕没办法，这是没办法，因为必要之恶嘛，要开拓嘛。可是因为你开拓以后，你说路再变宽，不可能。好，那怎么办？要想尽办法，路不变宽。接着下来想尽办法把这个路做最有效率使用。怎么有效率使用？该用的人上来用，不该用的人不要上来。那就用什么？以价质量，对不对？第二个呢，上来人很快速把它达到对方，把它送到对方。然后不要卡车，也用那么大的道路，一个小轿车，一个March也用同样的道路，这不行嘛。这个不是一个数位时代的一个效率管理嘛。所以因此呢，要有大路有小路，什么时候谁流通就比较便宜。比如说晚上用就比较便宜，对不对？所以要什么？要调整不同的计价方式嘛。所以因此呢，我们就这样想：我今天付出的东西，我让这个整个管理更合理，而不是像以前这种人民公社一样，大家就一碗饭。可是这碗饭给你之后，那你又怎么样？结果我们在喝那个什么矿泉水，一瓶矿泉水有30几块的。当然，平常各位在加油站里面可以拿到那个中油的那一瓶水多少钱？那一瓶水多少钱？卖多少钱？10块。那个成本是2块半。那个成本2块半，因为我刚好大前天去中油开会，礼拜一每个礼拜一我现在故意跟着中油开会，他们里面就讲说，我们办活动就送自己的水就好了，因为那个水一瓶才2块半。我说2块半，要求你平常卖我10块钱，我现在终于听到了，2块半，那你就卖我2块半，可是也是水可是问题你喝了以后有没有什么感觉？没有渴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问题是什么？现在要各位喝，你就要选择了，不一样了。每个人对一件事情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所以经常讲说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在发明 log 这个人 ，log 带那个对数。我这边有数学很好的对数很好的人你就知道对数是什么？一开始的时候，那个间隔很大，等到达到满足之后，那个间隔很密，因为你不满足给你10块钱，我现在掉地上有10块钱，会不会捡？有人会要捡的时候还瞧比他，对不对？还有些人他捡了10块钱，他感谢的不得了，对不对？不一样嘛。那我的意思是说，今天的数位要做什么事情？
该用的人就上来，不该用的人不要上来。要用的时候什么时间用？用的时候我用什么路给你用？开什么车给你，让你搭？品质，追求那个品质啊。那第二个呢是什么？这年头啊，真的能够赚钱人是什么人？就两种人，一种是快速创新，第二个是大量创新。这种人他一定会占优势啊。好，那我回过头来看一下数位宽频。大家都知道数位化、宽频化，宽频的目的在哪里？不外乎就是我刚刚所说的3个口号：大量、快速、高品质，不是如此吗？宽频的目的在哪里？不是把路挖宽呢？宽频就我把路挖宽，那哪叫科技？我们就不是中国大陆说哇，这都是一片的那个啊，我要开多大就多大。台湾就是那么精密度那么高的地方，我们在开多大不可能的啦，那怎么办？就开始想办法这一条路里面用什么方法，用比较科技的方法来处理嘛，所以因此会有封包，会有压缩，对不对？开始做分流，对不对？时段管制，这个是本来就是一个数位化里面的一个必然性。那有这个必然性之后呢，接着下你就去看吧，这些我们这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就看烂了，这几个概念，但是我把它整理的比较完整一点。那希望在座各位我们都有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东西，那听到这边听到那干脆有仔细的东西整理给各位，这是我自己整理的啊，不见得是哪一本书上的。那我在整理的过程，我就感觉说这频宽不断加宽，但是不是把那个路加宽了，频宽了，频宽，所以内容在改变，传输的速度，所以大量、快速、高品质，然后接下来使用的方式在改变，我就慢慢的让你的使用方式在改变。待会我会有一张东西就会谈到，最近有一个东西叫 iPad， 大家可能都用过，对不对？用过 iPad 是什么东西？它其实代表2个字嘛，一个是 OD 嘛，一个是 IP 嘛。你把它分开之后 ，Internet Protocol on Demand， 对不对？你思考一下，它在干嘛？它这个东西呢，不是只有接收的机序，它某种程度已经有网络的概念在里头。你可以download，你可以对话，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昨天我在南部的时候，跟那个广播界的朋友在分享说，现在有一个什么播客网，大家都听过什么播客网？播客网 ，podcasting 是什么东西呢？是 broadcasting 是什么？是广播电视这个产业里面的必然性，一对多，然后呢单向。那 pod 是什么东西呢 ？POD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现在大电视 MOD 的转型嘛。MOD 是把那个 POD Program on Demand， 它把 Multimedia on Demand 这样子而已嘛。所以你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里面事实上它某种程度的概念是什么？消费者习惯在改变，而且我们要主导消费者的改变。为什么要改变？因为改变之后才有钱赚。我不是跟各位讲吗？手表跟踪，对不对？行动电话跟我们所谓的公用电话，哪一个贵？贵不是说它的机具好不好、大不大的问题，共同使用的就让它便宜一点，个别使用让它贵一点。我们玩数位就会玩什么？可以赚得到钱，这个才可以说服人，产业才会进来。而如果玩数位，跟他讲说你要这个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主，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复兴谈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他会进来吗？他说你自己玩吧。民主有多伟大，商人是无祖国的。基本上来讲，我们一定要建构一个环境，就是这个科技为什么能够说服人，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它有几个本能，特别是这个本能，它能够赚钱，因为它开始点选了 ，demand 了，它跟你看的 interactive， 在跟你 communication， 跟你沟通了。那我是量身定做帮你服务哦。这个 casting 是什么呢？是 program on demand 哦。那你要进到哪里？进到我的资料库里面。那我的资料库里面有音乐资料库，那当然你进来之后就变成我的消费者资料库。那我跟你对话，我就变成行销资料库。那我这口袋里面不是有3种资料库在玩吗？我还需要什么 AGB Nielsen 吗？不需要了，站旁边休息，不需要你了。我自己知道谁在听我的广播，我干嘛知道多少人听广播？多少人听广播对我来讲有什么用？没有用的。
所以无线电视哇说我的收视率多少4啊5哎，那有线电视就说0.1啊不错了，对，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了。最赚钱的就是非法电台。非法电台我就问他们，我做过一个非法电台研究，问他们说你有多少听众？他说500个。我说够吗？够了啦，500个每一个人都是body，下我觉得太多我还麻烦，我下节目还要去跟他聊天，下棋喝茶，然后再给卖东西，你去卖给你不要喝，你不要吃啊！我告诉你，我凭良心讲，这东西卖给你是不要你吃的，你去送给人家。哎，那个关系不一样啊，关系不一样。你知道那个非法电台，基本上来讲，它能够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下来以后下棋，老娃上生病的时候，他载他去医院看病，再把他送回来，那种感动。广播对他来讲有什么意义啊？所以你说5000人、5万人对他来讲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他要的是谁在用？数位是什么东西？数位就更精准的去找到消费者在哪里，然后他怎么消费，他为什么要消费，他能够付多少钱，能够付多少钱。那我怎么测定他能够知道多少钱？那数位就很清楚了。我知道在座各位目前的听歌感觉品质还不错，那我知道为什么，是因为这个议题有一点兴趣，所以你就选择性的铺路，选择性的理解，选择性的记忆，下课以后就选择性的遗忘，很好啊，这本来就是一种沟通，这种沟通的方式呢很好，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数位的过程里面我要建构什么环境，它互动，这个互动之后呢，我怎么互动？就是必须要靠它能够出得来，这个才是数位科技啊！不要说哇，看的书写了一大堆，想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幻想、浪漫，太遥远了，距离生活太遥远了。我是觉得数位科技，如果说今天能够拿过来以后，放在我们今天的本质里面，我做内容的，我知道谁在用，他怎么用，他要花多少钱，他愿意花多少钱，那我就说很简单啊。所以我在很多场合里面，我都会这样讲啊。你为什么会到 7-Eleven 去买一杯水，然后明明它贵我3块钱5块钱，你还是买了？原因在哪里？很简单啊。7-Eleven 是什么？是连锁店啊。大陆把它名称取得更好，叫方便店啊，因为它方便啊，它赚你方便的钱啊。所以这个东西呢是什么东西呢？它赚你的时间成本。时间成本，什么叫时间成本？经济学的时间成本叫什么成本？就你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不是买它的价值而已，是买它的方便。因为它很方便，所以我愿意付多少钱给你啊？买它的品质，一个名牌，你去买一个名牌，有时候你会气死。那个名牌你买了做什么？只要拿给人家看，表示我买得起名牌。你用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在用？对，系一条领带，跟隔壁的一个领带，他300我3000，我就告诉你我3000了，怎么样？而已啊，还不是领带，对，人有人有的表示我在这个场合我要领带而已。不是如此吗？每一个人的那个想法不一样。数位玩什么东西呢？就玩那个 symbolic， 象征性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就非常无价。无价不是没有价值，就是它那个价值 dynamic range 太大了。所以今天的我们今天这些玩的东西是什么？是玩它的需求。什么时候需求？为什么要需求？他为什么要进来？比如说他进来以后，今天无线电视的业者，我想在座各位一定很多。那你进来以后，为什么数位电视推动无线电视的过程里面，到现在为止推了几年了？到现在推了几年？几年下来之后，将近8、9年、10年咯，8年到10年的时间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4、5年了，之前呢都不必算，之前开始酝酿什么这个都不必算，要算了，8年到10年了，推到现在为止，不错啊，14个频道了，够不够？够了，14个频道。问题是什么？看了以后没有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消费者来了。我经常讲说，做生意最麻烦的地方在哪里？是引不进客人，所以来客率不高，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什么？最麻烦的人是什么？是做生意人是什么？进来以后还把客人赶走，哇，这个麻烦啊！所以留客率很难，流失掉很容易啊。问题是流失掉以后他们会不会回来？这更重要啊，叫回客率嘛。那今天我们数位是什么东西呢？数位原本就是要求这个东西互动，我们知道互动可以赚到钱。问题是现在哪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互动？
哪个地方可以让我互动？网络。你现在的无线平台、有线平台，你去互动，你自己动吧，根本它就不动，因为它是不动，你进去以后就很失望。上网络人大概都有共同的感觉，特别是上那个 free 的，很累。为什么我不喜欢逛街啊？逛街回来以后就感到很迷失，很怅然，很失落。为什么？因为它是无价的，它不必钱啊。可是呢，如果说我今天我付费，我到哪个地方去付费，我去消费它，我总感觉我这个物超所值。为什么物超所值？因为它赚钱，所以因此它给你更好的服务。这个服务是不是从你身上赚，是从很多人的身上赚。这个就是数位吧。那今天我们谈数位的过程里面，就谈到谈到异步性的功能，异步性、同步性两种都可以，再加上什么？资料库的需求很多，所以进来以后逛街，每一个摊位，每一个柜台，我都感觉很不错，质感很不错。那这个东西呢，就会感动人。要感动人啊，我们要有4才要4个才：人才、钱财、器材，还有什么素材，对不对？4种嘛。你说你今天数位多伟大？我感觉没有人，没有钱，没有器材，没有想法，只有口袋没有脑袋，我就不认为这个数位有什么搞头了。那当然，我们人才、钱财、器材跟素材之外呢，当然我们的消费者他能不能进来？这里面呢，就某种程度就是一种感动。这种感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数位人才。在座各位，这2-3年来我都参与这个整个数位的培训从民事2年到今天为止第3年，我某种程度我会开始有这种想法。原来我是没有想法，原来只是说反正政府做一个业绩。那后来想想不对啊，每年做业绩干嘛？对我来讲，业绩是人家的，我来这边报告，我讲总是要有一点点感觉要出来。那这种什么感觉？就是说，我们今天数位在座的各位的人才，那到底要把各位变成什么人才？如果这个人才是说，我进来以后就告诉你什么叫数位，数位有什么功能，算了，你回家，因为在你的工作岗位里面懂得都比我还多，我都不认为在这个场合里面我沟通这个是有意义的。而是说，真正我们要培训的人才，最后出去以后，像在座各位有总经理的有这个经理的各部门的一个主管的，干嘛还去了解什么叫数位，什么叫做剪接，什么叫做数位的工程？没有必要。我们把它拉高一点点，再看自己的工作在做什么，拉高一点点，哪些拉得高一点点？我们这个，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我个人感觉，台湾的数位内容的人才里面，最缺乏的应该有3种人。一种人是什么人？就是上面这一排，市场、创新、技术、版权的管理。这个管理的人是一个 DRM 管理跟 CRM 管理的人。DRM 是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CRM 是 Customer Relations Management。你把这2种管理人先把它训练出来。但如果不见得说每个人都懂技术，每个人都懂行销，每个人都懂节目，也许各种各的。但是现在问题是要把这个人upgrade 上来，到什么程度？到回来可以看看自己在做什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几个月之后，你回过头来看自己工作，感到有一点幼稚的时候，就是成长了。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看到自己的工作好像不知道什么死的，那就价值就有价值了。因为什么？因为人死要死的知道怎么死了。就有价值了。所以我今天我只是要让各位拉到更高的位置去看自己的工作，目前此情此境在做什么，这个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对你人生里面有没有意义？是生存的意义，还是生活的意义，还是生命的意义？对不对？就是哪一个意义啦？你就找到一个意义嘛，你对自己有交代嘛。那我工作的意义在什么？我追求数字，每天追求数字每一年每个月我大概多少的 revenue， 对不对？有多少数字数字对我来讲有没有意义？我又不需要花钱，我有没有交际应酬？我又没有抽烟，我干嘛去赚钱？没有，这个对我来讲不重要。我看数字，快乐的不得了。好了，每一个人追求都不一样，对不对？好，那你回过头来看一下，市场创新跟技术跟版权，这是我们接着下来要看自己的。
dash 下来 DRM 跟 CRM。DRM 就是素材管理，CRM 是顾客管理、客制化管理。管理它为什么不叫做管制？它就是一个 manage， 它就是一个经营，是一个经营的概念在里面。这种概念呢，我们就要把各位培养变成一个中阶的一个经营人才。这经营人才，他是一个经营人才，所以某种程度他是已经到了某种程度，回过头来看这个事情。最后一个是什么？我们最难的地方在哪里？计价，版权的谈判。这个谈判如果说谈自己的不够的，要谈什么？谈整体的。这个谈整体的之后呢，也许有一天我们要跟什么？跟国外去谈。那这个谈的过程里面可不可能？当然，今天我们就要往下走下去以后，我们就知道说，这里面就某种程度的一个氛围在里面。什么东西呢？我们怎么建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外销的环境？所以为什么在经济部工业局在谈说辅导计划，我们前面都会加一个主导性的计划。什么叫主导性计划？为什么叫辅导计划？前面加个主导性。所以主导性是什么？它要有某种程度是主导这个市场的取向，要么就技术的进步，要么就商业模式的进步，要么就是外销的进步。任选一个嘛，只要你任选一个，能够说服对方，说服我，那我就绝对是会投赞成票。我总感觉你总是抓到其中一个嘛，要技术的进步，或者商业模式的进步，啊，或者是什么行销，对国外的行销的通路的进步，这个平台你可以建立起来。所以因此呢，我们是说，我们经常每一次谈到行销就谈到美国，但是其实不对的啊。现在整个世界大概已经慢慢形成三个气氛。三个环境，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欧盟共同市场，在1992年开始推到今天为止，14年、15年来，他们积极的推动这个欧盟的体系已经形成了，这一点我们是要注意的。另外一个什么？是美国市场还是保持它的依旧存在？但有个市场在今年大概已经很积极的推动，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台湾也加进去了，叫东协加3。东协加3，那最近有个市场被媒体炒起来，叫做金砖4国，对不对？慢慢被炒起来。各位想想看啊，去想一下，我们看到人家有这么多的契机。台湾在民国85年、86年、84年到85年、86年，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在推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叫什么？叫媒体营运中心。媒体营运中心。那时候84年的这推动的时候，我心里是想说，蛮好的。为什么？那个点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民国83年，1994年，83年，1994年、1995年的1月1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各位回去翻一下，有2个条文通过。一个条文是什么？所有的卫星业者不必再透过中华电信的路，透过美国这一条路。直接就可以进行上链 ，OK， 是地球台。第二个是什么呢？可以选择自己想要选择的卫星接收。也许各位这样听起来之后啊，那有什么了不起？哎呀，在民国82年9月28号 ，TVBS 成立之后，各位知道他们有多辛苦。为了要使得台湾的人可以看到卫星电视的节目，他必须要怎么做呢？就在八德路那边送到中华电信，送到阳明山3之后。再把它打到美国的那个Intelsat， 再把 Intelsat 再打到香港的大东电信局，再打到印尼的那个帕拉帕以后再打回到台湾，台湾接收以后，有线电视再送到你家。各位想想看，一个送到隔壁台北市的隔壁的地方，就走了什么几万公里的路。那你有没有其他选择？没有。但是1995年的1月1号，对台湾来讲，卫星电视就是通过这2条。所以台湾就有很多的地球站，然后你选择卫星就很多。不要小看这个政策哦，这个政策一推出以后啊，在1995年一直到1996年，台湾的上空卫星的密度突然间加多了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推出一个媒体的营运中心的一个政策，结果因为卫星加多很多以后，这个卫星通通不是我们的，
然后有线电视呢，从450变550，550变750的阶段，刚好是550要走到750。各位如果说还记得的话，民国85年是我们台湾第一个从550变750的，就是基隆的基隆。这个基隆有线电视从550变750，它变成台湾第一个拿到有线电视系统。550变750有什么意义？它的意义是什么？是原来从778个频道就变成102个频道的宽度。好了，宽度代表什么？宽度代表我可以有多少的经济规模。可是这个经济规模，各位知道，有这个经济规模之后有没有内容？没有内容。所以刚好借力使力，我们发展亚太媒体中心的时候，就变成一个非常典型的什么亚太媒体的什么消费中心。亚太媒体的消费中心。好了，各位就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亚太媒体中心为什么会变成亚太的媒体消费中心？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争气。不争气原因在哪里？很简单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内容没有，而内容没有以后呢，全部都进来，所以我们建构了一个 infrastructure。infra 是什么？各位看到英文字有2个字吧 ？infra 一个叫 ultra 就是什么？形而上的了，上层建设了。infra 是什么？基础建设了。所以我们叫 NII 啊，不是那时候推动一个 NII 吗 ？NII 是谁推出来？是克林顿政府他们提出来。提出来以后呢，台湾就马上哇，美国有这个，我就有这个，就一弄以后呢，伤脑筋。我们只有 NI 没有 NII，information 不见了，就 infrastructure 有了，所以基础建设都有了。结果台湾呢，就在这个政策之下，就变成一个亚太媒体消费中心，不是营运中心了。这是我们最难过的地方。所以台湾你说科技没有吗？台湾你去看录音室，全世界最好的器材，通通在我们台湾的录音室里面都有。全世界最好的剪接器材，全世界最好的这个摄影器材，我们都有。问题是我们的内容在哪里？记得2年前，我们在天母那边有一场的叫做世界杯的棒球赛，非常轰动。我们终于从这个世界杯的棒球赛里面，我们赚到一笔钱，叫1000万，就请 NHK 帮我们播出，结果他赚9000万。越想越气。人家什么都没有，只是左手到右手，他赚9000万，他不必做任何努力。而我们做什么努力？我们要准备这4箱啊，张罗一大堆，赚了1000万，快乐的不得了。数位是什么？数位玩的是一个抽象的游戏，玩的是一个品牌的游戏，玩的是一个行销的游戏。所以我们说李安是什么 symbolic？ 他是透过一个人家的平台，人家的资金。王建民代表什么符号？代表一个华人愿意看电视的符号，不是王建民有多厉害。我一点都不觉得王建民有多厉害。你到美国一不小心就碰到王建民很多，那些很厉害、投球很厉害，他就把这个球员把他摆在这地方，到时候这一场戏一定华人圈一定愿意看，这样子而已吧，做生意吧。你去想想看，不要把它想得太伟大。真的伟大是什么东西呢？是说我们要透过数位这么一个科技，是不是我们能够带动大家去思考？我们有个谈判人才，有个发行的人才。行销的人才进来，所以要建立一个对等关系，然后我们就有一个窗口，内容就要创新，品味不品味再说了，至少它有一个全球化的趣味。前不久，有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来台湾发表一论文，那他们就找我去给我评论，哇，那篇论文章写得非常非常棒，我总感觉大陆最近几年进步真是很快。快到他们连学者的那个想法都很抽象。他讲了一句话，我一直忘不掉。他说我们华人，他不敢讲说我们大陆人我们华人呢，经常在什么，在一个陌生的舞台上看到熟悉的倩影。听不懂，听不懂。我后来就看到，对啊，我们经常在陌生的舞台上看到中国人、华人，一大堆华人在那边表演，对不对？我们的 content， 阿贵在日本叫什么贵？阿贵在日本不叫贵，他们改个名称。但经过改个名称之后，在日本呢就变成一个什么小孩子非常喜欢的东西，那是日本人的东西，但是在台湾叫阿贵。为什么我进去？他是因为最近我听他的简报，哇，非常感动。但是有些东西说不清楚，这3个东西说不清楚嘛哈。一个是到底要提升的特是技术的内容，
还是商业的模式，还是外销？我这件事情，这个下礼拜再听一次之后，大概就拍板敲定了。我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章代表什么东西呢？这看起来好像跟数位没有关系，可是呢，我们知道内容的东西经过数位平台之后，到底它能不能帮我们台湾做什么事情？我想这一件事情呢是很重要，所以我刚刚说，希望以后在一个陌生的舞台上看到那个熟悉的倩影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要回票价的，我们是可以要回票价，而且呢，打的那个 logo， 它的品牌是我们的。那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它做个整理吧。刚刚我们不是讲说数位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在看数位的时候啊，我就从那个以前叫行政院新闻局，现在这个人就到 NCC 去了。他在有一次我在听他演讲的时候，他弄的这张投影片，我昨天越想越好，感觉不错啊，就把它加进来。我想说，整个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吸收各种不同的资讯。他整理相当不错，他这里面就把它写出来。数位内容是什么东西呢？他说啊，通路不再是有限资源，不对吗？这印证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嘛，收视的品质会更好啊，这个不用说了，汇流会更方便，对不对？然后呢，大量的内容会需求营造出来，数位的商机是无限的，虚拟主宰世界。以后马英九说的，马路不如网路，对不对？当然，这个是他说的啊。那我觉得有时候说的时候的背景啊，还蛮好的。虚拟主宰，用虚拟，我们现在是个所谓的什么？所谓的 weblog， 对不对 ？blog， 现在 vlog 对就出来。这个 log 的东西以后会不会变成有价值的东西？目前是没有价值。但是如果说你各位经常到网络上游走的时候，不要去看那些有的没有的，去看人家的这个个人化的这种数位日记。你会发现哇，有些蛮感动的。有一次我找了一个先生叫蓝祖蔚先生，到我们课堂上演讲，他就告诉我说他有一个部落格。那后来我就结束演讲之后，我真的上去看了，哇，那个整理东西啊，还真的比新闻局的电影处还整理得更完整。各位想想看，他个人的力量，他因为长久以来每天要规定自己要写1500字。每天呢，逼自己要写1500字，每天呢，365天每天都写啊。然后他写完之后，他把它做个整理。整理之后，因为以前整理很困难，现在因为有电脑，他可以抓住几个 keyword， 他编辑上比较方便，人名、时间又什么东西 keyword 几个 term 进来，数位可以帮你做什么？帮你做部落格的个人化的资料库。这个资料库，如果说每一个人资料库加起来之后，它是不是一个商机？是我觉得是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基础就不够大，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没办法说互动的时代来临啊，消费者主控收视行为，不是如此吗？配合大众便利，符合大众便利跟小型化的个人需要，所以大众跟小众全吃，再加上什么核心跟边缘不再是时空的局限，是啊，所以这个黄编审他特别提出这么一个概念出来，那后来我就去找另外一个资料。这个资料是什么？是好像是经济部工业局他们所提出来，还是什么？还是资策会他们提出来？我总感觉他这张也画得不错。什么叫数位环境？什么叫数位环境？各位看一下，数位环境里面他们是特别介绍什么？数位娱乐。这个数位娱乐去年刚好有一点机会，我到了韩国一趟，去拜访他们2个单位，一个叫 KBC， 一个叫 KOBACO， 还有一个单位叫 KOKA。特别是到第3个单位那个 KOKA 这个单位我就后来一回来以后啊，在拜读我们在台湾的所有的官方资料，好像都是抄这一个地方出来的。KOKA， 各位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去上那个 KOKA 的网站，韩国 KOKA 的网站 KOCCA KOKA， 这个 KOKA 网站上头呢，就谈了很多数位内容。韩国人在1997年是一个大家已经放弃了民主，放弃的地方，对不对？因为经济不景气的关系。结果呢，2006年的今天，是亚洲里面大家都瞩目的地方。韩流最近几年，大概他们自己都感到引以为荣。不过他们自己也开始在忧心。能够自省的国家，能够自省的人，通常来讲，他会保持某种程度的优势。很自满的人，基本上来讲都有问题。那可是呢，你会看到
整个数位娱乐，哎，这个全部好像我记得好像都从那边过来，很熟悉了，在那种陌生的舞台上有熟悉的倩影。这是在熟悉的舞台上看到陌生的倩影哈。那我又看到，哎，这个好像都是。那这些都是以后呢，也不错了。那因为我找不到 COCA 的东西，而且韩语，这东西处理上很困难，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把它拿过来以后，各位看一下，过去影视会受限制，单向，不利于行动接收，电信资讯传播分别发展，无法提供一个互跨多元的服务，画面品质很差。好了，什么叫数位环境？数位环境基本上来讲是建构一个什么？我刚刚说的就有6个字吧，大量、快速、高品质嘛。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赚得到钱了。好，就赚到钱。好，有这一章之后，接着下来，我们面对这么一个环境的改变，那怎么办呢？数位科技对整个产业的转型，它的策略是怎么样？我们刚从人才要怎么培养中阶干部、谈判人才、数位内容的一个开发研发人才。所以在前年，新闻局就提出一个 MIT 计划。MIT 计划是什么？是 Marketing Innovation 跟 Technology。我觉得还不错，但口号我们很会喊，做事不会做，就有想法没有做法，这是我们感到很遗憾的地方。其实我们政府官员蛮有想象力的，因为在冷气房当然想象力会更高一点。但问题是走到那个产业以后，他没有看到人生的疾苦民生的疾苦他没办法看到，这里面打球那么辛苦，每个人都发给他一个球，去玩，结果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所以我们今天要回过头来说，我们这个产业到底是什么产业我们该怎么做？外销经验、技术平台要建构起来。那么经费之外的元素，经费之外的元素，什么叫经费之外的元素？什么东西都谈钱，钱不是万能，缺钱是万万不能。但有钱就是什么都能吗？也不见得，不见得。他比如营造一个环境，什么环境？然后产制的计划，还有呢，最近在审那个经济部工业局的这个客端计划，每一次来的时候，只要你告诉我一件事情，你要不要做代工？假设你还是在代工的阶段，就不要谈了啦。干嘛去做代工？一天到晚就帮人家做代工。以前迪士尼的东西，有那么多好东西都从台湾生产出去了，为什么现在人家不要在这边生产？因为现在劳工的这个费用高了，大家都是劳工以前只有蓝领跟白领阶级，现在还有灰领，还有银领、金领、粉领，一大堆。那我们在座各位，你我其实都是灰领。我虽然是当老师，名叫白领，所以每天穿白色的。其实我是灰领，什么灰领？我在这边不是在当劳工不是如此的，只是劳工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所以我今天我只要沟通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东西一进来以后，使得资讯社会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劳工已经再也不像过去，劳工就拿着锄头，拿着锯子，拿着这个锉刀，拿着这个什么东西，在做事的人，其实大家都是什么？都是劳工，只是劳工的方式不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那个装潢设计师，你现在不出去以后谈一个什么，报一个手提电脑，人家怎么会理你呢？对不对？你去修车要定位，没有什么电脑定位，人家怎么会理你呢？其实那个东西一点用都没有，还不如那个老师傅的2只手，但是没有用。数位是什么阶段？数位就在这个地方，它的产制计划，它的什么代工，它已经不叫代工，它是一个非代工行业。什么叫非代工行业？我自己有创意自己有创意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了创意之后，接着下来要做生意做生意接下来我们市场里面人才要记得有钱财、开办费、建价机制要出来。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在数位产业里面我们一定要用的。好，我刚刚已经谈过这一章了。iPad 跟播客这个东西我刚刚说过了。播客网是什么 ？Program on demand， 然后 casting demand 点选它的需求，然后 casting 广为播知 casting。那这个广为播知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英文里面有2种，一种叫 broadcasting， 一种叫 narrowcasting。broadcasting 是什么？是大众传播事业。大众传播事业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它有几个元素嘛，一对多，而且呢，面对不知名的对象。
这是大众传播实业最难过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会有 AC Nielsen、AGB Nielsen 这种单位会出现？就是因为什么？他抓住我们面对的不知名的对象，他帮你看看收视率，就玩那个数字的游戏。以后数位化以后有没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会有还是有，但是问题呢可能会分成2段，一段是什么？是我们点选的环境。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那个什么分组付费，有线电视的分组付费、分级付费，就把它切成2段，一块是每个月付费 pay per month 或 pay per view 的，一个是什么？是我们 basic channel。basic channel 里面再把它分成2类，一个是什么？是比较高级的组合，一个是比较低，我们所谓低消费组合。所以300块跟600块，用这种来分，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分的原因呢？但是我们知道，这个 POD 这个时间来了，再加上这个 iPod 这个东西出现，它已经有 Internet Protocol、IP 的概念，再加上 Demand 的概念之后，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概念出来，什么概念 ？RSS。什么叫 RSS？ 我这边呢，我特别去查一下 RSS。这里面呢，早期叫新闻链接，其实就是一个 hyperlink 的概念。那 hyperlink 对我们数位这个行业来讲，又是带给我们什么想法？很简单，这想法很简单，我做不到的，你帮我做；我做不到的，你帮我做。好，我刚好今天下午我要去政大那边，我们有一个在职硕士班，今天下午刚好要谈一个议题，了。哦，这个议题是什么？好伟大的议题。好，我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感觉是有必要。平常太用功的了，不要管他。好，来，我蛮希望能够把这个议题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同学有一点点的时间，我想到说那个，好。好，各位看一下。好，就这样。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做不到的，我找人帮我做；我做不到的，找人帮我做。这是数位时代啊！数位时代会把人累死。那有一种人累死了以后还不知道怎么累死的，所以因此呢，我就特别强调跟各位建议一下，就是说以后不要把自己累死，就是开始做水平跟垂直分工。我没钱，找有钱人来付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有钱人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脑筋，也许我们也可以付一点心力，帮他做一点创意。那好，那国外我做不到生意，那没有关系，我们策略联盟。我在台北，那我在乡下，我没有办法做生意，我还真的到乡下去做生意啊。你去以后语言都不通，对不对？你会闽南语、客语什么语？那沟通上很难。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做原住民研究，我们到这个乡下的时候，有时候沟通上你还非得用闽南语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还有那个语言要把层次降低，对不对？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环境使然。那个地方有人帮你做生意。好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没有技术，找人有技术的；没有钱，找有钱的；没有人，找有钱有人的人过来帮你做。好，有几个东西呢？是今天早上我才想的，这经常非常新鲜啊。这里面就有5个，我觉得数位化的时代里面，我们就要做。各位早哈，我在政大新闻系，我基本上我的职责范围是新闻史哈。那今天这个跟大家切磋的，这个题目不叫做新闻史，叫做大众传播与台湾社会变迁哈。这个是这个广电基金董事长他认为这样的题目比较能够号召人哦，因为大家不想当学生哈。其实那个换汤不换药哈。因为历史哈，
历史在台湾的历史教育基本上大概大家觉得很无趣啊，因为我们都是经过科举考试出身的人哈，因为练历史常常只是为了考试，所以背了一大堆这个知识，可是那些知识跟你生命如果没有什么关系的话，有时候你觉得那个知识就是进不来啊，来了以后背得住啊，可是没多久又忘掉了，因为跟生命没有关系啊。其实这个历史是跟生命，历史如果上到跟生命没关系，大概那个历史教育是失败了。那历史基本上的确是在讲变迁的，所以他这个地方讲说社会变迁基本上也没错，因为我们人类的学问，比如如果在哲学教室里头上来是一些永恒的道理，比如说人都会死，那个是哲学在探讨的问题。那历史是在探讨变迁之中的各种因果关系哈，所以基本上就是一直在讲变迁。那我们的环境一直在变迁，所以人的应对的行为也免不了有一些改变。那在这样一个50年或者100年的这个变化里头，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社会风貌的改变，看到一些人行为的改变。所以我今天的跟大家切磋的主题大概就是这个地方。那所谓大众传播跟台湾社会的变迁，因为讲到历史，历史中所谓的大众传播，早期当然是讲报业了啊，因为其他分化出来的这些多元媒体是到了晚近才慢慢随着科技的发明，然后才发达起来。所以我们讲源头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从报纸那边开始啊。那我今天课程的就是6个单元嘛，早上3个单元，然后下午3个单元，大概就照这个样子。你们有地方看嘛？好 ，OK，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第一个单元就是我马上就要开始进入状况了，就是西风东渐，因为这个现代报业基本上是从西洋来的。那我讲当然呢比较多的可能是讲的所谓的这个中国地区大陆块这一块一直是东方帝国的一个核心。不过这个西方的报业影响东方的，那不止影响到中国哈，影响到日本，影响到韩国，影响到越南，这些地方都影响到，所以我附带会带到。那第2个单元就讲台湾，我们就 focus 到台湾来了哈，台湾现代报业的这个开始。那第3个单元战后初期这个台湾本岛的新闻史，这个史加个意是因为这个史基本上在我们的各个层面的教科书的论述里头，这一部分都是缺席的，这一部分都是没有了哈。那这一部分其实对台湾后来很重要，对台湾今天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那个228就发生在那段时间，那228不是台湾的政治、台湾的社会、台湾的甚至人跟人之间的相处，那里头有一些这个转捩点式的影响。那新闻史在那个地方也反映出来。那第4个单元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戒严跟报禁啊。那第5个单元就是所谓的4重报业这个概念。那讲新闻史有各种讲法哈。我如果要讲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切进去，我马上要讲的可能要讲中央日报。可能要讲联合报，我如果因为他们企业经营算不错啊，当然最近你又碰到新的局面，那我如果切的是国语推行运动，那我要讲可能讲国语日报啊，其他报纸都出不来，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成就之类的东西，所以换句话看你怎么切。那我这讲只是一个面向，啊，那一个人类所生存的一个社会体里头，那什么事都在发生，看因为历史到最后实际是一个解释的问题。视角的问题，是一个视野的问题，看你立场站在哪里，能够看到什么东西的问题。那我今天讲这个到新闻史，基本上大概是讲从人免不了活着，希望生命能发展，那自我就能够表达，自我能够表达，当然言论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凭借。所以言论自由在中国社会，或者在亚洲社会，在人类全球的社会，甚至在联合国的宪章里头，都有非常崇高的一个地位。那也就是说一个很深切的期许。所以我基本上是从言论自由的角度切这个新闻史。那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切新闻史的话，很多报纸就不足视了哈，没什么好谈的啦，因为他没有什么努力哈，他也没有什么成绩出来。那有一些报纸大家现在看不到了，可是他挂掉了，挂掉是因为他陪着他已经陪葬了哈，他跟言论自由已经永垂不朽了。那第6个单元就讲到党外政治杂志跟民主运动，因为这个马上牵涉到我们今天台面上的各种格局，都是从那段时间来的哈，所以那可是这个在课本里头没有，在你这个各个阶段的历史教育里头，这一部分也都没出来过。那事实上是随时在影响我们今天的人事跟这个整个格局，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第一个单元你要有心理准备，免不了会比较无趣枯燥哈，因为这里头会牵到一些这个，我等一下那边有纸本的哈，因为有一些图版，那些图版大概都不方便做成 PowerPoint，
然后一方面所以我大概只能用发的，因为我在讲什么东西，如果没给你看到 real material， 你也没办法想象。然后我没办法印到每一个人给你一份，所以我大概印个15、16份，大家等一下传阅哈，几个人传阅一份，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这样就好。那这个西风东渐跟这个亚洲现代报业的源流哈，大概会分成这个2大块来讲哈，一大块就是亚洲的通贸，那一大块我关心的，基本上我们关心的是关心台湾哈，那台湾有台湾特殊的风貌，这两大块。那这个亚洲的通贸里头，大概可以分成2个大阶段，一个是宗教月刊的阶段，然后呢，一个就是所谓的新报阶段，那细部分进去，宗教月刊里头，那有3个，因为时间不一样，所以有3个时段，3个小细微的时段来讲。然后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机械的切割，这个历史最麻烦的问题就是断代，该断在什么时代，因为那个必然这个社会已经有一些转变。让你觉得这个时代跟那个时代不一样，所以我们再把它切开来讲哈。那当时这个华文期刊这个出现，基本上并不是东方社会自己的需要，西方社会你知道那个西方势力，那这一部分就回到各位的这个现代史的知识了，大概大家都有了。这个西方科学昌盛，航海技术大发展以后，他们找新天地，找到很多地方他们以前没到过的地方，然后科学带给他们很大的信心，然后因为他们不会迷路啊，他不怕危险啊，到得了地方，看到新的事物，也有很多金银财宝，也都抱回家了，所以那个本社会因为这些外来的金银财宝的进入，所以社会上的物资资源也非常的充沛，所以他们在不断的找原料进来，然后生产完了以后，除了本社会这个消费还有剩，基本上还往外输出，所以也赚钱了。所以整个社会蓬勃发展，然后他们这个冒险的天地就越拉越大了啊！那东方是一个他们老早就听说了一个世界，然后就过来了，过来，所以大家过来都想沟通他们都想讲话，那也想跟你讲话。那你知道这个那个时候是清廷，也就是金溥聪副市长他们那一家在统治这个那个大中国的那一大块的时候，他们不需要跟外人沟通啊，这个的历史知识我们都知道，他不愿意让这洋人上来，所以他们永远上不去。那西方社会呢，基本上西方的势力基本上先在马六甲、印度这些地方都是他的殖民地了，像印尼在巴达维亚这个地方，像荷兰在巴达维亚这些地方都是他们的殖民地，他们上不来，所以到最后他们就先在他们自己的地盘先做了一些事情。那宗教月刊基本上发迹的地方是在马六甲，而不是在所谓的中国境内。那马六甲那个地方这是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先到那边，他们就办刊物了。办刊物目的就是要承载，因为那是一个载体承载这刊物承载他们的资讯，承载他们想要讲的话。因为人跟人对话，从传播来讲，人跟人对话当然可以，可是那个 reach 的范围非常有限。再来，当然希望跟更多人的对话。那一方面也是上不来，所以只好用刊物的方式上来。那这个他们在那个地方基本上有修道院，他们有语言学校，他们那边有铸签字，他们那个地方也训练人才，开始编报。人既然上不了中国境内，那报纸先上去也可以，基本上是那种念头。可是老实讲，报纸印出来刚开始也上不去。可是因为马六甲那地方大马那地方本来就很多华侨，所以当地的华侨就是他第一波的沟通的对象。那基本上这一期的刊物目的就是宣传基督教教义，宣传基督教教义那所以这个教义基本上就是圣经的汉译跟有关基督教教义的启蒙，这个都是它的中心。那其中虽然也有一点夹杂时事，夹杂介绍新知，不过那个目的只是让刊物不要太枯燥不是那个重点那大部分的刊物在发表的，大部分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宗教文章，到最后他们都会在集结小册子，跟我们今天大街小巷里碰到传福音的小册子基本上没什么两样这一类刊物已经定期出版有周期基本上是月刊。那现在刊物的明显的特征就是它有周期了，它跟古老时代不止东方社会有刊物，西方社会照样有刊物，有新闻性。东方社会有这个传统帝国里头传统的邸报。那这个不是现在的原因，就是它并不是周期发行，所以它不定期的，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期待也没办法。
那现在的刊物基本上已经有周期哈，它是月刊，那会刊登一些有关于天文地理的粗浅的知识，或者偶尔穿插一些类似今天的所谓的新闻的文字，不过基本上跟一般传教的小册子跟传教的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那包括这个印刷跟这个文章的表现能力都粗制滥造，因为它是用华文办报啊哈，所以是一个蛮幼稚的时间了哈。代表的刊物叫做《查世俗统计传》，就是那查世俗每月统计传啊。那个统计不是我们今天讲的 statistic 那个字哈，那个从你从那 title 名称可以望文生义。它的目的是它的透过什么方式？它是查世俗，也就是出去采访哈，就去查引民间的各种事情。它是每月做一次，然后统就我们今天像总合报纸的这个 general 那个意思，记那就是把它 take record 哈。然后把它那个传其实应该练成传的，它是个 communication 哈，而且是一个 mass communication。那基本上望文生义可以知道它的刊物的宗旨是什么东西。那我现在把这个图版拿来给各位看哈。那个是我把它放大成 A3 哈，那个就是它的封面 ，OK。然后因为人很多，这边我刚才放了，那边抓了比较多，那边抓的比较少，还看完以后麻烦传到过来，大家都看一遍这样。事实上你跟他看，它是一个线装书的形式，它是一本线装书，哈。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刊物大概有的一些元素，它那个地方大概也有哈，那边已经起头了。它的题目叫做《查世俗每月统计传》。博爱者传呢，博爱者事实上就是传教的人啊，传教的人他们都标榜博爱嘛，的确嘛哈，他们比较博爱，所以博爱者传其实以今天来讲就是教会人士转的，编转的这样对不对？然后至于子曰多闻，这句善者而从之，讲穿了那是做美劳哈，就随便剪贴这样就对了。剪贴 ，OK， 就跟小朋友做美劳，东方社会里头那些文物，他剪贴一些东西来弄到这边，跟你编校刊，搞一点花絮，贴个小花边，那个意思一样。那至于嘉庆丙子年全卷，好，那个就讲到 date 了，讲到年代的问题。那基本上这图版是在大英图书馆里头了哈，这个在国内都没有哈，我是从书上这个拿下来给大家看，所以这个查世俗每月统计传等于是我们今天在讲东方的新闻史的时候都得提到的第一份刊物了，好，因为它是最早，然后它是米年所创办，米年本身就是传教界人士，那这是第一期哈，那我等一下会讲第一期跟第二期之间为什么要这样转折哈。那第二期就1830年前后开始，到这个1842年是南京条约签署。那南京条约签署对整个东西方之间的关系，那是一个转折点。这个欧洲传教士开始把这个中文刊物的内容从这个的重点从这个传教转到宣扬西洋文明。这一期跟上一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前一期很单纯，就是很猴急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教，所以所有刊物内容都是传教的东西，都教义。可是碰到了障碍啦，人家不喜欢看啦，人家没有必要看这东西啊，因为本社会有本社会自己的宗教，有自己的文化，所以他们并不会有兴趣，所以那个打不开。然后再加上什么？加上这个东西方的关系哈，你比如说从中国跟英国的关系来看，当时正值这个鸦片战争的要爆发的前夕，那英国政府跟商人当然很希望早一点就撞开这个清帝国这个大门，所以他在周围已经准备很久了，在这个中国的周围已经准备很久了，要传教，可是呢，就进不去啊，进不去。为什么进不去？因为这个中国民众跟一些有民族意识的这些官员。基本上，比如说林则徐这一类人，他们对这个西方人特别是对西方商人偷运鸦片的这个活动很不满那你知道，西方过来的时候，早期商品里头鸦片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很不满，所以甚至有这些有识之士，他积极考虑各种对策。他们对外国人的看法，除了中国社会传统本来就有的那个所谓的蛮夷观念之外，蛮夷观念就是蛮夷根本就比较低级的人嘛，他们不是人嘛，所以本来就有一点大汉的沙文主义的，所以本来就跟他来不了电。再加上眼睛所看到的就是贩卖鸦片，贩卖鸦片这观感让人家很厌恶那这种观感对急于想要打进中国的这些英国传教士跟其他的政府人士。跟其他的欧美人士来讲都不利，不利的结果到最后，这个人是互动了，不利以后他到最后努力了10几20年，发现没搞头就要改弦更张啊，改弦更张，后来就认为说单传教没有用因为这个刊物是传教士在办，商人没有办，政府人士就是西方的政府人士也没在办什么东西，这是传教士在办，传教士到最后就想到说，第一招没成功，
所以得改招哈。改招的话就改为他们再来就是宣扬西洋文明哈。因为他认为单独这样硬碰硬没有搞头啊，总要让他们先喜欢我，喜欢我如果没办法，那至少总要先让他们服气哈，觉得我的话有一点听头，然后他们才愿意听啊。那内容就转为哈，从这个传教转为向中国人宣扬西洋文明的优越。换句话说，他就是介绍欧洲的科学、医学等知识，以及西方各国哈的情况。啊，这一期中文月刊的内容的特色就是这个样子。内容从内容来讲，从康点来讲，再也不是传教了，基本上就在讲西方文明的优越。那西方文明优越，他随时都可以给你证据啊。他就是跟你讲说，下个礼拜二，这个会月全食。那你在当地人听了就觉得月全食是月亮给什么偷掉了？这个中国社会本来就是这个日偏食什么东西，那是有一只流浪狗肚子饿了去把它咬一块，所以它本来有他自己的一个理解。你现在说那一天会月全食，会日偏食什么东西，他认为你在吹牛，可是那一天到他就真的月全食之类的东西，因为这个对西方的科学来讲这是可以算的嘛，这已经天文里头一部分，所以他这个一讲出来，然后到最后能印证，对当地人来讲有很多人就会觉得不可思议。就觉得有神通，你知道宗教传播过程里头常常会碰到神通很重要。我们如果回头看那些景德传灯录，那些早期佛教传到中国社会里头的那些记载，那些大书，你可以理解，让佛教传到中国这个世界，照史书上去追，战国的时候已经绝对有都过来了，经过两汉到三国到魏晋。就是一直没办法扎根啊，一直没办法传教成功，一直要到那是一个乱世，到了隋慢慢搞成一个大帝国，那很快就完蛋。唐接着弄，到了唐的时候，整个佛教就算真的在中途已经扎根下来了。我们今天的印刷术，我们什么东西，那都是为了传教的需要才能够那么蓬勃发展。那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其实他们传教过程里也碰到各种困扰啊，比如以佛教来讲，佛教的基本教育就是不要杀生，中国社会天生就喜欢杀生。OK， 最高级的就是杀生，技术祖宗就是要太老就是那只牛一定要牛，还不能杀小了，还是要大了，对不对？那小咖的才用小的，就是要杀生，那个是最高、那个最盛典的东西。所以这个是跟本地的价值观完全冲突啊！那完全冲突，马上知识分子觉得就排斥，那更不要讲市井小民。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不杀生，然后所以以佛教来做例子，他这个不杀生就搞很久，搞不进来，到最后他也只好改，他改什么？他研究本社会的价值体系，研究到最后，他去调整他自己的说法。他发现到本社会这个地方，我们没有错。中国社会里头，伦理我们知道那五伦里头那个很重要那个孝，那个孝是从汉朝的时候变成一个大帝国以后，他就开始表彰了。你看汉朝的皇帝，除了刘邦自己不好意思，他自己也不甩这个东西从刘邦的儿子开始的汉惠帝正式的官衔，正式的 title 可是叫汉孝惠帝、汉孝文帝。汉孝景帝、汉孝武帝，这样一路下去，全部都孝啊。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的社会，孝顺是非常重要了。OK， 到最后孝这个东西，甚至变成经典的一部分，变成后来就有孝经出来了。OK， 所以这整个帝国里头最表彰的就是孝顺。讲穿了，当年表彰孝顺，跟国民党时代表彰三民主义意识完全一样，那是一个意识形态，国家的意识形态。为什么呢？因为认为忠臣是出在孝子之门。孝如果那个基础定，国家整个统治结构稳定，所以那个东西当然要表征。那佛教传教的这些人士看到这样的现象以后，就慢慢懂得跟你对话的时候，他取你所重，然后去夹带他所学的，他就从这个孝这个地方去动脑筋。他的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不杀生，因为他是那宗教的基本核心呐。不杀生是一个慈悲嘛，可是这个中国人听不进去嘛。所以到最后他就讲说，杀生的目的干嘛？就是要吃嘛。因为中国人就是两只有翅膀的吃了飞机不吃 ，OK， 没翅膀的吃的那个秤锤不出，有毛的吃的那个绿蓑衣的中蓑啊，农夫穿的那个脏蓑衣那个不吃，哪个不吃？2条腿的吃到梯子，4条腿的吃到柜子，
什么东西都吃啊，嘿，你叫他不吃，根本违背他生活的这个东西嘛。后来他就讲说，你吃，你知道杀生，你吃尽管吃，可是你杀生的结果，你可能吃到你的爷爷，或者你吃到你爷爷的爷爷。为什么？你知道哈？因为佛教基本上是六道轮回的，生命是 reincarnation， 不断的循回转述的。那这一辈子做了好事，做了坏事，有各种功德的统计。好，那个阎罗王那个量有统计。那如果这一辈子做的事情不太好，到最后就可能就变成畜生道那边去了，变蚊子，变什么东西去给人家有机会给人家吃的。所以你在吃东西大嚼大咬的过程里头，10000次里头可能有1次就吃到你自己爷爷的爷爷。这个东西对中国人来讲，哇，这个很恐怖。你现在想一想，你回去，你一天到晚到鼎泰丰吃肉包子，到哪里吃什么东西？你如果想说那鼎泰丰肉包子，其中有一块就是你爷爷的爷爷啊，那个肉你吃得下去，那个肉你吃得下去，吃得不下去，你会怕哈，你会怕。所以有一些人就给这个辅助了，辅助。更何况他这个东西不是神怪在梗，因为他的目的是在讲慈悲嘛。更何况他背后那个慈悲的那个理念，基本上很多人也会接受啊。也就是说，这个宗教传播过程就会碰到这种事情了。所以你知道可是这佛教传了很多年呢，传了几百年才传得进来，传得进来，你就说它中间会碰到各种障碍，就是要改弦更张，以克服当地人的排斥。同样呢，又过了几千年以后，到了西洋的传教士时代，西洋的传教士，你知道我们的历史知识也告诉我们说，利玛窦什么那些人老早就来啦。甚至他也结交徐光启这一类人啊，知识分子也愿意啊跟他对话，有很多人都觉得很好啊，甚至连康熙皇帝都自己非常的对科学觉得不可思议啊，都跟他们常常开会来讨论啊 ，OK， 可是呢，雍正就不甩他老八他一道啊，雍正就对西洋科学毫无兴趣，门一关起来，西洋宗教还是进不来，所以一样，一个新的宗教又来了，又碰到各种不同的障碍，所以呢，此刻这个时期这个第二阶段就是他觉得。要展神通的啦，我看那个景德传灯的那一类的佛教的经典他有时候会看会说比如说猫空大家都上去，可是后来猫空出现了一只什么这个什么金，那个什么金会吃人或者会吹气，一吹就把你吹到淡水河，让你掉在那边这么躁乱到最后几乎没有人有办法应付，到最后一个和尚来以后把他收服了，和尚怎么收服？和尚甚至他的膝盖里头现出观世音的面相这些东西都在经典里头出现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是神通，是真的假的不晓得可是就神通很多达摩过江，达摩从西方来中土传教，达摩一苇渡江大家都很有名。一苇渡江就是说他像这个今天直排轮一样，他弄一个芦苇，他就哗就过去了这个冲浪板就过去了。那时候当然没冲浪板，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冲浪板的格式。一苇渡江只是没有那么快而已 OK 一苇渡江是真的吗？神通那我们在想那个神通怎么来？全部编出来吗？没有，我们想到后来的冲浪板，搞不好以前也可以有冲浪板式的原理，照样可以渡江那个渡江当地人如果搞不懂，他就会认为神通神通以后他就吓到了 OK， 那他就会接纳，因为这是个了不起的有超能一个宗教，我当然去拥抱了。你知道西归我大饼嘛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时期为什么要标榜西洋文明，就是认为直接跟他传教没搞头了，就神通进来神通进来，所以这一期跟上一期风格完全是因为这个原因。那这一期的典型的代表，这个东西洋考免费统计传，来又是纸板，我没办法全印因为全印太多嘛，因为里面有150个人嘛所以我印个10几张大家传一下传完以后不要放在你的膝盖，你今天这个放在膝盖可能会太热就传给大家看，这个只是图版，然后这些图版至于内容我们今天能够做这个时代的研究，老实讲，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文献，没有什么史料，这些史料基本上是靠东京大学帮我们保留一小部分，那都很珍贵。这些史料基本上是发动大英博物馆、美国很多中西部图书馆慢慢找出来就是这样一个刊物，就这样是原来的字是那是原来的字一本它是线装书的格式，一本线装书，它使用的还是东方的格式 ，OK， 那个是封面，那是封面。媒体不一定，这些办这些刊物基本上都是传教士办，背后的财力基本上都是教会。这个传教士办，他能不托起就不错了，然后这个传教士如果
这个传教士如果3年以后他回他，比如说伦敦布道会的人，他回伦敦去干嘛？去度假、去省亲，或者调回去受训，去那边的醒吾大楼上课之类的东西的话，啊，这个刊物就停摆。这个是艺人刊物，就是他负责，他在办，这个东西不是他的国家支持，那可能也跟他的教会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是因地制宜。一个传教士，你看很多传教士到台湾来我知道有一些40年，有些50年，他可能就在尖石山里头。他可能就在竹东的建设村里头，他自己就办起刊物来了，用他自己的资源办。啊，这个人如果回去度个假，或者到台北开个会，没有人接办，就没有人接办哦，又没有人跟他替手，啊，这个刊物就停。等他再回来，他又办起来，就是这样的形式。刚开始是这个样的形式。那东西洋考美越统计传，那是大概第2期，基本上就在讲西洋文明的啦，那第3期呢？那第2期我先讲一下，虽然是在讲西洋文明可这一期的刊物我们跟他分析那些残缺留下来的东西，可以知道在鸦片战争的前夕，只发行数期的那个所谓各国消息又在这个地方。谁来帮我个忙了？我这样走上走下走上走下，走上走下，时间太容易过了，这钟点位太容易转了，不好意思了。这个各国消息里头，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西洋文明为主体的这些东西之外，他已经开始介绍这个当时广州出入口的市价表，这个显示就是说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的这个华文期刊已经开始重视商业的新闻，已经有那个征兆了。那第3期一开始，南京条约一签署以后，南京条约签署最大的意义就是西方人突破了五口，开口了，可以开口了，因为紧接着订的条约就是开口的这个通商条约了。那这个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活动大门就打开了，那在这个以后的宗教月刊就以这个小尔贯珍，小尔贯珍又是，其实这些刊物你这些刊物你望文生义这些文字都是，其实这些每个字你都认得啊，意思你懂不懂？其实你应该要懂的，没有哪一个字你不认得啊。各国消息很简单的，就是各国消息嘛。遐迩贯珍，遐就是远而这个遐就是远而就是近啊。那贯的话就把它贯穿在一起了啊，珍就是珍贵的东西啊，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我把它弄在一起啊，其实就这意思嘛它是古文的意思啊，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白话文里头的一般的新闻报的意思这样。谢谢，麻烦。这个遐迩贯珍，他这一份刊物继承了东西洋考美越统计状的方针，他当然也继续宣扬西洋文明的优越。不过在新闻这个领域里头，比较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新闻的比重增加了新闻的比重增加。那这些刊物也跟中国读者展示了广告栏跟经济栏等近代报刊的这些概念。当时不少通中国语文而又熟悉中国情况的传教士，他们先后都出任香港的英国殖民地当局的官员。白人在东方不太多了，有时候一个人当2个人用了，他又是传教士，可是又把他让他去兼职。今天在我们社会里头，一兼300个位置的人也多的是那个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或者呢，他有时候是当通商口岸那个五口岸的领事馆的通译。那其中有一些人可能还兼中文报刊的编辑，所以一个白人在东方社会有时候忙得不得了那业务他如果当时有用名片的话，名片拿出来可能会印很多个。他有官方有民间的，有世俗事业的，有圣职事业的，因此当时反映在当时刊物上的报道跟文章有不少就是在替欧美的政府的对台政策以及西方商人的利益在辩护。这是华文刊物，可是你要搞清楚华文刊物可是他是洋人在办，所以他为洋人讲话天经地义他是这个样子那不管从资金的来源或是刊物的内容来看南京条约以后的宗教期刊都比以前都更具官方的色彩。总之，从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查实事实美越统计传》问世以后，到此刻，到这个遐迩贯珍这个年代大概40年左右，外国传教士所主持的中文刊物，不管是内容编排或者是文字印刷，都有往近代报纸发展的这个倾向。
那同时呢，它这个发行也从海外转移到中国的境内了哈。尽管是这个样子，当时的中文刊物并不是中国民众所喜欢的哈，因为推究原因讲穿了就是那个是西方社会它的需要而办起来的，而不是本土社会它需要。啊，可是你可以看它是慢慢往前推了，它起先在马六甲，啊后来推到广州，等到条约一定，他们可以开口以后，基本上更推进去了哈。所以早期的刊物大概这样啊，当时的上海基本上还算比较落后的，跟这个香港比，那比较落后了，跟广州比较落后了。像这个上海后来也有刊物了，也有出现刊物，那也还是在线装书的这样一个格局下，谢谢。新的刊物叫《六合重谈》啊，《六合重谈》你也可以望文生义啊哈。六合重谈，那个六合基本上就是哈，不管你讲四方，你不管你讲六合，总之就讲的这个世界。重谈就是一些 gossip 或者一些 hearsay， 把它聚集在一起哈。那再下去呢？再下去当然还有哦，这个宗教月刊就一直没断，到今天为止都有。可是再下去就不是华文报业的主流了，因为华文报业到这个时候以后，慢慢它自己的样子已经出现了。那我要提的就是说，这个阶段以中国读者为对象创办的中文刊物，可是呢，事实上并不是靠中文读者可以撑得下来的，因为事实上它还是在依靠在中国在东方世界里头的欧美人士的订购的捐助，他们的财务上才能生存啊。这个发展过程就不免讽刺啊，它是以中国人为读者对象。啊，可是财务方面中国人没办法帮上忙，中国人老实讲还不想看，所以基本上是靠白人社会自己在养这个刊物。虽然这个样子，这些月刊这个主体的这些中文刊物哈，在展现西方近代办报的概念方面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这个东西我们得跟他承认。所以也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这个历史才从这边开始讲起哈。他们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刊物进来才刺激了当地的知识分子懂得哦，有这样的刊物，有这种周期性的刊物可以这样搞哈，所以本地社会的知识分子才懂得要运用这种刊物去传播他自己的思想。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当时在香港、在上海、在宁波等地发行的这些刊物，先后都有输到日本哈。在日本这个文久年间就是1861年到1864年那4年里头。日本人或者到香港，或者到广州，总之到中国的很多口岸也都有日本人来干嘛？因为他比较边陲，他们到中国这个都会区来干嘛？他也来接收新知，所以他们有的是用手抄本，有的是用删订。删订就是说他们内容没办法全部搬过去，他觉得对他们国家社会有需要的，有人有兴趣，他就把它捡回去。所以那里有各种手抄本、删订本、翻译本的各种形态，转印成今天如果在日本要讲日本的新闻史，可能也会从这里提，就是有官版翻科的新闻。那个官基本上就是德川幕府时代的那个官，将军府所谓的官哈，因为当时的政权是统治他的手里头，有那个官版的翻科新闻广泛在日本流传。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些图版，老实讲都是从东京大学出来的哈，因为他们还保留一些。那东方社会、中国社会没有啦。中国社会的史料太多了，多到不值钱，从来没有人要留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就是这个宗教月刊的阶段。那我很快速的讲过去哈，因为我们今天是10点才开始的，已经30分钟泡汤了哈。然后第二个阶段是新报阶段，新报阶段的那个年代就1857到1874那一段时间哈，一样，我也是举3家媒体做例子啊，举这3家媒体，这3家媒体也代表了3个不同的时代，这个。第一个叫做香港船头货价值，一样，你也是望文生义，他在香港办的，然后这个当时已经是一个繁忙，香港当时已经是一个繁忙的商业社会，很快就发展起来哈。香港发展之快，就跟最近所谓的上海发展之快，意思完全一样。那个你在想，20年前上海还是普通它的格局，就是它中国大陆的格局，可是这10年左右，那个上海的变化很大。当年香港一拿到西方的帝国主义的手里头去以后，它变化很快，资金一进来，马上什么东西都盖，所以就开始繁忙。那代表这个繁忙商业社会的最大的象征就是船进来很多了，商轮、货轮什么轮进来很多，然后呢，货物的各种牌价的那个货价，
啊，所以这个报纸基本上是为这个宗旨而办的，它是讲传奇，讲霍教，那是它基本内容。啊，这一期为什么要这样跟这个前面的宗教月刊区隔？因为版式已经不一样了，哈，版式已经不一样了。那个版式已经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习惯看到的报纸的格式，那已经出来了。这个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打入那个古老封建中国王朝，哈，香港变成英国的殖民地的一个副产品。随着这个中西贸易繁盛，跟中国的商人阶层，特别是跟洋人贸易有关的那些所谓的买办阶层形成以后，社会上出现了想要了解西方社会跟想要获取商业情报的需求就越来越迫切。那这个香港传统货价值，起先是每周出版3次，每周出版3次，以我们学术定义就是报纸的。我们因为我们以前有出版法时代哈，出版法那里规定的就是每7天出版1次，那个就算杂志。那只要是每7天、每6天出版1次，每5天出版1次，每4天、每3天、每2天、每1天，这些都报纸，就这样啊。那我们今天很难得看到这1周只出版2次的，以前那个基督教论坛报啊，刚出来的时候，它是1个礼拜出版2次，啊，1个礼拜出版。那现在是天天出版了，啊，一个礼拜出版2次，还是报纸，啊，还是报纸。然后这是早期，哈，这个香港传统货教史是每周出版3次。那以后呢？以后就每周出版3次，可是他每天出版行情纸，单张的行情纸。你知道行情的需求很大，啊，因为每周出版行情纸，那个可以拿来做基础。到了1873年以后，他就改为日刊了，哈。改为日刊，那这个过程里头充分反映了商业讯息是促使这些华文报纸早日从每周出版3次而发展成日刊的原动力。什么？商业信息的需求。然后这个这个香港传统货教史后来他有在改名，改为香港中外新报，哈，啊，那些各位也不是要钻研这个新闻史的那些东西。你就不见得要去追了。总之，大概就是这样有个理解。那接着我讲那个麻辣报，哈，那是香港字，哈，他那个 Daily Press， 哈，他是洋报，然后他老板呢叫 Murrow， 啊，那老广翻起来就是麻辣，哈，所以那个麻辣就是那 Murrow 那个字，那个 last name 换过去的。那这个它是这个香港传统货教史，哈，这个东西是麻辣报的中文版呐，哈，它起先是有香港老板呐办洋报。啊，到最后办的中文版，中文版刚开始办的时候也不是天天办，哦，每周3次，然后附带行情纸，那后来行情纸销路蛮好了，所以干脆就转为日刊，所以这是一个洋报发展出来的华文报的这样的关系。那能够在香港这样生存跟发展，反映的就是当时办中文报已经不是宗教月刊时期纯粹是慈善事业了，不是的，再也不是了哈，而是有利可图，有它的潜能了，有它的发展潜能了。也就是因为这原因，所以我们所谓这个新报阶段才要跟前面的宗教月刊之间有个区隔。那后来这个新报阶段里头，除了刚才讲的香港传统货教史之外，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叫中外新闻7日报，哈，中外新闻7日报，发展起来了，到最后改名为叫香港华字日报了，哈，这个是委托，这也是一样是杨老板出钱的，那可是呢，慢慢就分封了，这个是请当地的陈海婷华人啦，请华人去当主编啦，请华人去当主编。那你跟他看到这一期的报纸基本上都已经现在报纸的这个格式的了哈。那这个时期的格式，甚至头版、全版刊登商业股市新闻那也有哈，然后都是竞相。另外刊行这个行情纸，说明了即使不在，因为陈海婷办的报纸，他当然没有那么盈利的目的没那么重哦。就算不是盈利的刊物，也不能忽视商人渴求商业资讯的信息，所以商业资讯通常是摆在首位。这个是这个阶段所有新报，这个阶段这些报纸我们都把它叫做新报。的共同特色，那为什么叫做新报呢？因为像香港中外新报啦，像这个上海新报啦，这些报纸都因为有个新报的共同的 title 嘛，所以这是它的特征嘛。那你知道全世界的媒体哈，我们讲现代社会的这个媒体，早期也都是因为商业资讯，
你像包括这些法新社什么东西，他们这些东西早期都是路透社这些东西早期都是为了商业资讯。路透社当年那要的东西就是比如说美洲大陆上的人他需要旧大陆的船的资讯、牌价的资讯、期货的各种市场的资讯，就是这样。起先都是为了商业资讯起来的，然后大了以后呢，他才慢慢把他的 content 扩大到那个总和资讯的部分去。然后这些大通讯社后来不都变很大嘛？各国几乎都是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UPI 这一大堆，包括日本共同社、时事通讯社，一大堆的通讯社竞争很激烈，在整个全球的格局竞争很激烈。到了最近，到了20世纪的下半后面这10-20年的时候，因为竞争太激烈了，每个人到最后竞争到最后之后再回去固守本业，因为战线拉那么大，天天都在打那么360度的仗。那资金能不能进来，人员能不能到位，那个都很痛苦。到最后，为了要固守，就是说回去把自己本业再顾好。所以路透社这些东西，可能又开始让早年的商业资讯，现在又变成它的主体。它那个荧幕上，那个路透社的那个荧幕上，那几乎没有截稿时间的区别的啦。那不断的旧新闻，不断的新的新闻进来，把旧的新闻挤出去，那无所谓截稿时间。我们平常办报，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叫做周3日刊，3天截稿一次。日刊1天截稿一次。台湾早年中广那一类的广播公司，那个报新闻老早可能是1个小时一次，中央通讯社过去是1个小时截稿一次。那至于后来有线电视台整点新闻那是最近的，那也是1个小时截稿一次啊。可是一个小时截稿一次，你也知道，到我晚上7点钟看的新闻，你还在讲今天中午我吃过的东西，这也有，就是新闻来不及进来，没那么多嘛，所以现在很多记者才说自己是稿奴嘛，写不完，写到快哭，也没办法嘛。那你可以理解，那这个路透社基本上现在更快了，分分秒秒都在截稿，分分秒都在截稿。那3家报纸这些报纸大概都仿效，西洋报纸的排版格局了，它仿效他们母国的排版格局。可是后来的中文报大概都以这个香港《中外新报》做它的范本，基本上是这个版面上的安排，头版、全版大概都是物价起落的这个商业讯息。那第二版是中外新闻那个中外新闻的顺序就是《金报》，《金报》是中国社会传统的老刊物。那个是给上流阶层看的，给统治阶层，给皇帝老子、古公大臣、中级官吏，甚至京都所在地的老百姓，知识比较开通，他们在看的那个《金报》，那个老早叫京城的京，那是清朝的时候叫《金报》。这个系统在学术上来讲叫做底报，底报在什么时候？这个整个系统叫底报，可是在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自己的名称，不同名称。底就是个叫官邸的邸，官邸的邸。基本上就是古时候，像汉朝时候封建的封建就是某人封去猫空纣猫空王，某个人封了安坑纣安坑王。可是这些都是皇家贵族，皇家贵族在那边守疆辟地、守疆这个东西的时候，也就在那个疆土守护也好，或者只是去那边没干嘛，就是那边吃老百姓的血。可是他也是2-3年，他要回去长安，回去述职，回去省亲。因为他可能跟皇帝老子是堂兄弟，很可能就是亲兄弟，他们共同的妈妈就住在太后就在后宫里头，所以他可能来跟妈妈打招呼，然后一回来以后呢，一玩搞个 party 一玩就玩1个月、2个月、3个月，有人赖着不走的也有不愿意回封地，然后呢，后来有人回去了，也就这些人如果从他们的驻地来到长安，那长安得有落脚的地方贵族的落脚的地方当然也很豪华，所以是官邸他回去以后，这官邸就空着。就跟当年省政府办公室，可是在台北也有办公室宋省长如果离开中心集中到台北来，他自己在这边也有他的办公室，那个就是所谓的官邸。他人到哪里办公就到哪里，他到哪里省政府等就跟着到哪里，有一些所有幕僚各种东西就跟着到哪里。那这样办公，那这个官邸就是那个意思。可是这些人当他回去他的本国的时候呢，官邸就空出来了。空出来他会有人留守，会派人留守。留守要干嘛？很简单就是你出国了，你甚至移民了，阳明山的房子也总会有人帮你看守就是那意思嘛。更何况呢，那不是纯粹看守而已，因为都是政治人物，资讯对他们讲很重要。这个人留在这个地方，通常也是转递资讯的一个关键角色。留一个，那当时当然没有叫做公关，没有叫做新闻发言人，都没有，但是就有这种角色留着，就是中央朝廷有各种政策变化、人事动荡，什么东西，这东西他把这个消息转回去给他母国的老板，
老板那个地方有什么事情要举奏，有个东西，那透过他举奏给中央朝廷，所以这个东西是个中间者的角色。有时候你知道以前的这个消息，以前从长安到河别的哪里啊，这个路很长啊，当时可能要跑马，这可能要几天才能过得去啊。有时候一些事情急的时候，这个人有时候就得帮他母国做一些决定了。所以这个下决定的人分量如果不够，如果不是心腹承担起那个角色，到最后这个位置上常常是这个诸侯国的世侄，就是他的嫡长子，以后要继承人守这个位置。为什么这个位置？因为这东西对中央朝廷来讲也有意义，把你的嫡长子留在这个地方，你那个地方如果造反了，我这个就先砍掉 ，OK， 先砍掉。那你不知道这是人质，就中华帝国一向是这样维持的，这个就是人质。这个平常是人质，可是他平常也可以临机的做一些决定，然后再回报老八，老八那边再追认。老八如果不追认，骂他一两句。然后他这边再想办法再怎么斡旋再取回，所以这个角色一直都有。可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邸报，并没有看到那么早了。我们今天能看到 real material 像这样有东西，那个开元杂报，那时候的邸报，那是唐朝了。那可是唐朝的确有这样东西叫做邸报，功能就是这种功能。那我们学问有很多东西，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有证据，有一些东西是一个合理的推论。因为唐朝时代有邸报。那邸又不是唐朝开始，邸这个制度在整个东方社会已经老久源远流长，所以唐朝时代的封建诸侯有这个需求，难道汉朝时代的封建诸侯就没这个需求吗？所以是用这样推论的。所以邸报开始建了名称会叫邸报，可能跟敌最昌盛的时候有关。那敌什么时候开始？就汉朝开始了。所以等推论就是那这个邸报很可能从汉朝就开始，可是从科学验证，我们今天只看到唐朝时代的东西。那这个邸报呢？邸报下来以后，邸报这是个共同的学术的这个通称。不同时代有各种不同时代的叫法。宋朝时代，这个邸报如果是边疆发下来，它就叫边报，如果是朝廷发下去的，就叫朝报。这个朝报呢，当然是重要消息啦。然后有时候一些消息会走漏，因为宋朝的时候就开始懂得要控制这东西了，控制一些。朝廷不希望人家知道，当然更不希望边区知道，不希望诸侯知道，所以有一些东西，他那个手就伸进来会控制的，可是还是会有人走漏消息。那这个办这种官报，当然都有正式的格局、正式的版样，而且要经过人家核稿、人家批准，盖个官房，才那个板子再丢下去，你才能够发走。可是呢，永远就有人私底下。就觉得这对我很重要啊！这个说明天大家都不用上班，今年大家都不用缴税，这个太重要了。等他讲干嘛？我就先告诉我老婆了，他的钱可以拿去收购买什么东西的，因为今年不需要缴税，我们家就多了一笔钱出来了，类似这个样子，就先走了。这个东西当然拿个小钞就抄一些东西就走，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小报，就是小报。小报流行一段时间以后，小报很抢手。不止官员想看，所有人都想看，老百姓也想看，所以它有市场行情。所以有人就开始专门经营小报，开始经营到什么地步？已经有坊员了，已经有坊员。那里头我可能没办法讲太多。有坊员就是有人叫做衙探，有人叫做省探，衙探就是说一般官衙采访一般官衙叫衙探，省探就是采访省了。宋朝的时候的省就是今天的部会，采访部会记者就叫省探。那也有人叫内探，内探那是访问皇宫大内的。专门访问总统府消息的，吴翠珍消息，这个吴淑珍消息的，那个就叫内探，就这样。这一类的小报很流行朝廷当然就取缔小报，取缔抓到罚多少钱，流配多少几千公里，那能够举发了，有人命告了，做尿不要了，赏多少钱，那个文献上资料都有因为就取缔到最后，小报人家在取缔，所以有另外一个东西就出来了。第一个次就是有种东西叫做新闻。因为你取缔是小报法条上取缔就是根据什么法取缔小报我不叫小报，我就叫新闻，所以我就从你旁边走过去，你不能抓我。所以新闻是从那个时候出来小报是从它的这个版式来讲，它用小纸张的纸传抄了，这个叫小。从那个 size 讲，新闻其实就是回到本质，就是它这个是最新的消息那个源远流长的2-3千年里头的东方传统社会里头的那个传统刊物有。那个我们今天不能讲因为今天是现代人，我们今天不要回去那个时代讲，对不对？那可是我为什么讲到这里？我是讲到说这些报纸这些报纸的版面，第二版中外新闻的顺序就是所谓的京报。到了刚才讲的那个邸报系统，到了清朝时代就叫京报，京城的京
金报还是最重要啊，是本土社会最重要的消息啊。所以金报在第二版的前面就摆金报啊，接着才是摆本港新闻，本港新闻就是香港的新闻啊，接着才是外报新闻，它摘其他的刊物的新闻。那以及从上海等外地的报纸转载的新闻，那这就接着下去，那个新闻价值照这样一直排下去。那第3版继续刊登第2版没有刊完的新闻，那其余如果还有剩下空间，那就登传奇、登广告。那第4版全版都是广告，哈，这个是当时的报纸新报阶段，大概新报的格局就这个样子。那当然不过哈，内容跟言论方面3报都各有特色哈。我们今天的资料非常不足了，我们今天要做这个时代的研究非常辛苦哈，因为中国社会没有留下什么样的实物的文献。我们今天是到东京大学那边的能够挖一点，那就靠几天份哈，这几天份，然后再来又缺个4、5年，又几天份哈，就这样这些版从那些文字内容去分析、去研判说他当时在登什么东西。这个基本上。香港传统货架子10期，他也标榜要办的东西是有利于中国人，因为这个办报他一定会诉求嘛，就是为中国人而办嘛哈。那我们今天看这个香港传统货架子10期，那个报纸基本上大概都在为英国人出兵讲话哈，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报纸了。唯一那段时间的刊物，我们唯一看到，唯一可能是对当地人来讲，为当地人讲话的，就只有一件新闻，就是猪仔新闻了。那个闹很久，猪仔你知道哈？南洋有猪仔馆，猪仔，你知道哈？帝国主义找新世界，然后开发新的生产地区，大规模种植需要劳力，需要劳力，大家最耳熟能详就是黑奴，从非洲绑架或者拐骗或者买卖了很多黑奴到新世界去开发。可是其实不止黑奴而已。包括东方世界，因为洋人也到东方世界啊，东方世界照样也要搞这些东西啊，东方世界也需要劳力啊。后来东方世界提供这个劳力的最大宗就是华侨啊，因为中国世界的华侨外流、闽粤的华侨外移已经很久了，活不下去就外移讨生活就会，所以南洋一大堆。那外移刚好碰到这个西方社会的老板要雇人，所以很多华侨就给雇了。那甚至于这过程里头，有的是心甘情愿，大家很清楚在干什么，打个约的；也有是拐骗的，也有是给今天的人蛇卖掉了，那都有，跟今天在卖大陆面什么签子都一样，这个过程都一样。那所以当时的东南亚华侨很多就在帮帝国主义的各种生产线做苦工当然他们是为了要赚他们的薪水。赚了这个薪水，有很多人那个华侨第一代通常就是赚了一点钱，然后自己能够活，基本上就维持最基本的生活，然后这个钱都还要寄回老家。这个所谓的侨汇，这个在历史里头我们也知道，福建、广东有很多地方的建设都靠侨汇那今天我们金门有很多早年的了不起的建筑物，你现在去看的那些都是属于这个民宿啦，可以去住多角度，那些东西都是侨汇盖起来的就是子弟出外打拼，然后赚到了钱以后，弄回家去把家里能够整修的好一点，能够光宗耀祖，那等是一个人的生活价值观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这些华侨呢，华侨在当地这样的生活的很苦，天天就工作。你知道那个年代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恶的时候，那不只是在东西，不止在东洋，连在他本土也是一样啊。本土那个地方也是生产线不能停啊，停了以后就少赚啊，停了以后这个店就没收入啦。所以那个为了让生产线不要停，其实是24小时都有人在做工啊，20小时都有人在做工，所以不只是男工啊，人不够连女工也进来，人不够连童工也进来，24小时不能让生产线停，所以人一定要进去帮忙那个为了多赚一点钱，所以厂房设备当然很差，也没有空调设备，所以当早年的纺织那个纺织棉纱棉絮满天飞，然后纺纱一定要有水蒸气才能够让那个纺纱的东西，那这样那整间又很湿。所以那里头皮肤病、支气管炎各种东西那都出来，那个是资本主义最恶劣的时候。也就因为那个时候，所以后来社会主义的思潮就是所谓的我们今天讲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就是那个时候起来的反动。那个时候是资本主义是最恶劣的时候，当然也反映在东方社会，他们的商人到东方社会开生产线用的人，他的格局也是这样啊，格局这样。所以当时那些华侨在他们做事情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做死了。你们今天有机会到纽约去看当年那些移民，早年的华人移民怎么样在纽约、在弗拉逊、在哪里那一带，怎么样在纺织厂里头，他们的人就住在那整栋公寓里头，就一天到晚就在那整栋公寓里头，就永远在采迷信，采那个缝纫机，采到几乎
脚都，你今天知道我们打电脑打到这一只都快要废掉，那你就知道他踩到那2只脚要废掉那个感觉，很自然嘛，就是天天用就这个样子，那是很苦的。我1983年到新加坡，因为我早年是在做联合报的记者，我在1983年代表联合报到达兰萨拉，就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访问达赖喇嘛，那等于是台湾地区50年内第一次有去采访我去搞了27天那完了以后回来，我回到了新加坡，因为我有很多同学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一带。我政大新闻系的同学，台生就有30个，我们侨生就将近40个，所以我们加起来全班70个里头，一半以上是侨生那马来西亚的学生少说也有差不多将近10个左右，很久没见了。所以我到新加坡落脚在那边是有个新加坡有个比较凯子同学，在住他家稍微给他招呼一下，然后他吆喝一下大马的同学。大家下来见。大马的同学生活比较苦因为他们只能在途中找到工作，找的工作并没有很好然后呢下来，他们是坐夜车下来，他们坐个7、8个小时夜车下来到新加坡，刚好天亮，然后就跟我在那盘旋几天。那我在新加坡那边为了等这些同学，那我也是东逛西逛。新加坡没什么逛头了，从这一头到这一头就40公里一下就过去了就一下过去，坐自行车老讲40分钟就过去了没什么地方走当然可以看的地方很精致。那我在那里东看西看，东听西听，当然听了很多故事，现在有一些东西都忘掉了。可是我还记得一件故事，我同学跟我讲了，就是说，你知道新加坡也是个多种族的社会，华人占了70%左右，7成多。然后呢，本地的马来人，然后另外一个大众就是印度人。那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看到的印度人看了现代社会1983年，那当然是现代社会时代。因为你知道我们人出国需要的就是外币要汇兑。因为买东西都要需要那个，我们都带旅行支票出去，然后汇兑的时候，如果在日本很方便，反正西武百货公司也可以兑换给你，哪里也可以，这个卖珍珠的店也可以兑换给你，甚至一些卖这个药的店也可以兑换给你，因为那里可以做这个2T 的事业。那新加坡我可能感觉上就是要去找银行，那我同学就不用找银行哪里？就在路旁边就是仁爱路旁边的那一棵黑板树底下，那就有人就看印度人印度人他们兑汇兑基本上就摆个桌子，摆一个类似麻将桌的那个桌子，随时脚可以夹起来放在路上，然后那印度人我起先搞不清楚说原来这个在搞汇兑，他就在搞汇兑，他站在那边穿白色的衣服很黑，穿白色衣服是反差很强然后他赤脚，因为天气很热，他赤脚，我们也原谅他。后来才发现新加坡赤脚人不是那么多了，印度人赤脚，可是新加坡人也不怎么样，新加坡人通常穿着拖鞋就出门了10个人走过去，你跟他看有8个半是穿拖鞋的而且是穿人字形的拖鞋的，穿鞋的很少穿鞋很少，是这样上面穿得很体面，可是下面穿拖鞋。那我在想，我们要原谅人家那边很热那边一出门就流汗，一动一下就流汗，一天洗个5次澡很正常因为一出门就回来又满身大汗然后就马上冲凉在那种状况之下，我看到那印度人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在汇兑，他为什么要找他汇兑？因为他汇兑比较便宜，他赚的差价比较少那当然我们就找他了，他就在树底下，天气很热新加坡已经快到赤道的地方，太阳很大，他就在底下汇兑后来我懂得要找他汇兑那几天就懂得要找他，起先根本不晓得你跟他看，后来我就注意这种人，这种人还不止一个，很多，只要树底下就有这种人，树底下就有这种人他们是合法的，他们是领新加坡这个银行的这个牌照了，准他做汇兑业务了，这是合法业务。所以后来找他，那后来我就观察这种人，因为这种人台湾没有观察这种人，中午的时候你会看他累了，他会草席一铺，他就树底下睡觉树底下睡觉的时候他就不做业睡起来再继续汇兑。那你跟他晚上跟他看晚上8点半多了他还在做，只要有灯光他还这样在做通常大概就大概所有商店都快要打烊了大概不会有游客，因为新加坡是一个自由港，所以有很多外国观光客大概差不多应该回去摆平，回去洗澡了，然后他觉得没生意了，他才收拾他草席，把桌子立起来放到那个建筑物的旁边的巷子，然后呢他把草席一卷起来，他夹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回家了。我可以看到也有人在等公车，可是也有看到人说没等公车他就一直走。那我问我同学说他们干嘛？有的人他们就不搭公车了，为什么不搭公车？反正晚上了嘛，天气也比较凉了，然后这么辛苦的目的就为了赚钱嘛，所以连公车票都省下来了，就一路走回家。这是印度人那印度人移民新加坡的一部分，因为是英国殖民地的关系嘛。他是香港人，移民到新加坡去的。他去的时候，他听过这样的传说，就是有一次，反正这个种族摩擦的过程里头，常常会有各种冲突的传说。其中一个传说就是说，一个印度人、一个华人、一个马来人，他们又碰在一起又是在标榜自己比较行比较行。
那话题就到那边，就是我们吃苦耐劳比谁都能干，要不然我们有办法活下来啊？当你在比吃苦耐劳的时候，他说他也很会吃苦耐劳，哈，每个人都比说自己吃苦耐啊，越讲到最后义气就来了，搞到最后说干啊，不然就比啊，现场实验哈。这两边就找公道人来，哈，公道人嘛，然后就把这3个人就拉进去，拉进哪里？猪圈进去看血的猪圈的生活，为什么？因为当时就叫猪宅，哈，很多华侨就给叫做猪宅。啊，为什么叫猪宅？因为它背后有拖一条嘛，当然不是我这一条了，我这一条是跟那无关哈，因为那个哈，他们就叫猪宅啊，哈，猪宅的意思就是他过的生活，除了外形像猪宅之外，过的生活跟猪类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就像吃的东西像喷一样，会吃的东西已经会会发酵起泡泡了 ，OK， 没有什么味道了哈。然后可是能吃能饱就好，钱省下来，省下来寄回家，这种人很多。然后所以这一批猪宅，当然他自己认为说。人成功以后会自己欣赏自己比较重要，就觉得我这一辈子走路下来，我没有靠人，就靠我自己用在这个地方，好，所以他真的就是很自豪，很自豪。他觉得仰不愧天，俯不坐地，就全部靠我一个人的本性，本事，我也没有抢超商，我也没有抢银行，我今天能够立在这边就是靠我，哈啊！那个印度人觉得他也很了不起啊，说到就在比啊，比的东西很多，其中一个比说刻苦耐劳，怎么样适应困苦的环境啊，到最后把他赶进猪圈了，叫比啊。比看血受不了，血先受不了，2天以后，马来西亚那个人就跑出来了；5天以后，那个印度人就跑出来了；10天以后，那条猪都跑出来了。这个传说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个传说是写掰的，这绝对是华人掰的，华人掰来表彰自己的啊。不过从这种传说你可以理会，就是说，文学跟历史的差别就在这里。文学里头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你可以去，比如说《阿 Q 正传》，你没办法去绍兴这个户政事务所找到阿 Q 这种，没有，这些都找不到。可是那个东西是真的，因为他所取材的事物是真的，他只是人物没办法真的是印证的。因为文学随时都在反映这东西。11点了，糟糕。我在讲这个香港传统货价值哈。没有为中国人讲话了，唯一就只有这件新闻了。这件新闻叫做猪仔新闻，闹很久。猪仔新闻闹很久，就有点像红卫链闹很久。红卫链一搞就搞2个礼拜，对不对？猪仔新闻也搞很久。猪仔新闻到最后就是有很多白人帮猪仔新闻这些人讲，为什么？传教界人士，因为他是以博爱为怀，这些人出来讲话了。你可以知道，就是说商人当然是苛刻，所以这个东西商人造成了这样一个人所受的境遇。虽然同样是白种人，有一些传教界宣教师，他们自己也看不惯的，所以宣教师跳出来批判他们自己白人社会的赚钱的人是这样赚法，所以曾经就这样打过笔仗。可是此外，大概这个时期基本上就是为西方社会的利益、政府的政策辩护。那跟这个香港传统货价值比较，陈海婷所主编的那个《中外新闻七日报》。言论上就比较有中国人意识的，因为主编者是中国人嘛，哈。可是呢，他还是附属于德成报啊。那个德成报那个他还是一样，也是老广的翻译，就是 Dixon 那个字 ，Dixon 那个是老广就叫德成啊，这就在音一样哈，他把它换成德成，那个没办法从北京话去理解的。他也是德成报的中文专版。那一开始他也是标榜说沿着中国人的意志去办报，不过呢，大概一样啊。老板是外国人，你真的为什么中国人讲话，你就能在你有限的编采范围里头搞得出来？其他部分到大官大姐的地方，大概还是没办法。说这一个时期的中外新闻哈，中外新闻七日报这个报纸，我们跟他分析它的内容，是发现他尽管为香港的华人利益着想，可是始终只是停留在那些民生问题的层次。启蒙港民就香港老百姓的教育层次的问题，顶多到那边为止。至于更上层的国家社会的问题，那没办法。为什么？你知道，这是一个香港的报纸，它的层次没那么高。国家层次什么问题？国家层次马上要碰到了，国家要不要改革？维新守旧、革命那些是老佛爷他们那一批人在吵了，那些问题都还不在此时的华文报里头出现，没有。编辑方针基本上是很稳重到最后强烈提出政治主张了，对内要求清廷改革，对外痛斥列强包括当时明治维新开放以后的日本，到最后强了也往中国去推进他势力的时候，包括批判日本那些东西的对华政策的批判，那个都是到了另外一个报纸了，就是王涛。那王涛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了这
这里哈，我时间不够，我有些东西跳过了。《循环日报》就王涛办的哈。王涛办的这个报纸，王涛办的报纸，他真的就是提出强烈政治主张了，那就是揭开了什么？揭开了文人中国社会里头文人论政的那个序幕了。文人论政，这个王涛其实后来接着很快啦，康有为啦、梁启超，他就利用文人论政，比对中国社会比较大的意义就是，中国社会本来并没有这种刊物，并没有刊物，从来也不晓得要拿刊物做这种用途。东方社会的知识分子看了西洋刊物以后，发现刊物的威力蛮大的，刊物很方便沟通，很方便承载讯息，所以他们的不管是主张维新的，不管是主张革命的，他们都有很多理念要诉求，很多理念要宣传，基本上都利用这西方刊物的方式去推动。那王涛的循环日报出来以后，那中国的这个报章杂志的这个报纸的基本版式、风格跟内容、骨架大概都定了。他那个时候也知道新闻什么叫新闻，新闻就是要上意下达，要下意上达。基本上，那这个概念跟我们今天也没什么两样哈，就是这些核心的操作的软体概念、硬体的版式这些东西，在那个时候大概都定了。那我们讲这个事情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刚才讲了，因为一直都是杨老板办的嘛，哈，一直到王涛出来以后，这才是真的中国人自己出资办的东西。而在杨老板办的东西，你知道，那就控制权的问题，哈。所以杨老板办的刊物，尽管他的主编是华人，是中国人，其实也没办法帮华人讲话，哈。这个就很现实，这个东西就是传媒的控制权跟舆论之间那个连带关系，从历史看也看得很清楚。那比如说，我们今天会限制我们的媒体外资绝对不能超过一半，道理也在这个地方啊，哈。然后甚至包括前一阵子 TVBS 的资金到底有没有外资？那到底外资有没有？因为如果照账面上看，它没有多少资本，那资本哪里来？可能是外资。那如果外资那就不行，炒那个价大家记忆犹新，那个也是啊，也是因为这个里头的顾虑啊。甚至包括我们今天知道，《联合报》《中国时报》这些传统的媒体也都是在产赔，产赔他们怎么撑得下去？有没有外资？如果有外资，就是个严重问题，如果是他是到猫空自己去挖出金子来弄了，没关系。可是那个钱如果从中国大陆来了，那可能对他们来讲就有问题，因为外资。资本的问题嘛，资本会影响到言论的问题。那基本上我为了要下课了，我赶快就这样快速的讲哈。从米年1815年到马六甲哈，那个时候从那边开始到此刻这个新报阶段哈，那这个政论报刊我们就不讲进去了。这个大概60年了，这60年就是我们在讲的西洋刊物到东方社会来的一个时期。那东方刊物基本上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才出现的。那我稍微再归纳一下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打烊哈。第一个，我们分成2个阶段，是因为版式来讲，宗教月刊的版式书本线装书，也就是西洋人还在利用当地社会的形式，他借你的形式去传达他的理念。到了新报的时期，不是西洋人的刊物的东西就变成他主体了，所以他的以报纸的形式出现，它有版头，它已经有分栏，它有版面的概念。它先是小版，到最后它就变大版，这个东西是新报这个阶段。那从内容上来讲，宗教月刊它是教义为主，或者西洋文明为主。新报阶段它报道新闻特别是以商业新闻为主，它有发表评论那内容看点也不一样了。从目的来讲，宗教月刊那个阶段它是为了传教，新报这个阶段它是为了利润所以一开始就很重视发行跟广告。从发行来讲，发行刚开始宗教月刊它开始在马六甲、在巴达维亚等那些最初他们自己的据点，后来再推到香港、推到上海等那5口的口岸，到最后终极目标它是要进入到中国境内，这是宗教月刊时期。那新报呢？新报发祥地是在香港，新报的次要地带是上海，那附带的影响到日本，影响到韩国，影响到越南，这些都一样的影响。编者宗教月刊清一色的中英教月刊时代的编者清一色是西方传教士，那里头如果有中国人。有时候后来的所谓当时当然还没有中国的概念因为中国的概念也是后来梁启超他们这些人论述出来的因为当时就叫清朝啊，就这样如果说有后来所谓的中国人，顶多在里头也是打杂，协助修饰文字那一类的工作那新报月刊的阶段呢，这个中国人后来的这所谓的中国人，他们就是进去做主要的角色了。可是再怎么主要，还是没办法取代那个出资者跟操纵者的角色。就是做个主编类的角色。那以读者群来讲，宗教月刊时代的时代，
中的读者群很少，极少数的洋教信徒，华人改信洋教了。这些人包括太平天国起义那一批人，洪秀全、杨秀清他们这就是教徒 ，OK， 他们都是教徒，所以洪秀全他才会说他是耶稣的弟弟啊 ，OK， 他是耶稣的弟弟，他是老二，哈，是假这个东西。他们那个都是教徒，他们这批人都是教徒啊。这一批人他们本来就有的秀才没考好，哈，屡试考不上，哈，什么康宣版什么版搞不清楚，到就要是生气了，之后才去弄。那个《新报》月刊时代的读者，那就是比多了。港澳地区的那些商人买办是他的读者，广州、上海等口岸新兴的那些买办是他的读者，甚至到最后是海外华人的寄居地。海外华人的寄居地，当时旧金山是寄居地，因为挖到金矿。后来旧金山会叫做旧金山是几乎是将金矿挖到之后也差不多了。后来又新在澳洲，又在雪梨那地方也挖到金矿，所以雪梨又叫新金山啊。所以有一些流动人口流到新金山去挖矿啊。像这些华人很多，然后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就是今天的雅加达那安南今天的越南或者甚至日本的神户、横滨，这些都有很多华人，而这些华人都是当时这些这个新报的读者。那我们就先在这里打烊好了。11点了，09了，大家休息一下。休息那个刚才那个执行长跟我讲说，通常我们就是休息10分钟啦，实质上能够生效是15分钟以后才能够全盘底定啦，然后办起了这一波的刊物。以传教的目的来讲，它目的是要改变中国民众的信仰。以这个目的来讲，它是失败的，它并没有成功。以当时的这些作为，不过。当时办的这些刊物对中国新闻事业，甚至对整个亚洲新闻事业的发展的影响，那非常可观。那我要结论的部分就是这部分。从技术上来讲，那公元前两世纪的时候，中国人就号称他自己发明的印刷术、造纸式那些东西，那都没问题的。那从历史上来讲都没问题，那是中国人发明的。可这些东西整个知道整个现代社会里头，整个生产线里头去运作了，那跟中国就无关了我们也知道，欧洲人古登堡他那个发明。让了大量印刷报纸的这个技术能够以后变成事实，这一部分大概不是中国的努力西方人甚至后来还发明了平板印刷。所谓平板印刷，就是可以把任何拍照的东西也可以印出来平板印刷以当时来讲，跟那些铅铸的活字来讲，平板印刷的机器设备轻，没有噪音，价格又很便宜。跟那个笨重的那些本来传统的排字印刷来比，那容易隐蔽，不会引人注意。我讲这些干嘛？因为那个时候东方世界正好是到该革命的时候革命的话是思想走私，思想走私随时关线都会抓，警总就会来找人所以这印刷机器让这些思想能够比较激动，能够到处流窜，能够到处随时都可以。另外埋锅造饭，又搞起一个新刊物来，这影响很大这个技术是西方进来的。那更重要可能还不是在这些硬体的部分，是软体的。从思想上来讲呢，西方个人主义跟进步思想对新闻发展的影响更大那一部分更重要。因为西方社会我们知道，西方社会今天现代社会里头基本上的基础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鼓励人透过媒体表达他的思想，媒体呢强调个性。所以媒体注重独家，媒体甚至记者署名，那都是个人主义的一个价值观的这个彰显。反过来呢，因为这样的资讯上了报纸版面，到处流传，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上的各种个人主义思想的觉醒发展。那个时候，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是不变的祖宗家法不可以变，一切改革人家就跟你讲说。就是要照古老的黄金世代的周朝时代的周礼人应该早上起来应该对天祈拜，对地祈拜，对着祖父母讲什么那些东西都不变的几千年都不变的。中国是一个安土重迁的农业文明。然后那个现在西洋社会带进来这个刊物，那里头所看到的都是一些鼓励，讲出来就鼓励变化，因为进步意味着是运动跟变化，从而要求然后办起了这一波的刊物。以传教的目的来讲，它目的是要改变中国民众的信仰。以这个目的来讲，它是失败的，它并没有成功以当时的这些作为，不过当时办的这些刊物对中国新闻事业，甚至对整个亚洲新闻事业的发展的影响，那非常可观。那我要结论的部分就是这部分。从技术上来讲，
那公元前两世纪的时候，中国人就号称他自己发明的印刷术、造纸术那些东西，那都没问题的。那从历史上来讲都没问题，那是中国人发明的。可这些东西整个知道整个现代社会里头，整个生产线里头去运作的，那跟中国就无关了啊。我们也知道，欧洲人古登堡他那个发明，让了大量印刷报纸的这个技术能够以后变成事实。这一部分大概不是中国的努力哈。西方人甚至后来还发明了平板印刷。所谓平板印刷，就是可以把任何拍照的东西也可以印出来哈。平板印刷当时来讲，跟那些铅铸的活字来讲，平板印刷的机器设备轻，没有噪音，价格又很便宜，跟那个笨重的那些本来传统的排字印刷来比，那容易隐蔽，不会引人注意。我讲这些干嘛？因为那个时候东方世界正好是到该革命的时候，革命的话是思想走私，思想走私随时关线都会抓，警总就会来找人，所以这印刷机器让这些思想能够比较激动，能够到处流窜，能够到处随时都可以另外埋锅造饭，又搞起一个新刊物来，这影响很大。这个技术是西方进来的。那更重要可能还不是在这些硬体的部分，是软体的。从思想上来讲呢，西方个人主义跟进步思想对新闻发展的影响更大，那一部分更重要。因为西方社会我们知道，西方社会今天现代社会里头基本上的基础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鼓励人人透过媒体表达他的思想，媒体呢强调个性，所以媒体注重独家，媒体甚至记者署名，那都是个人主义的一个价值观的这个彰显。反过来呢，因为这样的资讯上了报纸版面到处流传，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上的各种个人主义思想的觉醒发展。那个时候，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是不变的，祖宗家法不可以变，一切改革人家就跟你讲说，就是要照古老的黄金世代的周朝时代的周礼。人应该早上起来，应该对天几拜，对地几拜，对着祖父母讲什么，那些东西都不变的几千年都不变的。中国是一个安土重迁的农业文明。然后那个现在西洋社会带进来这个刊物，那里头所看到的都是一些鼓励，讲出来就鼓励变化，因为进步意味着是运动跟变化，从而要求媒体把这个变化告诉大家。媒体塑造一个概念，就是变化是进程。变化是正常，而且只有变化才是进步，这个对东方社会的冲击很大所以那个合理化要求变化的呼吁跟改革运动是在这种背景底下才有办法这个立定脚跟。所以这个影响因为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到中途各个省份都有各个省份都有，然后留下来的种子甚至引起了太平天国的起义那就是一个改革运动啦。虽然没有成功虽然方法可能不见得对，可是当年西方传教士到处都有，甚至有当到溥仪自己的家庭教师的那种传教士也有，李提摩太那种型的也有。他们办的刊物随时都影响士大夫，因为连皇帝老子都拜他做老师了，所以很多大臣基本上也很愿意跟他亲近。那很多这个西方社会里头，目前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个人主义思想，都在那些大臣里头，也就是这个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里头的脑海里头变成重要的位置的。那很典型的，像梁启超、康有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传统举子。传统的读书人，考秀才当举人这条路走上来的人，到最后他们慢慢改了甚至到最后有很多人根本是传统读书人，他们根本不愿意去考科举了。你像严复他们那些人根本不甩了，不鸟你了，写跟你练康学本，没有人去练了，他们就是慢慢走到一条新的路去了。那是一个转变的时代。那这个东西就对他们对东方社会的影响。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这个帝国主义到最后在东方社会发展出来说租界嘛，大家也都知道。那租界的话，就是本地的政府的权力到不了的地方，所以当时东方社会里头一些改革分子，甚至一个革命分子，他们就躲在租界里头办刊物，让你这个金溥聪他们那家的刑警大队要来抓人的进不来，因为那你不能进来啊，那是租界，所以保护了很多这个传递新思想的人。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当时西方报业对中国社会、对东方社会的影响。以他传教的目的来讲没达成，可是对东方社会以后那个大变动，那起了很多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我才从这边讲起那现在照说是应该讲第二单元第二单元是什么？我还没讲台湾的，糟糕对呀，刚才有讲讲了基本上是亚洲的通貌台湾的部分呢，因为我们关心的慢慢就要关心到本岛来了。台湾有所谓的
府城教会报1885年7月的时候出现了台南啊，因为当年台南是首善之区、首善之都，创办者是英国籍的长老教会，长老教会的这个巴克莱牧师。那这个一报也是台湾本土最早创办的现代刊物，当时是月刊，这个刊物到今天为止都还在活哦，它已经1885年算到现在已经121年了。今天仍然以周刊的形式，当然今天的名字不叫做府城教会报，今天的名字叫做台湾教会公报，这个是在日本时代1932年的时候改的啊，改为台湾教会公报。这个是台湾本岛历史最久的刊物，到现在为止都还在发行哈。这个报的特色很多哈，当然就是在刚才讲的那个西洋报纸到东方来，这是其中的一个地方上的一个报纸。可是对台湾本岛来讲，就是它一开始它是以简单易学的白话字、罗马字来刊行，它跟刚才讲的那些新报不一样，因为其实都是因地制宜的，在哪里办报纸就因地制宜。然后长老教会在那个厦门一带已经传教很久了，所以他们有利用厦门音，他们后来没搞北京话，他们就搞当地的厦门话。然后那个 know how 呢，那个 know how 有效以后，长老教会也要扩充他自己的传教范围。后来宣教士派到台湾来，然后就利用厦门地区发展出来的那套 know how，就是用厦门话编报纸。那我给你看。用厦门话编报纸这个是促成台湾厦门话跟台湾话基本上是通的用厦门教区使用的厦门音的系统做标准。这个报纸是促成台湾草根庶民甚至是文盲也能学习现代知识的一个很重要的启蒙的媒介。你看那个那个都是那个今天都还在用啊，长老教会的传教这个东西今天都还在用，很多台湾话现在也是靠这个你看得懂看不懂那个北港妈这是北港妈的新闻你看他西洋宗教来，他马上就对当地的宗教，他马上就彻底研究。北港妈的新闻，这个记者叫做周伯霞周伯霞周步霞啦嘉义县北港有一间庙。名叫朝天宫，内中有一身二马，号做天上圣庙，是通台湾第一有名声的，通台湾第一有名声的啦，你有兴趣你就自己看。基本上当时的这些西洋刊物到台湾来的状况是这样比如说有个《申报》，给个面子嘛，给面不要拆台好不好我生意还要照做了是。他对同业要搞得很清楚，所谓知彼知己，百战百胜 ，OK， 然后你不要以为教会公报都只登教义没有，教会公报是登了蛮社会化，我等一下就会讲他对这个社会的事情基本上他需要了解。那当时这个申报在上海办的那也是洋人那个 Ernest Matthew 办的集是在1872年办的，在上海创刊的。然后后来上海人的这个金融世家那个徐义福他们那家把它收购，申报办了很久我们今天的图书馆像重大传播学院图书馆都还有申报当年的申报也由移民带入台湾的社会
那我们在今天的申报可以看到，当年那个清同治年间，日本侵略台湾，就是牡丹社事件的时候，他也曾经报道这个事件，曾经报道这个事件，甚至也曾经报道琉球归属的问题。为什么那个牡丹社事件，就是因为以琉球的渔民给风打上岸，那卑南族那边原住民把人家干掉啊，所以日本人说那个琉球是他们的啊，所以国际列强也在讨论说琉球真的是你的吗？所以有点因为国际列强为什么要讨论琉球？因为那个是无主，如果是无主啊，我就也有份我也可以去要求权利所以当时都有讨论这东西。那比如说永报就是富安永铁路的终点，永就今天的宁波永报那是William Campbell是美国的传教士，他办的，他那个在淡水也可以买到永报只是说邮资你自己要付，读者自己要付。那还有所谓速报，速就是反正这些你不见得要知道，你听懂的音就好。速报是华侨跟中国南方通洋务的知识分子，他们集资在广州办的。速报特别是在台湾有通信员，有分销处。那这个清廷跟这个法国为了安南问题打仗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免费，速报还免费运送这个战争图，从哪里打到哪里的战争图。那时候的民族英雄是刘永福因为刘永福把法国打败了，所以当时速报还附了很多刘永福，那跟今天一样啦。今天就附这个蔡依林的粉丝照片，这样就对了。当时也就是刘永福的粉丝可能很多，所以就附刘永福的照片了。就是那个媒体经营的方式大概都一样他也这个有文章呼吁清朝政府跟友邦要增援台湾，因为当时法国也曾经来拿台湾拿淡水，所以为了这个原因，雾峰林家的林朝栋还曾经发他们自己家的家财守台湾嘛，所以那时候列强也在关心台湾的问题。那这个除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只是上来，东西有上来，成品有上来，有铺货，可是并不是在这边办的。我讲的在这边办的，就是刚才在讲的《府城教会报》。《府城教会报》对台湾很重要，原因就是它除了是现在还在火的报纸，现在看不出来。你知道台湾是什么叫台湾吗？台湾人自己觉得是台湾人，是以后的事情，日本时代以后的事情。起先根本没有的感觉。总之，假设我的老祖宗当年到万华来垦荒，我就永远世家万华3代4代。那我南部呢？南部听说台南府那边也有一票人，也有很多人。可是我一辈子不会下去，没机会下去因为你知道，这个中关公路是后来以后才有的，中关铁路是以前人如果要联络，他可能就往这边，可能就往这个福州那边去联络；这个鹿港那边人可能就往厦门去联络。这个台南那边可能是往厦门、潮汕那一带去联络。他们的联络是这样比较方便的。台湾本岛几乎就没有互相联络，只知道那里有住人。OK， 就是画眉，这里有住一群画眉，知道那里有另外一群画眉然后不知道那是什么，就这样，就是那意思所以本来并没有台湾人的意识，那是事实，本来没有，那以后就发展起来了那可是当时南部就是有长老教会办的这个台湾府城教会报，那个府城教会报，比如说那个1895年清朝把台湾割给人家了，割给人家，台湾老百姓并不知道这府城教会报报这新闻。南部的台湾群众才知道说台湾给割掉了割掉是什么意思，也不是搞得很清楚。那另外一批人知道，就是说考科举的人有一些人可以考科举，因为虽然是日本时代，那个时候是清朝末年时代，有很多人是考科举。考科举你知道一关一关的考嘛，从湖西乡到马公考，从马公考以后接着到高雄考到最后就到台北会考，就这样一级一级的。当时台湾的一些这个念书的子弟，到最后他们就到北京去最后一关考试那考过以后就要做官那一批人还没等考试的时候签订条约所以看到以后他们就大吓所以他们那边在北京有示威。没有示威啦，示威是今天的词汇，就是他们有陈情，有上街陈情举人联署了陈情，说不要把台湾割掉可是没搞头因为老佛爷已经要把它割掉了更何况李鸿章讲了嘛，李鸿章混梦嘛，因为李鸿章就跟他谈判，把台湾割掉，要谈判很久割掉以后回去以后，为了摆脱责任，他就台湾割没什么关系，台湾那个地方是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的地方，从来不需要留所以那个。北京的这个权力中心就觉得，那如果是这样就算了，还有割了就割了，就这样可是那个举人他们就是很难过所以当然有陈情陈情当然没搞头，没办法抵挡大事。可是台湾本岛知道这消息导致台湾的这个长老教会的这个报纸让我们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台湾才慢慢民情愤慨。老实讲也没有什么国家意识民情愤慨主要就是这个地方是我开垦的。你知道什么叫做开垦吗？我是南投县水里乡来的，山里头出来的，开垦。自己看过的过程，开垦就是举全家之力，天天拿锄头出去垦地，去把那个树根啃很久。起先就是要把大的石头丢掉，大的石头丢掉。
再来丢中的石头，再来丢小石头，那里才多了一些坟土，那才种作啊。可是会碰到树根，树在很大，树要砍掉，然后我就挖那树根，挖那树根，你看那现在就咔啦嚓一砍就好了。以前不是啊，那个都用人力硬搞啊，搞一棵树就要搞3、5天才搞掉一棵树，然后才把根挖掉，那里头才能够填土。这个东西是我们这样搞下来，这一搞3代人，好不容易才搞一点地。搞不好都还不够做各位这个才俊精英坐在这150个啊，然后说割掉，以后这个就日本的，开玩笑，这怎么是日本的？是我们开垦出来的，就是那种心态，所以他们反日是这种心态，是保护自己家园的心态。那时候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台湾也不是串成一气，啊，这个东西是长老教会给知道了。那长老教会所以后来就有台湾的各种抗日啊，抗日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不要给人家侵夺，就是你们家的产权不要给人家拿走，很单纯，就这样而已。这个绝对是拼命的，这是生活所寄，这个绝对不是什么国家意识。国家意识干嘛？沾酱油也不能吃啊，对不对？长老教会报呢，给台湾老百姓，比如说你长老教会报120几年，你几乎可以去看他的报纸，你可以调出来看，做文本分析，那很有趣哦。那个教你挤牙膏要怎么挤牙膏，牙膏是很现代的东西啊。东方社会不要说刷牙，我记得到我小时候都还不大刷牙呢，所以我牙周病后来到了美国才知道我有牙周病。以前刷过去、刷过来、刷过去，牙医就跟我讲说你这样不对，这样刷过去它就掉到了坑，再刷过来又掉到了坑，永远是积在坑里头。那个是要这样刷啊，对吧？从来不知道啊，从来不知道。所以牙齿就一直累积啊，当然那个东西累积到最后就变结石，结石就是侵蚀你的牙龈，你牙龈就一直萎缩，萎缩到最后那个牙齿含不住，那牙齿就掉下来。我当年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那时候也快40岁，35岁。去给医生看，医生二话不说，这2根要拔，他根本没有商量余地，他的权威，专业权威就要拔，就拔掉了。然后就是不拔，再过没多少条，你这个牙齿就掉光啊！那我说算一算，准的不得了。韩愈讲说无年未40啊，事茫茫啊，法上啊，齿牙动摇，就差不多那个时候，就是你一个人如果一辈子不刷牙，就差不多40岁就掉光了，掉光了，很恐怖哦。掉光你就含不住了，就掉一颗一颗就掉，一颗一颗掉。所以看牙齿很准，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以前的养生处的人啊。看马怎么看？嘴巴看到牙齿多长，牙齿越长，他年纪越大，因为他牙龈一直在萎缩。台湾的牛须，南部的那些牛须，那也是看牛一打开看牙齿就知道了，因为它自然，那这个没有其他的干扰，自然之间，因为它没刷牙嘛，牛当然不会刷牙了。OK， 我那一刻才知道说很惨，没有卫生知识从来不懂得保牙齿。牙齿就坏到今天今天没有恶化，我今天当然很小心在保护我自己，因为牙周病了嘛。也上帝对人类很公平。美国医生跟我讲了，就通常第3世界国家来的留学生，牙周病是很普遍的，可是他们的西方社会的好命的学生呢，他们蛀牙又非常普遍，因为从小吃糖果，非洲人牙周病一大堆，那白人社会里头那个蛀牙是他们的头痛的事情。这个是上帝对人类的公平。我们不再讲牙科 ，OK， 回来。当年的这个《府城教育报》教老百姓怎么寄信，寄信的时候邮票要贴在哪里？你今天看这些东西都觉得很有趣哦，都很生活化。台湾老百姓就是在这个状，然后那些阿公阿婆呢，那些跟着垦荒的人呢，他根本没有知识哦，他根本没认得文字哦，他怎么接受知识？需要媒介啊。他这个白话文的报纸它就照你的音啊，就是你只要那26个字母你会会那个26个字母5天1个礼拜，你再炖1个月也会了会以后你就可以用你的字写你的话然后你是本地人，你念的话你就懂他在讲什么，是慢慢让思想能够活通这一批跟什么？跟举业科考、跟念书念建中、念一女中这不相干。OK， 你不是一女中的学生，你不是建中学生，你照样可以接受知识。知识哪里来？这些东西来，所以这个对台湾的启蒙非常重要。甚至台湾有很多家族，也是因为跟基督教，特别是跟长老教会，台湾最重镇就是长老教会。长老教会对台湾的影响很大。你像彭明敏这个家族，他的祖父还只是个帮宣教书打杂的人，可是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西洋知识，他就会让他儿子去新学堂念书，去学医，到最后他就翻身一变，他就是士绅了。我讲他有专业了。到彭明敏这一代，他有专业了。到最后，彭清靠甚至是高雄市议会的议长了，那整个就翻身。我们今天台面上的这些人，你跟他看，几乎都在基督教长老教会一大堆，李登辉是，李义雄是，你这些政治人物，你哪个跟他看都是，就是没有，也就是在那个国家建设资源分配根本没办法照顾到老百姓的时候，这些宗教团体对台湾影响很大。
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宗教团体，我们北部根本没有马偕医院。你知道马偕医院多大吗？你每天去看的话，就像菜市场一样啊。可是没有马偕医院帮我们忙。当年清朝政府管你去死啊！以前人生病是怎么样？生病的话就是有钱人才会去拿药看医生那是有钱人的特权呢。那一般中产阶级殷实家庭他干嘛？他就买成药再没有钱人就是吗？去搞草药，等死啦！你如果不想等死，就去东招操车操啦，乌塞灰啦，自己配自己弄吃死的也有吃活的也有，就是这样都是传统科方。如果没有马偕医院，中部如果没有彰化基督教医院，东部没有门诺医院很多医院，那台湾真的是很多庶民老百姓的这个东西没有。至于台大医院呢？台大医院是日本殖民政府来以后才盖的。台大医院服务的对象也不是台湾老百姓是日本人是到最后上了那个阶层的人那后来国民党政府来以后，盖了三军总医院，盖了荣民总医院，为谁服务？荣民是为荣民总医院是为荣民服务荣民看病不要钱所以你去荣民总医院去看，很多人用阿公阿婆一大堆去那边拿药当糖果吃的一大堆不要钱三军总医院呢一样服务军人服务国民党他自己带过来这些人当然台大医院照样是旧有的格局，服务公务人员那后来当然开放了，所有老百姓都可以到这医院去看病了。可是你这样，你得自己掏钱你就知道那个资源的配置是这样所以当年如果没有这西洋传教士在台湾盖那么多医院，包括埔里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都有基督教医院，那真的是活不下来几代人、几百年的人活不下来。我在讲什么？回来就讲这刊物。这份刊物是促成台湾有办法现代化，自然力量不是靠政权的力量，不是靠国家预算力量，能够让台湾的老百姓有机会，有一个苦命的机会，能够慢慢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当然很多人不是教徒可是这东西的传播不见得在教徒之间这份刊物到最后，甚至你知道长老教会就是一个改革教会长老教会它是台湾的长老教会有2支南部是苏格兰那个系统来的，苏格兰那个系统的长老教会，它的源头是卡尔文教。卡尔文教你知道马丁路德改革宗教马丁路德改革宗教，他的大粉丝，他的徒弟型那个人到回苏格兰也去创改革教会。教会本身改革腐化的天主教系统它本身就是它本身就是革命者。那北部的马偕这个系统是从加拿大来的，同样都是长老教会 ，OK， 同样他们起源都是马丁路德的追随者，可是有一个大徒弟回苏格兰去发展另外卡尔文派的东西，另外一支回加拿大那边去弄了，这2支到最后往全世界该服务的地方去服务到台湾刚好接头，北部就是马偕这个系统，南部就是长老教会苏格兰这个系统。当然今天台湾有个总教会就贯穿在一起当然还有很多新设的教会，特别也有很多国民党时代跟着国民党过来的教会。那这个长老教会基本上在台湾做很多重要的事情这个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1937年就是卢沟桥事变日本人就知道事变开始要打仗打仗期间，台湾的报纸本来有汉文报纸的，汉文不准登了，因为汉文随时在登，你随时看汉字，你就自己觉得是汉人，就不是日本人这东西提醒日本战争期间后方的人一直觉得他不是日本人，那这样他会帮我的忙吗？这很危险的，所以那个汉字那时候就取消了。尽管是取消，台湾这个教会公报很好，因为它是洋人的势力。台湾教会公报它能够保留白话字，也就是让台湾人还是能够看到用这种简单的文字可以看到自己的语言所传达的资讯。这个白话字一直保留，日本一直没跟他作废。是战争到了1944、43那段时间那个日本打得很激烈、很凶的1941如果那个珍珠港那边发生的嘛，日本变成跟全世界打在一起了嘛。然后那时候才把英国人赶回去嘛因为是敌国人，才把当时的英国传教士赶回去。赶回去的时候，那当然这份教会报就停刊，不准他办。可是，也就是说，日本从来没有进这份刊物，一直到战争期间才把它禁掉。导致国民党来以后呢，国民党1969年开始就全面禁止台湾教会公报。为什么？因为台湾教会公报用台语拼音用台语拼音。当时他在推行国语运动他要把台湾人改造为中国人让你不记得自己是台湾人，自己是中国人这是他的政策你这报纸永远让你记得你是台湾人因为你就用台湾文字在练台湾东西所以他就把它改那甚至到最后，这个东西吵很久，一直到最后。可是因为他是洋势力，所以国民党要弄他，当然也搞很久了。搞很久，这个全世界的教会会声援这个吵到了1975年5月起，甚至全面查禁、没收以本地人母语所发行的圣经跟这个圣诗。那所以说跟教会就杠上了。所以长老教会跟国民党打仗打很久
打仗打很久。这个例如比如说1972年，1972年就是中华民国给踢出联合国的隔一年啦。踢出来的时候是下半年嘛，然后呢，1972年那一年的元旦那一号，台湾教会公报就刊出他对国事的声明跟建议。这个教会本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改革教会，它本身就是一个改革教会，改革教会，他认为该讲的他就讲，那社会上不敢讲，他还是会讲，因为他基本上对上帝交代。1975年，台湾教会公报刊登我们的呼吁，从外交到内政都有建议国民党政府了，那国民党政府呢，当然就不听的，不听就两边就杠啊，国民党政府到最后甚至全面查禁圣经圣诗，这个刚才已经讲了。那到了1977年，台湾教会公报刊登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人权宣言，人应该有什么权利？他是从站在教义的立场，认为人应该有什么权利。当期的公报就全部给国民党扣押。1979年年底发生美丽岛事件，台湾的政治精英不是一网打尽吗？留到只剩下康理想吗？台湾社会上几乎没有人可以再讲话了。谁讲话？长老教会的康复讲话。长老教会那时候也全靠长老教会的这些宣道师去安抚那么多政治精英给抓进去啊。庄敬宏给抓进去，许荣子当然在家里哭啊，那宣教士就在不要哭，不要哭，难过，都对上帝，所以都变成教徒了，这些人都变成教徒了。姚嘉文给抓进去，当然周清一哭啊，我自己亲自去龙山寺看他的政见发表会啊，因为这些人给抓进去以后，家属到最后出来替老公选举，周清玉站在龙山寺前面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录音机，那时候爱瓦的录音机，然后就放望你早归，玛丽扎归，就是那一天你给人家抓，那望你早归那条歌，台湾歌嘛，你听到吗？那个一放。然后他就站在那里哭啊，那我们底下在看听的人就听得难过，那个票就这样来啊，下雨一样的来啊，所以你看林义雄给抓进去，这个周世民就在家里哭啊，都是靠长老教会的牧师去安慰，就有点像你现在哪里发生一个灾况，然后慈济的团体马上就到，慈济比苹果日报的人早到，慈济比政府的这个慈济那个衣服就出现了，就出现在现场了，对不对？当时长老教会对台湾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整个社会政治已经给扑杀一空的时候，没有扑杀是228，给抓掉一空的时候，台湾社会听到民间了，长老教会下去，甚至长老教会的一些宣教，比如说那个林鸿轩怎么，他美丽岛审判，他包括教会人士，他都给抓进去啊，当时抓了10个，其中就有长老教会的牧师啊，所以呢，这个靠长老教会其实台湾的民主运动，长老教会你如果不谈台湾民主运动，几乎就去掉半壁江山，这个。接着呢，1987年，台湾教会刊登228是1987年是我们要解严那一年而已啊，前词当然都不能谈228的事情啊。可是228事情明明在社会上真的就有凝结一股民怨啊，那个总要说啊，那里头的如果有不公不义，总要有人有机会让他讲话，可是没人敢帮他讲话啊。宗教界人士就是这个长老教会的人，终于讲一些，把那个史料稍微再整理一下，说那一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情。帮他们讲一点公道话。政治界人士就是当年的自由时代的郑南榕，第一次举办228的纪念会，40年以后 ，OK， 没有，社会上都不敢发声音啊，社会上都不敢发声音。那教会人士就基于对教会的一个天职，他认为他应该讲的话，他讲啊，可是当然那一起1987年228事件的相关者的那一起，又是全部给查禁了。你知道东方社会如果没这些宗教我以前大学生时代跟你们一样也是这样一直成长，那我也是一关又一关的考试，练的都是这个国立编译馆的教科书，国民党要我练的教科书答案是哪个？就4个答案里头只有一个对，你不答对你就没办法上没办法上好学校我们就这样一路背上来脑筋永远你也没有思考的余地，你也不能思考 OK， 那没有什么好辩论的，知识就变成这个样子。慢慢长大以后，他慢慢懂得一些事情慢慢特别是出国，才有机会看到不同的史料，发现这件事情怎么我以前就讲的是这样这样不是不是这样，我们至少不会信这也不是信，至少我会去追问追问发现以前国民党骗我当你知道给人家骗的时候，心里头很烦OK， 很烦怎么就这样骗我后来发现骗还更多，骗到最后已经骗得很简单了所以他慢慢会觉醒，这个靠个人的机缘慢慢觉醒以后才。眼光在扩大整个东亚地区，才发现，比如像马克思给推翻菲律宾的民主运动，菲律宾民主运动如果没有教会帮忙，也推不起来菲律宾那个永远是坐票你怎么选都选不过他
怎么选都选不过来。像现在新加坡也要选举了、啊，新加坡选举当然执政党又赢了、啊。新加坡那个连一个在野党都不容许存在，然后在野党议员就只有一个，李光耀还跟他讲，你们来蹭秋哦，我随时都可以给你抓起来哦，哦，就这样啊。当年菲律宾做票做到反对运动的人士，怎么选都选不赢他嘛。他有军队，他有什么东西啊？动不动就搞到最后是什么？是宗教界人士看不下去了。那个神父号召修女上街头，他们没有去干嘛？修女就是投票的时候，那个票柜到最后投完了，4点钟票完以后，然后票柜封起来，然后就直接开票了。那个修女就是穿着白色的那个袍，就一个屁股就坐在那个东西，不准你把它偷掉包，我坐在这里，要不然你就把我打死。打死为什么？哇，那很漂亮哦，白色的袍，红色的血出来，啊，那个反差一定是非常好的新闻照片。就是每个票柜是宗教界人士对上帝交代要去弄的地方啊，让他没办法做票，那反对党的议员才有办法出头，才有1-2个能够选上，是这样啊。那个是波涛汹涌哦，台湾也是一样啊。当年长老教会如果其实政治精英、政治活动都抓光光以后，长老教会人在撑。他讲那些话都没有政治上的野心，他们就是对上帝交代，他眼睛所看，这样老百姓没办法。所以换句话说，民主运动过程里头最能激励、最能跟威权统治的抗争的心智，这些本地人的心智，而且是最勇敢、最坚毅，敢对这些事实政权发狮子吼了，就是长老教会。长老教会的历史如果不了解，那以前我因为受国民党教育，我们基本上对这些洋教都有一点排斥的念头，都觉得是帝国主义的爪牙。好，我从来这样都是霸道。可是我现在52、3岁了，其实我现在慢慢人生就这样看，慢慢懂了。我有时候仔细想，台湾如果没有这些西洋宗教，就像我刚才讲的嘛，北部没马街，中部没彰化基督教医院，那边没门洛埔里没这些医院如果没有，台湾这老百姓这400年来是怎么生病怎么医好了？国家从来没照顾了，任何政权都从来没照顾老百姓了，都照顾他自己的基本群众，就这样来，资源就这样弄。那我们今天还看到很多那个白发苍苍的一个什么丹麦的老婆婆，在台湾40年，有的是50年，这样一个一个出来领所谓医疗贡献奖，全台湾这个每年大概选个5、6个、6、7个。你现在看到会感动哦。他从他神学院毕业、大学毕业，他就到台湾来服务。来服务期间就是拉屎拉尿这样摸，你是麻风他也给你摸，你是什么东西，然后钱不够，他回自己母国去募款。去搬钱来台湾花药品这种东西，然后他们这些人目前接受各种表扬的时候，偶尔可以讲话，他们讲的话都共同了，就是台湾现在已经很富裕了。他每次回母国，就一方面就是他年纪也大了，80几岁坐飞机很辛苦，一坐18个小时回加拿大去，加拿大的地方老家已经没有了，妈妈也死了，兄弟姐妹已经有了过去的，嗝屁了，只剩没几个。募款很辛苦，然后一方面人家问说，台湾今天还需要我帮忙吗？为什么你还要募？对啊，台湾今天为什么需要人家帮忙？自己已经非常有钱了，所以他募款越来越难募，所以他们就回过头来就是说，他觉得如果有什么话讲，唯一要讲的就是说，台湾人应该要自己帮助台湾人了。就是我已经在这个地方50年，我再也募不动了，而且再来连我也需要受照顾了。很多人啊，所以你从台湾南到北看到很多这些白人的欧吉桑、欧巴桑，他讲的台湾话，让你自己都不好意思哦。像我台湾话现在就尽量多讲哈，一样嘛，也是做教育，然后当然练国语为尊崇，搞到最后自己的母语也慢慢也不会有了哈。他们都比你还练凳，他讲台湾话比你还练凳啊，他在这边40、50年，那叫硬学的人都跟你沟通哈。就这样，那个是敬业到那个极点。那这个就是我这个很快了，因为这补充这个东西已经都11点56分了，开玩笑。反正没关系啦，反正我今天是6个单元啦，那我就顺着这个东西，你要我这个依照形式这样讲过去也没意思啦。反正历史就是生命故事啦，历史其实蛮有趣，历史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故事。当然不是你个人可能是你的亲属，你的这个社区，再出去是你这个地方的县份这个地方你中部地区，这是我们自己的人的故事。我现在接着当然是要讲第2个单元啦，台湾现代社会的滥觞。对了，第一个日本篇，我那边标题写的是什么叫现代现代社会。对，因为我传统就不讲了，就讲现代。现代源头大家都知道嘛。大家知道，可是你可能很模糊了。现代社会的源头就是我们摆脱神欲、摆脱神的控制当然，今天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摆脱不了就是你自己没有做主的这样的意识，没有自己要决定的这样的一个意愿，
你一切都是听神的啊。神当然把你规划很好，神你跟你写的很好，整个18套剧本都有了，所以你就信这个东西啊，信这个很单纯，所以信仰很单纯的人其实很幸福，他也不用思考很多。可是我们不愿意，就是说一切都是别人帮我们决定，我们自己要思考，人觉醒这是现代社会的起头，以人为中心探讨宇宙人事物，这是人的意识自觉的开始。人自己觉得自己是有理性的。人自己觉得自己有理性，不是我时时刻刻都有理性啊，就是我有啦，我有啊，什么时候要发作不晓得，就这样，我有理性啊，当然就要尽量让它发作啊，那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感官，现在社会这个知识基本上是这样起源，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眼睛所看的，眼见为信啊，我根本没看过，你跟我讲说这个吴淑珍今天又炒了8000万的股票，我只要没看过，我就会存疑，这是现在基本知识应该有的基础。现在我的感官，现在我的眼睛，现在我的鼻子，现在我什么东西啊？那个知识对我来讲才有个实证基本上现代社会是相信有人以外的一个自给自足、自在存在那边的一个客观世界，有一个客观的世界。这个世界呢，我们人只要本着我们的理性，然后呢，透过特定的方法跟程序，那个方法就是什么方法？方法就是靠我的感官可以去验证的方法。然后呢，看到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就是说，热胀会冷缩，我现在看到就这样啊。然后呢，看到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可能是偶然的现象啊。好，那我明天再试一试，它还是热胀冷缩啊。可是我是男生啊，搞不好是因为他跟我比较合啊。好，那我叫个女生来，好，比如说她现在个摄影，我叫她来，你不要跟我拍，你现在来看热胀会不会冷缩？她来看也是一样啊。那不分性别了，女生来看也是一样啊。那可能是你是北部人，搞不好你们就好，那找个南部人来看也是热胀冷缩。找个蓝色的来看也是热胀冷缩，找个绿色的来看也是热胀冷缩，找个红色的来看也是绿色冷缩。所以这个东西是个真理啊，这个是很小的真理，终于能够把握了。那认为这个客观世界里头就是有很多这些，我终于好不容易透过这样严谨的方法，我看到了，我掌握到了啊，这个真理是可以累积的，累积到最后，整个宇宙就是这整个真理的累积。所以我摸到真理了，人就很高兴。这个真理是我自己摸来的，这不是上帝告诉我的。上帝告诉我们什么？上帝告诉我们地球是中心啊。你知道吗？伽利略当年发明那个天文望远镜，看到不是哦，我们可能绕着别人在转哦。太阳是一个，当时还不知道是太阳是中心哦。总之不，因为有另外一个星球，另外一个银系，到最后发展出来就是说，地是动的，绕着太阳转。可是这东西对当时的教廷来讲是邪说，不合教义。所以这一个伽利略发明这个天文望远镜的时候，加薪，教廷加薪，他是普鲁士大学的数学教授，加薪啊，那就加薪啊。搞到最后，他这个学说自己越想越对，自己就把它写下来，成为一个体系。发表的时候，他自己不敢发表，是他学生帮他发表了。发表当然著作权是他，就抓到他来了，跟教育抵触，那思想犯了，所以后来就把他关起来哦。关在哪里？关在他自己家，关一辈子哦。然后这个东西到什么？在天主教的教廷的文献里头，这个人还是思想犯。到什么时候？到刚死的这个教宗保罗2世生前，这个大概在1980年代的时候，才400多年以后，他才承认说我们冤枉的那个人不是一个。到那一刻哦，到那一刻才真的教廷的卷宗里头才给个平反公断哦。那你就知道这个思想之间的那种多么严酷多么的东西。总之，如果利用这一套方法，百试不爽。比如说比萨斜塔这个东西，自由落体掉下来是这样子，那我到这个醒悟道来丢看看也是这样那就不是因为比萨这样丢会这样，这里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当不因为人不一样，不因为地方不一样，不因为时间不一样，不因为季节不一样，不因为 logo 不一样，会不一样，那个东西是真理这个真理是一小片这个一小片的真理，我累积，就终于可以看到大真理，看到大真理，看到宇宙的大真理。这是现代知识，基本上就是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就知道这套来了。所以科学呢，科学发展呢，就是用这个严谨的程序，干锅烧杯石蕊是这样弄，一定经过这严谨的程序检验。搞科学的人才不管你是哪一种人，不管你是白人黑人，就只能照这套搞出来，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跟权力也没有什么关系。终于找到这样一个治学的方法。那科学给我们的好处太多了。我们以前人希望长生不老，我们今天还是没办法长生不老。可是我们今天人是延年益寿，以前60岁的人就不太多了，70古来稀，50岁就嗝屁了一大堆现在人就活到90岁还死不了对不对？很多嘛，你看一延就延了50年。
这真的是延年益寿，这科学带来了。今天在这个地方空气还可以，为什么？因为有点冷气。如果没冷气，你已经热死了，又传了那么多，等一下豆芽都孵出来了哈。为什么？冷气呀，冷气谁给的？科学给的。所以科学给我们人类生活里头的各种好处太多了，所以它太神奇了。搞到最后，它几乎像宗教，它比上帝还行嘛。搞到最后，宗教退潮，上帝不存在，就科学存在，科学就是新的宗教。很多人几乎把科学当宗教一样崇拜、膜拜，到今天为止都有啊。国会那都弹头都这样啊。所以他说崇尚科学，制作出来的各种提案计划、各种考核计划，全部都科学。科学就把一些人文学科搞死了。人文学科很多东西没办法计量了，因为科学的方式也让西洋国家强盛，也让西洋国家抢到别国家的资源。所以科学的好处太多，大家耳见为信。所以很多学问开始到这也都非常崇拜科学。人类的学问，科学是后来才起来啦，特别。可是人类老早就有很多学问啦，有神学、有文学、哲学、历史学，这是老早就有的学问啊。当时科学都不晓得在哪里啊。可是当科学昌盛以后，很多学问自己没信心呢，都想要用科学方法去研究他那一门的学问。所以很多学问都标榜叫做 scientific history。scientific 是什么东西？都是科学的历史。科学呢，我们今天知道是今天的胡扯。历史根本有牵涉到解释，解释就有主观，那就没办法科学。老实讲，我们今天在讲科学。我们今天学问大概是这样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有人不懂，把它搞成叫做人文科学，人文根本没科学呀，人文没有科学哈。举个什么例子？伍子胥。我们落后很多哈不过我们并没有讲废话，讲的大概都跟知识有关哈，只是不见得照那个，所以 PowerPoint 有时候是唬人的啦，我讲的是现在嘛哈，现在刊物讲完了。现在台湾的现在世代大概就是从日本时代开始，1895年开始哈，刚开始可能还没什么感觉，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你如果看日本措施，你就1895年6月17号，日本人进到台北城里头，这个进到台北城就是总督府，华山之际是第一任总督。其实他第一次的总督府就在基隆港附近，到奥迪那一带他都推到奥迪，其实就是一个帐篷，帐篷到哪里，总督府就到哪里。到最后终于能够进台北城了，包括辜显荣去请他们进了台北城。总督府起先就设在今天的中山堂的地方，那时候就叫公会堂。公会堂之前根本并没有什么公会堂，就是总督的帐篷在那边，他就是跟你看电影乱一样，指挥帮一指挥，全部听那边的指挥。那后来当然慢慢统治底定以后，才会盖建筑物。盖建筑物呢，就盖在那个地方。后来那个规模太小了，不够一个总督府的营运，后来才盖在行政院大楼，目前这个地方。后来才搬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地方，这个是后来的转建的。然后后来这个当时这个总督府在中山堂这个总督府就变成公会堂啦，公会堂就让老百姓有公共会议、演奏、表演，那里有个地方，那其实也是一个标志一个现代化的公共建筑出现了，那以后当然这博物馆啊什么那些都出来了。然后6月17号，他号称就是他的开始执政，所以他一直都叫做始政纪念日。每一次始政纪念日的这个周年纪念，基本上都有庆祝。6月17号进来，到11月27号，到11月18号就跟在广岛的大本营宣报。这个台湾已经抵定，已经拿下来了。其实台湾还没有拿下来，台湾在往后4、5任总督都还在打仗，因为碰到台湾老百姓自己拼命要保护他自己的家园，所以还一直在打仗，一直在打仗。所以他跟大本营报告平定台湾那些都是官样文章了哈。官样文章哪个国家的行政人员都会有官样文章。那11月27号，他就定台湾为日本西部标准时间。那日本本土是东部。台湾就是西部标准时间，差了一个时差。到今天为止，台北跟东京还是差了一个时差。那就是时间进来了。时间进来是一个很重要的现代化的一个标杆啊。时间，比如说，我刚才已经讲嘛，台湾岛上的人，起先万华一带的台湾人，自己也不觉得叫是台湾人啊。他们有的人是泉州人，有的是同安人，有人是惠安人，什么？可能台南市，今天的台南市，那时候台南府那边也有一批人。他们是觉得他们是府城的人，他们跟台北市这些人也没有什么相干啊，完全基本上没有共同体的概念，因为从来没来往啊，从来没来往，那只是两批不同的鸟，然后住在不同的树林的感觉而已。可是到了1908年，纵贯铁路终于通车到枋寮，那台湾全部就变成一体了。通车到枋寮，那对台湾影响很大哈。也就是说，以往，比如说我以往那个年代，假设我是曾祖父那个年代，我跟人家约
那我就跟你约，就是4月29号，我要跟你见面。约到这个样的人，其实都脑筋都坏掉哦。可能都约4月下旬的时候，谷雨的时候就找你，清明的时候就找你。其实你什么时候来都无所谓，因为这是农业大地。农业大地，我的家屋就在农田中间，旁边都是稻田，稻田就一定的高度，从那么小高度一直长到这么高度，长到膝盖高而已啊。所以假设你来了，我老远看到一个影子来，那也不见得要找我。慢慢走近的那影子越来越是往我这个方向走，看起来好像人来了哈，那真的是在找人呐，要找我了。看那样子往我家来了，那时候我再把锄头丢掉，我再去把脚手洗一洗，回家再去沏一壶茶，端个几个椅子出来等你，都还来得及，所以没有影响。你来你不来都无所谓啦，所以根本没有约哪一天的啦，也没有约上下午啦，你就是那是一个什么时间概念？那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重要的概念，那是农业社会是这个样子啊。可是1908年的中关铁路一通车，假设你是台南市的一个人上火车，你慢了1分钟，火车就不会等你嘞，这一不等你就很差哎。假设你有上这部火车，你上了台北以后就碰到蔡依林，他就请你当他的伴唱，哇，从此你就不一样啦，人生就不一样啦。可是你有上跟没上就差别很多，影响你生命啦，那个影响，所以时间就进来做台湾人的生活圈里头。我这个2、3年前的时候，曾经这个动省之前，我曾经到省文献委员会去参加一次研讨会，因为我们总督府留下了很多官方文书留在台湾，那是台湾的宝库。那日本人战败以后就回去了，可是后来做学问研究的关系，慢慢要研究日本时代这50年，这50年台湾的总督府的各种文书，不只是解读台湾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宝藏，甚至包括朝鲜。甚至包括满洲，那跟台湾总督府都有关系。说很多日本的近代史得靠这一批，然后到了以后，他们这个中京大学的人才来跟台湾的省文献委员会合作。合作的方式就是说，台湾的省文献委员会出了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反正放在这样，那你们出钱，后来要把它数位化，那你们出那个技能钱资金都是你们搞编目录，所以那已经搞了将近20年了还没编成那个是活文体，就是用毛笔书写的。日本明治时代的活文体，现在对日本人来讲也是专业知识的，那不是每个人都看得懂，那是专业人士才能够解读。解读就基本上是文书，所以他怎么样把它变成数位化，能够电脑档，能够方便查询，那个是很大的工程，都是靠日本的财团，他们捐资日本的中兴大学，把这个钱报来台湾，然后弄这东西，弄完以后，当然我们要一份，那一份他们要弄回去。那我在那边有时候会给请去那边做一些专业上的帮忙，然后也进去缴获。我是传播新闻这部分，当然去看那里头。我看里头有时候看很好看，有时候忘了看自己专业的，都看到别人去，因为那里头太多了太多了。我就看到说这个大肚溪就是台中跟这个彰化的界河大肚溪的下游原来有一个3等邮局，叫做头盖捆，台湾话头盖捆。那个什么叫3等邮局？比如说北门邮局，那也是日本时代就有的。北门邮局是1等邮局，那2等邮局可能是古亭邮局，大安邮局是2等邮局。那3等邮局是什么？3等邮局是属于 BOT， 就是说太小了，猫空上头，需要可是政府来出资来经营，可能不划算，所以政府就标，那很多人来标。标要你标300，一年给政府300，他标400，他标500，那我就叫得标以后他就经营，他今年经营的结果是600的利润，他就赚100，那是他赚了，可是他亏是他亏的，这样就对了。3等邮局头盖捆，可是没有我是中部长大了大肚溪口现在是什么东西？大肚溪口现在是很多垃圾 ，OK， 很多野海鸟在那边盘旋，是因为是个垃圾场怎么那个地方会有邮局？有点想不通。仔细看，的确有邮局那时候那是。你知道吗？台湾的开发，中部的话就鹿港那个地方，对面就厦门，就是所谓鹿港。鹿港淤浅了以后，还是需要有个对口的那个港口。可是后来因为日本拿下台湾以后，从此台湾的外贸方向就转向了，再也不是跟母国之间的外贸来往。日本有它的格局，日本有它的眼光，日本所看到的是全世界，它的贸易就转向到全世界做生意了。可是中部还是需要个港，所以那个港，头盖捆，大肚溪口那个地方原来是个港。可是那里以后，因为洪涝泛滥、洪水爆发、土方割了、垮掉了，那邮局垮掉了，那个地方还是需要个港后来那个港后来就到无锡、沙鹿。今天的台中港其实也就台中港的概念是一直本来就需要有，可是随着时代不一样，那个港不断的换位置，可是就是一个中部的大港，需要疏散中部的一个东西，头盖骨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邮局会出现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港铺，所以有外贸。有订单，有 sample 要寄，那现在才搞清楚。那我要讲的就是说，那个港怎么样？那个头盖邮局怎么样？有那个邮局不断的跟总督府上报告，因为他们老是丢掉东西，丢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不是
邮局最多的就是一包货品寄货了哈。包裹行李不是丢掉那些，也不是丢掉支票哦，什么都不是哦，丢掉他们邮局最后方那个钟，那个钟永远丢掉，他们买一个新的挂上去，没几天就丢掉了。因为台湾人对那个钟太着迷了，因为那个钟会影响人间的福祸利害，哈，就有那个钟我就变成蔡依林的伴舞了，没那个钟我就还在南部种番薯，或者差别太多了嘛。这是什么意思？时间进来台湾以后，台湾整个就现代化。这是一个象征，哈。其实现代化地方很多，地下道、地下水道、地上水道，地上水道就是自来水管啊，什么东西这些东西，路灯，哈，这些东西都跟着现代化了。那跟着现代化以后，接着台湾就跟大陆完全不一样了。大陆还是一个很传统的农业社会，台湾已经上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这整个现代化的这个途径了。所以也就为什么1945年以后，台湾日本退回去，中国大陆的文武百官来接收。两边的人会处不来，因为一个是农业社会时代的人啊，他还在前现代，台湾已经在现代化社会里头已经走很前面了，两边人互相看不顺眼啊，方法都不一样啊，所以一定会摩擦啊，摩擦就看权力在谁的手里头，摩擦我看你不顺眼，你也看我不顺眼，我们两个就这样摩擦，可是你有拳头我没拳头，你可以打我，我不能打你，哦，那这样很多，那就是我挨打嘛，好，假设是我呢，我可能就会，那个不要讲了，嘿，所以台湾进来现代了哈，进来现代的状况之下，那办报就开始办了哈。办报这个如果要讲哈，时间就一直会落后了哈。我在想你们也不是要专业，总之当时华山之际，这个海军大将来台湾接收这个台湾的时候，跟他同船来了很多人，那其中有一个是他老乡，一个山下秀实哈。他曾经是库马摩多熊本县的这个刑警大队的刑警，那后来大概新天地出现了以后，很多人对新天地有憧憬、有幻想，想到新天地打天下，所以跟着来，跟着老乡的船来，跟老乡的毛遂自荐说是老乡，因为他们都是鹿儿岛人，然后说要来办报，然后对这个总督来讲呢，刚到那个地方要建设的地方太多了啦哈。行政单位自己用预算去建设，那也是个方式。可是有时候来不及，因为刚来，老实讲是要打仗，所以有人要办报，他当然支持，特别是同乡。基本上东方社会都讲究人际关系、人脉关系，所以跟他先拜个码头，打个招呼，说要办报，好，那他就是没问题，我方便范围里头能帮忙就帮忙。可是到了这个华山之役总督任期到，给调回去的时候，周年都还没到。周年纪念会是在公会堂举行的，那个第二任总督已经来了，第二任总督桂太郎来了。那个台湾的第一份现代化的报纸出刊了，就在公会堂的那个地方free 的发送。可是这时候他的老乡已经回去了。那桂太郎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当时始政周年纪念会的时候，这个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亲自到台湾来，哈，海军大臣西乡重道亲自到台湾来，台北已经有美国领事馆了，哈，领事馆亲自参与，那是很盛大的会。对日本来讲，就是白种人以外，另外一个有色人种有殖民地了。然后他们的庆祝大会嘛，所以那天当然很热闹啊，报纸就能发，这是台湾第一份刊物开始，这个叫《台湾新报》哈，1896年到今天，1896年到今天已经210年了哈，啊不110年了哈，市址就在北门街，就在现在北门邮局那附近。那底下呢，然后这个1896年的，它是6月17号始政纪念日发刊的。然后7月份的时候，这个桂太郎呢，这第二任总督就以《台湾新报》做总督府的辅报了。总督府自己没有时间办刊物，就以这个民间人士办的他这个报纸当做总督府的辅报。我需要文宣的时候，我征集他版面，帮我政府登文宣。那这样嘛，官营就进去了，官方的预算钱就支持他了，就用这种方式的合作。那因为官营一进来以后，这个《台湾新报》马上在10月1号，它就改为日刊了，因为财务没问题了。从此日刊就一直到战争结束。一直到战争结束，那细部呢？细部我就不讲了哈，细部讲，因为在台湾办报的时候，当然也牵涉到日本政坛哈，因为桂太郎是海军出身的，他是日本的政坛到现在为止都没改变，从明治时代到现在为止，基本上2个系统，一个是古代的萨摩系统跟长州系统，萨摩是因为日本并不是一个国家，日本国家运动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才赢的，日本本来是有200多国，一个城就是个国，一个城就国，那是藩国哈，藩国，那很多藩国。德川家康的德川幕府只是藩国其中最强最大的，他到最后他是宰制的天皇夺权一样，夺了300年，
可是到最后他权力消垮以后，天皇到最后狗人家抬出来，民族维新，天皇复权，那也是另外2个藩国帮忙才有办法。一个就是萨摩藩萨摩藩就是今天整个九州岛的人就是萨摩藩；另外一个是长州藩就是本州岛到了尾巴，过了关门海峡就到博多了。那个地方长州藩的这2个国家的人出力出最大那个中间经过打仗，就是说怎么样把德川幕府这个家族推掉，因为他已经没办法保护日本了，因为美国船已经来了嘛，进横滨进那个出岛轰日本已经没办法反击，所以当时日本武士的就是赶快要抵挡外侮一打就输，到最后逼得非改革不可，改革就变成2条路了，一个就是说继续集结在德川幕府的领导底下的改革，一个就是德川幕府已经没搞头了，有搞头300年来他也不会搞成这个样子，如果没搞头要扬弃他，扬弃他怎么样？那就把天皇抬举出来，这是另外一股势力。那这2股势力在日本本土打仗 ，OK， 打仗那是真的打仗，就跟你看到谢之明电影里头那个就这样杀这样打，到最后古战场就在上野公园，你如果有到东京去玩了，上野公园现在很漂亮啊。特别3月底4月初，樱花漂亮。你如果看樱桃小丸子长大了，你也知道，就是在樱花树底下铺草席，大家那边诗酒风流，唱歌跳舞，那个地方樱花开得很漂亮。我在想，樱花为什么开得那么漂亮？因为底下埋了很多枯骨、战骨嘛，蛋白质很多嘛，肥料多，樱花就漂亮，没问题。日本就是那个时候，德川给推翻了以后，从此呢。天皇的位置就能够稳固，可是天皇的位置是辅佐了，萨摩藩的人辅佐了，长州藩辅佐，当然不只有这2个藩，这2个为主力，集结很多藩国人辅佐。那明治天皇复权以后呢，日本才开始在论述，日本是一个国家，日本国，日本他们本来是200多国，那后来就慢慢打造日本是一个国家，甚至创造出个共同祖先来，神武天皇。大和民族，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和民族，大和民族是人为铸造了他们的创意哪里来？因为现在都数位时代，一切都讲究创意，他们也不是自己创的，因为他们这个也是 copy 意大利民主国家，意大利有所谓的这个独立三雄，意大利、马自里什么那3个，意大利本来也是很多国，一个城邦一个国，一个城邦一个国，佛罗伦斯是一个国，翡冷翠是一个国，罗马是一个国，意大利都是个国，他们也是很多国，也是常常征战。可是到最后，意大利变成一个国家，民主国家时代，19世纪以后，这个风潮，这整个这个民主国家的风潮，所以意大利后来变成一个国家。那东方的日本看到意大利是个国家，后来一样也是铸造，也是论述，很多观念都是然后中国呢，中国又是抄日本的，中国也不是一个国家，从来就不是。金溥聪他们那家叫做清朝，那是个家族。这个家族前面就是明朝姓朱的那家，那是个家族，哪一个家族拿到天下然后就这样可是从来没办法统一全面的天下。梁启超不是逃亡吗？戊戌政变完以后，他没给砍到头，他逃到横滨就躲很久。康有为也逃亡，梁启超在横滨办报办报其实他受到日本的各种知识分子，因为他一定要看报，接受思想，那影响很大。看到整个日本国在造国，造了一个大和民族了，一个共同国家，然后开始统一语言，开始以江户就是今天东京的语言做全国标准国语的。政治人物需要依靠这个线，你才能够出来。那个时候他们辩论日本帝国的这个建国方略的时候，陆军主张的就是往东北发展，往关东发展，往蒙古发展，往中亚草原发展。这个梦做很大，做到北海哦。北海，你今天从这边坐火车坐到那边，也要坐好几天才能够到北海。北海在过去就北海可以跟伊丽莎白女王打招呼的地方啦，那也很远呐然后海军做的梦就是要弄到纽澳因为海军做这个梦，所以起先真的是要往南边发展，往南边发展，总督府是要搬到高雄的，总督不在这里耶，总督要跟，因为日本的统军就是这样你看乱，你看黑泽明的电影。那个统帅所在地，统帅绝对到前线，他只是在高地上指挥而已。统帅不是躲在后方，统帅绝对到前面去。所以总督府是要到那边，因为总督要干那边，所以打狗就得建设了。打狗那2个字是北京话啦，那是闽南人用汉字翻译原住民的话，就打告了。日本人就把它写成高雄那2个字，那2个字也是打告了。音都没变啦，只是字变而已啦可是国民党来用推行北京话那个就变高雄了变高雄以后，原住民假设现在有个原住民的灵魂存在，他就听不懂了啦，因为他在台湾听了300-400年都听懂不管是原住民叫他打告，汉人叫他打告，日本人叫他打告，他都懂在讲的地方。可是现在变高雄，他就听不懂了，他不知道在哪里了
所以就是地名一改，整个历史记忆就完蛋了。那时候高雄基本上是总督府要去，所以你看高雄那个建筑不得了啊，高雄的马路，高雄马路哦，你中正路前面那个过了圆环，你看往小港去哪里看？哦，那马路我看了以前我20几年前看到就吓坏了，跟今天跟讲，20几条5点多下班的时候，所有摩托车啊，那个一跟他看正面几乎100部摩托车，从那边弄到总共18线道了。为什么那格局？为什么那格局？总督府的格局啊，台北没有的格局。可是后来总督府不下去，为什么？路径变赢了，整个日本的帝国的发展往关东发展了，啊。我是在讲江洋人才了。那个表哈，那个表，你看看那个表哈，你如果看只是一个表啊，有什么意思？其实那个表可以看出一些可歌可泣的地方哦。1920年到1922年，那叫台湾青年。台湾青年消散的就是一些台湾去日本留学的大学生，在学校里头办的台湾青年。大学生办刊物就是那个典型，抄理论、讲理论、博爱、民主、自由那些理论，讲穿的都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啊。可是这种刊物是学人刊物，常常脱期，常常期中考一到没有人来编，哈，这个很正常啊。啊，到最后学长要毕业了，学长本来是总编辑，学长说我要走了，你别来接，学弟妹没有人敢接，或者没有人接得起来，那这刊物怎么办？让他死啊！啊，有人就舍不得让他死了。啊，搞到最后就我们这样办法不是办法，啊，到最后就派蔡培火回来，蔡培火也是他们大学明治大学的大学生啊，蔡培火回来台湾募款啊，从基隆募到屏东离港，跟谁的募款？捐款给这一票人，对统治者来讲都是犯忌讳的，所以这些捐款者都是小额小地主，可是他们捐款，然后共同累积了一笔资金给这些小朋友玩，可是知道这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改为杂志社。而且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这是现代化的意思。我们中间漏了一大堆哈，就是说，比如日本时代，台湾的报纸很早就是股份有限公司的，20世纪初年就是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对比中国大陆上的那些文人办报啦，那些文人办报基本上还是杂货店式的。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财务从社会募股 ，OK？ 那老早那是现代企业的一个典型啊，到今天为止也是这样。那是20世纪初年。距离今天都已经105年、106年了，老早就股份有限啊，连小朋友办的这些东西都是股份有限公司啊。OK， 这个时候呢开始办，就叫台湾啊。为什么青年拿掉？因为那个蔡培火自己觉得他已经不好意思讲青年，他已经30岁了，林呈禄已经30几岁还讲青年哈，就是老太婆，你还自己跟人家装可爱，就是不好意思啦，就这样。所以就叫台湾。那认为这都办的刊物叫台湾，标榜。看的人也是，只要对台湾有兴趣，他就会看。台湾青年有些人就不好意思看，因为台湾青年里面搞不好是弄弄啦，里面在讲手机啦，里面在讲什么，那个跟我不相干的。台湾那台湾人就看啦，好，那你跟他看，你跟他看他的办了。总之哈，办是从月刊那个变化是从月刊变到半月刊，变到旬刊就是10天一次的，变到周刊，变到日刊，变到日晚报都有，那个是他们努力的方向，哎，终于达成了。可是呢，出版地搬在东京，大学生在那边办啊，搬在东京，然后后来回来台北是很辛苦的，因为那里有个转折，台湾跟台湾民报时间是 overlapping， 台湾是从1922年4月10号搬到1924年5月12号，台湾民报是从1923年4月15号到1923年9月1号，那个不写错了，不是同一年啊，那个年代一定有一个东西写错。啊，半月刊啊，对了，半月刊只办了几个月啊。那个台湾民报它是报道新新闻，新新闻。台湾是评论，评论是什么？评论就是当代 ，OK， 不一样，一个是资讯取向，一个是新闻资讯取向，一个是评论了。啊，你知道台湾基本上还是不脱大学生办刊物的格局，就讲理论嘛。可是后来就讲我讲那理论干嘛？木在菜市场，欧巴桑根本听不懂我的理论啊。那欧巴桑很多痛苦，我根本没跟他讲出来。我讲的理论也没人听得懂啊。所以到最后就觉得最重要就是说，台湾老百姓真正的受苦的故事要让他出来，讲理论没有用，所以就需要办个新闻刊物，办个新闻啊，就同一批人在办新闻刊物啊，一边搞理论一边办刊物啊，同一批人就一匹马给挂2套案啊，那很辛苦了，干没多久以后就撑不下去了，钱也没几个啊，到最后终于台湾就停刊了。台湾停刊，可是他们理论的部分就把它收纳到台湾民报了，所以台湾民报到后来也有理论，也有新闻报道啊。新闻报道你知道，新闻报道取材要当地取材啊，就是报道台湾的事情啊。
台湾怎么样在杭州北路上警务大楼，日本警察在那边打人一拳，没有道理的啊！这个就是当地发生的、啊，只可惜没有 SNG， 至少把它写下来，写下来那就要把它印出来啊，印出来让台湾老百姓知道。可是你知道印出来的流程多复杂，在这个地方采访到的现场写成稿子，可是编甚至在这边也可以编好，可是不能在这里印，要到日本去，那总督府不给你在这边办刊物啊，所以他们的要怎么样？那就要从基隆港坐船到神户港。上了神户港，坐火车到东京，然后再转到这个林森路，他的找到点附近，他的自己租了学生寮，在他家里编啊，编完要主板印刷厂印好以后，这个东西发给日本人看没有用啊，发给日本的台湾留学生有几个他会看一看，可是主要是要发给台湾同胞看啊，所以这个刊物什么？刊物要是送回来啊，就又走一趟啊，又从他家又从东京送火车送到神户，神户在等船不是。就跟我们今天等公车一样啊，比公车还更慢呢。公车至少等个15分钟，公车就来啊。船不是15分钟就来，船有时3天以后才来，所以就等啊，等船要上啊。船不是专为台湾人服务的，船不会直开基隆啊，没那么好。船先开到上海，开到温州，温州没有港，开到福州，开到厦门。啊，然后再绕来基隆啊，你这个只是业务之一而已啊。上了基隆以后呢，那从那个地方，可是那个地方总督府就要检查检查通过以后呢，才杀到台北，然后再批发出去。这个一条新闻，警务大楼警察在那边打人，日本警察打人太过分了，等到这刊物上了，警务大楼已经拆掉了，警务大楼已经没有了。这条新闻有什么意义？没意义啊！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争取要在台湾本地办，本地采访、本地编辑、本地印刷、本地发行。影响力马上快，可是日本人就很清楚，你就是动机在这样，我就不给你办啊。日本人本来就不要给台湾人办刊物啊，抵挡不住的时候才准你办啊，抵挡不住的时候就会把你推得远，最好你能够到兰屿去办 ，OK， 办给飞鱼看 ，OK， 你不要上，不得已了才准你办，然后希望周期最好1年办一次，不行退而求其次半年，再不行。1季，再不行1个月，他这样一步一步退，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权力斗争的痕迹。你可以看到东京到台北，就是台湾人终于达到目的了。可是达到目的的那一个时刻，你跟他看文用语，和文汉文，那是这些年轻人，老实讲，日文已经是他的出生上学就学的语言了，就是像李登辉这一辈人，那个日文就是他的母语一样了。他在家里讲台湾话，到了学校讲和文啊，汉文对他讲好像他不大会，可是呢，台湾民报办的时候，你看标榜汉文哦，故意搞汉文哦，汉文对他们讲是外国语言哦，不大会写哦。你去看那个赖和的日记，赖和的手记，去看赖和怎么样辛苦，赖和是号称台湾现代文学之父，赖和台湾医学校的学生，他怎么写他的作品，很辛苦耶。他因为以前有练过汉书、诗书，所以古文还不错。他每一篇文章，他先写成日文，翻成古文，然后再翻成白话文。所以当然产量不多了，又很辛苦。大家好。我想我来的时候呢，